话说3000年前，这天底下出了一位了不得的剑仙，他潜心修炼多年，终于证了大道，却不知为何偏偏与那龙族不同。这世间妖物所化的蛟龙虽多，守护了天下福泽江海的真龙却是很少。这位剑仙整整300年间，竟是硬生生的杀得这世间再无一条真龙。就说这最后一场真龙屠灭之战吧，那可真是打得天翻地覆，血雨腥风。那最后一条真龙陨落之后，其身上留下的滔天气运久久不散。3000年后，那处埋骨之地上便形成了一座遍地都是机缘与法宝的小镇。自此之后，这世上虽然再无真龙，但蛟龙、螭龙等等仍旧活在世上，龙族说不定就隐匿在我们身边。哎，大叔，你看这鲤鱼看着真喜庆，能不能卖给我呀？这鱼我本来是想自家吃的，你要买的话，给多少钱呢？您看10文钱成吗？10文呢？大叔您看您这鱼也不大，烧起来吃还费油费盐呢。您就卖给我吧，白赚10文钱呢，我就是看他喜庆。要是10文钱不成，那15文。哎呀，再不成就20文，这不能再高了。20文少是少了点儿。大叔，你这鱼我出50文可卖？50文，不错。真奇怪，巴掌大的一条鱼，竟然花50文。这小镇为什么多了这么多外乡人？窑厂也关了，他们也不像是来谈生意的，那是来干嘛的？陈平安呐，陈平安，你就是天生穷苦命，缘浅福薄，哪怕有了机缘，也留不住。知道刚才你让出去的鲤鱼是什么吗？鱼啊！哼，你也就知道鱼了。那你还记不记得正月里想往我家里钻的那条四脚蛇？你是说那个一个劲儿想往你家钻，你嫌它丑，还曾经甩到过我家院子里的那个四脚蛇？哼，不错，你可知道那四脚蛇如今如何了？我如何晓得？别挡道，我挑着回家了。那条奇丑无比的四脚蛇最近头顶生角，怕是要化了。都说寒门无贵子，你陈平安莫说这辈子贫贱人人欺，怕是下辈子也逃不掉。欢迎各位仙家来到这真龙埋骨之地，规矩想必大家都知道，但我还是得多几句嘴。小镇封禁一切术法神通，修为越是高深之人，受到的压制也就越大。若是哪位仙家一时手痒动了真本事，那会有什么后果，就只有看上头那位的心情了。这第二，每个被准许进入小镇的人可以携带3个锦囊袖带，袋子里得分别装上市井百姓用以庆贺上梁的压胜钱，皇宫每年悬挂于桃符上的迎春钱，以及被城隍爷塑像托在掌心的供养钱。这3种珍稀的金银铜钱，休想用普通铜钱蒙混过关。这第3嘛，要想进入小镇，必须得给我1袋钱当做过路费。这意思也就是说呀，各位仙家进入小镇只能带2袋钱，也最多只能用这2袋钱，在小镇内换2件法宝带出小镇，否则呢，任你搜刮到10件100件宝贝，都得一一还回去。还有这最后再提醒诸位选定之人一句，切莫对小镇内的人透露天机。另外，我看大家大多费了大价钱，多带了1位随行之人，可这随行之人是没有寻宝资格的，也请诸位好好约束手下的人。这是今天的信，赶紧拿上滚。说好了1封信1文钱的，这里一共10份，钱呢？只有5个子儿你拿着，剩下的5文钱先欠着那你可别忘了。谢谢。终于把最后1封信送完了。年轻人，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来，抽1支签，让贫道帮你算上一卦，可以预知吉凶祸福。我没空，道长下次再说吧。年轻人，往日贫道替人解签要收10文钱，今儿破格例只收你3文钱。3文钱吗？这就对了吗？来，快过来，贫道这儿坐坐。年轻人，你可是贫道今日头一位客人，
只要你坐下抽签，贫道就给你写一张可以为先人祈福、积攒阴德的黄纸符文。啊，道长，我不筹钱，你能不能只帮我写一份为逝去的父母祈福的黄纸符？这可不行，贫道行事通俗无忌，解签加写符一起，收你5文钱。明明说是3文钱。加了黄纸符文，可不就是5文钱了吗？道长怎么知道我身上正好就只有5文钱啊？贫道看人福气厚薄，财运多广，一向很准。年轻人，你也不要紧张，这福气和财运呐，那是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一切平常心看待便是。道长，你看这样行不行？我把5文钱都给你，也不抽签了，就是请道长能将那张黄纸符文写得比平时更好一点，行吗？也可以。那你便说说你爹娘的姓名、籍贯还有生辰吧。人站在门槛内，将黄纸门槛外就行了。好，这是5文钱，多谢道长，我先走了。好。这陈平安命里8尺，莫求1丈啊！我娘说你故事讲的不赖，让我给你送几个铜板，可算让我找到你了。哎，慢着，我这碗里可不能随便放。咋啦？你一个说书的，这不用赏钱？你傻呀？这你就不知道了，我这碗里可装着不得了的稀罕玩意儿，装不得你这铜钱儿。稀罕玩意儿是什么？快给我看看。这怎么能随便看？哎，你笑什么？该给我看你的碗了吧？不急啊！昨日老夫说书之时，曾听百姓们说，你们这镇上啊有口铁锁井，不如你带我去看看那口井，再跟我讲讲那口井的故事。若是你答应的话，我可不止让你看我这白碗，我还会给你变个戏法，如何？你可不许再反悔，要不然刚到铁锁井就会一头栽进去，到时候我可不会给你捞。要不就突然打了个雷，刚好焦炭。到时候我就拿块石头把你一点点。行了，肯定不反悔。你这些话都是跟谁学的？跟我娘喽。唉，你跟我来吧，绕过前面的牌坊就是铁锁井啦。走吧。至于那井故事嘛，讲就讲，我都听得耳朵起茧。你知道那铁锁井为啥叫铁锁井吗？为啥呀？因为那口井里自古也就有一根手臂那么粗的铁链，链子的另一头啊拴着龙。镇上谁要是把那铁链拽出井里，每拽1尺就会少活1年。嚯，这么邪乎！管他邪乎不邪乎呢，我这故事可说完了。那铁锁井也找到了，该给我看你的碗了吧？哎，孩子，你我有缘，给你看看这碗里的玄妙也并无不可。但是呢，看过之后，你可不许对任何外人提起，包括你那位娘亲。哎呀，废话那么多，赶紧开始吧。哎，陈明，你快过来，蹲这儿，别说话。顾团，怎么了？又让你娘发火了？我跟你说，刚才我碰到个怪人，他手里那只白碗能够一直往外倒水。你看，才这么点大的碗，我亲眼看到他倒水，倒了快1大缸的量。可吓死我了！那家伙好像还在背后跟着我呢。你说他该不是要抓住我，把我给杀了吧？你说那个槐树下的说书先生？哎呦，可不就是他！从手上没什么力气，连我都提不起来。可他那口破碗是真瘆人啊，瘆人的很。哎，我跟你说，别说话，有脚步声，他好像过来了。又走远了。陈平安，那家伙不会是去我家了吧？咋办啊？走吧，我陪你回你家看。哎呀，这丫这又死哪去了？让刘先生等这半天。平安呐，谢谢你送顾餐回来哈。你看婶子这家也来客人了，就不留你了，你也赶紧回去吃饭吧。知道你这水缸里养的是什么吗？还能有啥？我从溪里摸上来的鱼虾螃蟹，还有田里钓上来的泥鳅黄鳝。你要是喜欢就拿走好了，别客气。泥鳅黄鳝，小贼，过来看看这碗里有什么呀？哎，这是那条泥鳅，我记得它是我从陈平安那儿要来的。闭嘴！娘，你干嘛打我？
这本来就是陈平安的吧？故事不用如此紧张。吾辈修行之人，为了求证长生，时常行大逆不道之事，这点争夺也不算什么。该是你儿子的逃不掉，不该是那个少年的，他也守不住。当然了，就算原本是那少年的，那又如何呢？如今有老夫亲自坐镇，那也就不是他的了。从今日起，你就是我的嫡传弟子。这大白碗呢，是我的法器，里面装着整条江水，如今还帮你养着一条小蛟龙了。什么蛟龙？我不能要，它是陈平安的。顾灿，我看你是猪油蒙了心了，给我反省不能出来。有此慈悲心肠，也并非全属坏事，只是他这种心肠啊，却不利于他以后的修行。看来呀，我这个做师傅的，为了这弟子未来能够在登仙路上御风化龙，必须要为他做点谋划，帮他了结心结了。监师说的心结是指？那自然是解决陈平安了。那少年身世如何呀？顾氏，陈平安那孩子是5月初5生的，咱们小巷老一辈的街坊邻居都说，这是一年当中最不吉利的日子了，很容易招来脏东西，还会连累家人。5月初5有点意思啊。容我算算。这陈平安爹娘的姓名和生辰八字你知道吗？只知道名字。得到陈平安父母的姓名后，刘志老再次掐神色，面前雕虫小技，诡异伎俩，我算过了。陈平安他爹死于非命，多半是无意间知晓了小镇的秘密。可惜运气远不如你们家好，祖上的福音呢，更比不得你家多。最后那男人为了陈平安的安危，就偷偷打碎了那个孩子的本命瓷器。如此一来，自然让小镇外买了那个孩子的某座宗门落了空。这可是好大一笔投入啊，一个小窑工哪里赔得起，只好以命相抵，一条命不够就加上他媳妇的。说来可笑啊，窑工对某些人来说太微不足道，才让老夫这么容易的便算了出来。这么懂事的孩子还是我看着长大的。柯南华，这里真是你说的隐蔽福地之一，为何我家老祖之前给我的地图上并没有着重标出这项？这里面真有天大的机缘法宝？有还是没有？蔡仙子进去看了便知。只是若你我真在这巷子里得了意外之喜，仙子又该如何报答我呢？报答？任君采撷，如何？蔡仙子说笑了，我们朋友归朋友，生意归生意。这条泥坪巷里的2户人家中，有根骨福运俱佳的好胚子。这2户人家分别是一对主仆和一对母子。按照之前的约定，我可以让你先任选其一，条件是以后你们云霞山的特产云根石每年都得给我们老龙城10块。当然，能不能顺利将人收归宗门，那我们就各凭本事了。当然可以啊。至于那2人，宋吉星和顾灿，我选顾灿好了。可以。另外，除了这2个好胚子之外，你一旦在此地获得了什么其他的机缘与法宝，必须交出，由你我双方祖师鉴定，给出一个公道的价格。之后，你们云霞山必须拿出1半的等价云根石，以此来答谢此次我们老龙城提供的地图之意。蔡金简，你可答应？或者说，你能否确定，你蔡金简应承了的事，你们云霞山的那几位祖师爷也会无条件点头认可？当然可以。如此最好。虽说这小镇内有圣人坐镇，平衡着各方势，但我们还是小心为妙。听沟里翻了船，到时候惹来那帮老子们的雷霆震怒，别说我福南华和你蔡金简，就是我们的父母师傅。总之，你我能否鲤鱼跳龙门，便在此一举。知道了，所以在小镇这段时，就拜托福大公子与我坦诚相见，精诚合作喽。走吧，我们也别在这巷口傻站着了。那少年，我们早上在城门那儿也见过，如今又碰见，你说他会不会也是与我们有缘的好胚子？很巧啊，小兄弟，咱们又见面了。你们有事吗？这里是叫泥坪巷吧？这边是不是住着一个叫宋吉新的人，还有一个叫顾灿的小孩？我是京城人士，我们家和宋吉新父亲是世交，我身边这位姐姐姓蔡，是顾灿他娘亲的娘家人，我们是来寻亲的，又刚巧凑在了一起，真是无巧不成书啊！你说巧不巧？啊，是很巧。所以你知道这2家人住在哪儿吗？不知道。小弟弟，说谎可不好。可是我真的不知道。这样吧，小兄弟，你帮我们一个小忙，
我就送你一样东西，如何？喂，你们谁呀？我恍惚听到有人找我。你就是宋吉星吧？我找你，我身边这位姐姐要找顾灿，你能帮忙吗？你认识我？我当然不认识你，但我认识如今在礼部任职的宋大人。哼，他呀，那好吧，要我帮你找鼻涕虫顾灿，可以。好处是什么？这玉佩归你了。这玉佩成色看起来倒不似凡品，哼，还算会有成。志归，你去吧，带那姐姐去顾灿家。大家伙记住一句话：天宇虽宽，不润无根之草。小仙，你身后。不是，我可不是什么吃不得苦的娇柔千金，但云霞山以无瑕无垢著称于世，向来见不得不洁之物。若不是为了宗门兴衰，我蔡金简一辈子都不会走进这么一个藏污纳垢的小巷，还踩到如此恶心之物。如今这个穷酸小子居然敢如此侮辱我，简直就是找死！蔡金简，住手！小家伙，我知道你刚才提醒我的时候故意放慢了速度。蔡金简，三思而后行，在此杀人，当心被逐出小镇。到时不仅是整座云霞山会沦为天大的笑柄，也会连累老龙城的生命。如果你接下来还是这么冲动，我觉得我们之间的盟约便可以作废了。我可不想被你害得竹篮打水一场空。若你实在静不下心来，还是多念念你云霞山的静心咒吧。哇，姐姐，你的睫毛很长啊！这个粗鄙至极的凡人蝼蚁，竟然敢三番两次的调戏于我！看来眼前这个小子便是我的心魔了。只要斩去心魔，我便能度过此劫，修行更进一步。蔡金简，你是不是失心疯了？先前你弹那孩子额头，已经使他往后会常年疾病缠身，如此惩戒一次就够了，为何还要打碎他的心口长生桥？难道你真想为了这么一个贱种，连大道机缘也不管不顾了吗？福大公子切莫惊慌，这正是我的大道机缘呢。没想到还未正式出手，便能先捞到一份顿悟。我对那个叫顾灿的少年可是更有信心了。顿悟？真的？这大概就叫做走狗屎运了吧。你是不是对我做了什么？我没有做什么，只是最多再过半年你就要死了。宋吉心，你知不知道这世上有一种人与你们大不相同？哼，你是不是想说有一种人，他们可以生死人肉白骨，长生久世，道法无边啊？看来你是知道这小镇隐秘的。既如此，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了。我们来这小镇就是买机缘的，不管你有什么，只要你肯开价，我砸锅卖铁也要买下来。刚才那女子视陈平安如蝼蚁，你对我为何如此客气？你我是同道中人，和那少年自然不同。大道之上，越是前行，身份贵贱、男女之别、年龄大小，皆是虚妄，毫无意义。哼，你这人挺上道，和你说话不吃力，就是做事也太拖泥带水。修行中人有恩怨，不该是斩草除根，永绝后患吗？你跟隔壁那个少年有仇，想借我的刀置他于死地？你在说什么啊？我跟隔壁那个没了父母的小子，可是连架都没吵过。正说那陈平安无依无靠，如果死了，也不会有人来追究此事。你怎么会这么想？我跟他无怨无仇，况且刚才他要不是为了隐瞒我的住址，也不会惹来这场祸事。我又怎么会害他？那你刚刚压低声音说什么？斩草除根？哎呀，你听错了，你不是要买东西吗？走吧走吧，进屋再说。姓福的滚你大！当小爷是好糊弄的3岁稚童。你们进入小镇之前会有3袋铜钱，除去一袋子买路钱之后，每得手一份宝贝，无论大小，照理要送出1袋。1袋子铜钱多则30枚，少则20枚。可你这干瘪瘪的钱袋子里头有没有12枚？做买卖连这点诚信都不讲，也敢从小爷手里换机缘？既然没谈拢，那我就再开一次价，24枚金金供养钱。你这把山魈虎卖不卖？不卖，真不卖。不卖，真是头狼崽子。算了，最后关头不以节外生枝。我一想到将来也能像你这样弹指杀人，就无比的开心。
宋老弟不愧是同道中人，难怪让我如此惺惺相惜呀。废话少说，湖南话，我有2个条件，只要你答应，我除了卖给你一把山魈壶，还可以再拿出一件不输给他的老物件。说说看。第一，我要你给我3袋子金晶钱币，而不是2袋。可以。第2个条件，替我杀一个人。这不行，我们这些外来者不能在此处随意杀人，否则就要被立即逐出小镇，甚至有可能被削去一部分根骨，更连累家族失去此地一切机缘。你先别急着拒绝，可以静观其变，如何？那倒是可以考虑考虑。不过我很好奇，你想杀谁？总不会是隔壁那陈平安吧？哼，谁知道？这个问题我也在想呢。那我就拭目以待了。先生，你为何要让我外出求学？又为何不跟我一起走？个人有个人的缘法，此间事了，或许我们还有再见的机缘。先生，学生知道你不是俗人，这座小镇也不是寻常地方。哦，说说看。这座牌坊加上杏花巷的铁索井，还有传言桥底悬挂有2柄铁剑的廊桥、老槐树，桃叶巷的桃树，以及我赵家所在的福禄街每年张贴的谷雨帖、重阳帖等等，都很奇怪。就比如刚才那槐叶，为何会自动飞入我怀中？天底下又哪有树叶离开枝头的时候如此苍翠欲滴、新鲜娇嫩呢？行了，多说无益，天机不可泄露，你以后需谨言慎行，切记祸从口出，知道吗？可是先生，你今天为什么又要跟我说这么多呢？我本以为还能苟延残喘几十年，突然发现有些幕后人连这点时日也不愿意等了，所以这次我没办法带你离开小镇，需要你自己走出去。有些无伤大雅的真相也该透露一些给你，你呢，只当是听个故事就行，明白吗？学生其实不太明白，可既然是先生所说，学生一定会牢记在心。孺子可教。小镇即将有大事发生，能走一个便是一个吧。谨遵先生教诲。有脚步声，先生，有人来了。赵瑶，你该回学塾搬东西回家了。先生，我走吧，非礼勿视。那女子的手可已经握上刀柄了。是，先生。以后见到她，你一定要绕道而行啊？为什么？她锋锐无匹，注定是一把无鞘剑。可是，当然了，如果只是偷偷喜欢谁，道祖佛陀也拦不。咱们儒家的至圣先师也没说过要非礼勿私。可是他很香啊！哎呦，你先生，我是不是说错话了？赵瑶，转过身去。我这个弟子确实冒犯了姑娘，可是罪不至死吧？你怎么觉得那是你的事情，我不管。我怎么做是我的事情，当然你可以管管看。障眼法并非障眼法，此方天地类似佛家所谓的小千世界，在坐镇之人面前，便是10位陆地神仙联手破阵，也不过是蚍蜉撼大树，何况是你。是谁教你的刀法和剑术？竟然沦落到被人空手夺白刃的地步，气不如人。道心不稳，姑娘，你暂时最好别跟我比较，有可能会妨碍你的武道心境。武道登顶，循序渐进，至关重要。受教。不错，并非是一味气焰跋扈的骄横女子，这就很好。刀先还你，这剑是。可惜这把剑只能承载2个字的分量，否则以你的资质根骨，应该全部拿走这4个字。我不要。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听说这里每隔60年就会换上一位3教中的圣人，来此主持一座大阵的运转，已经好几千年了。时不时有人从这里出去后，要么身怀异宝，要么修为突飞猛进，所以我就想来看看。看到你的时候，我就确定你就是那位主持大阵的圣人，不然当时我出手就不会那么直截了当。那你知不知道你刚才到底放弃了什么？那又如何？这不是我追求的剑道。真是好倔强的性子，姑娘，最好收起那把剑，
接下来小镇会很不太平，多一样东西防身，终归是好事情。此剑已认主有了灵性，你不要它，它却已经跟定你了。吴爷爷，想不到这趟小镇之行竟如此顺利，除了那尾金色鲤鱼，竟然让我再找到了这方玉玺。殿下，来人了，不可掉以轻心。殿下，此人也是外来者，突然出现在此地，可能会对殿下造成威胁。虽然我早就听闻修行路上三教九流鱼龙混杂，但我和他不过是一场萍水相逢，他这就要见财起意，杀人夺宝？哼！要是修行之人都是如此的话，那岂不是早就天下大乱了？若刚才我出手，你就已经是个死人了。得罪！回来！为何这女子竟能在此地随意驾驭飞剑？难道她的修为如此深不可测？看来是错怪姑娘了，该赔个不是。只是报上真名以后，怕是会有麻烦。哎，干脆用我那待在皇宫不出门的弟弟的名字。我叫高枕，是大隋益阳郡人士。吴爷爷若有得罪之处，我愿意向姑娘道歉和补偿。刚才你一言不合就要杀人，这若是在外面，面对一个像你这样的武道大宗师，我绝非对手。但是此刻，我只要假借飞剑，你必死。哼，你这丫头如此狂傲！吴爷爷，住口！这位姑娘，这件事是我们不对。如果您一定要追究，我愿意拿出这方玉玺作为弥补。这玉玺是我刚在小镇得到的宝物，只求姑娘不要追究先前吴爷爷的无心冒犯，他只是出于忠义，并无害人之心。殿下不可！老奴何等身份，此方玉玺却是殿下机缘所在，是世间罕有的纯粹宝物，甚至能够承载民间香火，不能给他。殿下，这是要活活逼死老奴啊！吴爷爷，我的话是不管用了吗？天之一隅的井底之蛙，倒是人人都喜欢敝帚自珍。将那方玉玺收回去吧。我一直都很喜欢一句话，叫君子不投人所好。起来吧，吴爷爷，这趟小镇之行我承蒙祖宗庇护，圆满完成，我们就不要横生枝节了，速速离开此地。是，殿下，老奴知晓事情的轻重缓急。不过如此。御马监掌印太监吴越无雕嗣，你为何不可听从我的暗示，非要如此偏执行事？你可知忤逆主上，这是死罪。殿下，死罪活罪需要陛下亲自定夺。在咱家看来，人心不可测，殿下的安危是山岳之中，需摆在最首要的位置。咱家大隋用内库一半的积蓄才换来这个名额，绝不能有半点风险。只有他死了，咱家才……闭嘴！你这个老阉人，我不想听你的胡说八道。我只确定你毁了我的精心拉拢，就是个瞎子也知道那个能驾驭飞剑的少女是何等天赋异禀。这样的角色，莫说是大隋或是大黎，便是整个东宝平州，她也是凤毛麟角的存在。我只需要培养她10年，最多20年，她就能够成为我身后影子里最厉害的刺客。结果呢，全被你毁了。老子我要不大家你看不到我看不到我看不到我。你晕呐！哎呦，苍天呐！这么大的一个因果砸向我，贫道修行成前，挑不起这重担呀！哎，罢了罢了，人非草木，岂能没有恻隐之心？贫道岂是那种见死不救之人？哎，这把飞剑，你去老槐树那边戳一枚槐叶过来，贫道先替他吊住这一口元气。你家主人有些特殊，贫道不想为了救人耽误了他的修行前程，又是一桩新因果呀！你这笨贱还犹豫什么呀？早去一分，你家主人就能从鬼门关早走回来一步，去晚了，咱这一起也完蛋。让贫道来算算，将你送到小镇哪户人家，你既能活下来，对方也不至于家破人亡。只是这小镇600户人家，世世代代竟然此方秘境的气息，找个有气数萦绕的家伙轻而易举，可是找个穷光蛋，你整天喊他呀？还真有这么个可怜虫啊！陈平安在家吗？道长，那个真偏需要你帮忙救个人。这姑娘是怎么受的伤？也许是摔的，也许是撞的。问那么多干嘛？先救人呢？
怎么救啊？你将这位姑娘先抱到屋里床上啊！我，然后呢？然后当然是先帮姑娘换身洁净的衣裳了。我给她换衣服啊？你给她换衣服？不，她是女的呀，我是男的。不是那个隔壁家志辉是女的，要不叫她？不可以，这件事绝不能让其他人插手，否则，说了你，反正又是一场因果，还不快去？哦，哎呀，真的要帮她换衣服吗？不知道闭着眼睛能不能换。行了，陈斌，想什么呢？擦干净脸就可以了。福禄街那边有家小药铺，拿这个方子抓药去吧。道长，你刚才不是说捉弄你，快去抓药吧。道长，抓药的钱你有吗？难道你没有？我可是个穷光蛋。对了，我有这个。这个铜钱是昨日一个买了我看上的金鲤鱼的少年给我的，看着像是金子。道长，我拿这个给你换普通铜钱可以吗？这是金啊，用来买药应当够了。我车上还有一些钱，待会儿我全部换给你们。去抓药前，希望道长能答应我件事儿。如果答应，接下来道长不管要我做什么我都没问题。如果道长不答应，那这趟抓了药方，再帮道长接完了药，我就要赶人了。什么条件？你说说看。我爹娘去世的早，当时我很小不知道为什么，我小的时候很多事情我都记得，就是我爹娘的脸就总是模模糊糊的，记不真切。所以如果我哪天突然死了，就是能不能麻烦道长帮我下辈子投胎，还做我爹娘的孩子？如若真的死了，还能有机会与父母重逢？道长，那你有没有想过，哪怕你能够在浩浩渺渺的英明之间侥幸与你爹娘相逢，当他们看到你的时候是什么心情？难道真的会很高兴的问你，儿子你也来了？他们还能够爱情去投胎吗？你真以为世间有几人有那鸿福齐天的气数，能够生生世世做子女或是夫妻？贫道明明白白告诉你，休想！便是那些一眼可让山河变色的上宗掌教，也无此通天本事。更何况是你陈平安，一个朝不保夕、3顿饱饭都没有的穷光蛋。我真的想错了吗？贫道与你说3件事，你一一记清楚。第一件事是等宁姑娘身体好些，带着她去小镇外南边、西边找一对姓阮的妇女，切记是带着她一起去，否则你自己去100趟都没用。去了之后，哪怕死皮赖脸撒泼打滚，你也要争取做他们的帮工学徒。如此一来，宁姑娘也算是还清了你的人情，你也别觉得自己是占人家便宜。第二件事情是5月初5之后，你要经常去廊桥底下的小溪，捡石头也好，抓鱼摸虾也罢，随你。总之，经常去。心烦意乱的时候去，心生感应的时候更要去。至于收获如何，以你的那点机缘，天晓得。但好歹是勤能补拙了。若是这样还一无所获，你小子也就认命吧。好了。不是说好3件事吗？早就跟你说了，自己想去。按照贫道推算的命数来看，你爹娘早逝并非你的过错。既然不能死，那就想办法活下去吧。姑娘，事先说好，人是贫道救下的，但背你进屋子，帮你摘去追帽，再给你洗脸，可都是另有其人。他叫陈平安，是这栋破败宅子的主人，父母双亡，当过烧瓷的窑匠。姑娘，你如果还有什么想问的，贫道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感谢道长救命之恩。无妨，举手之劳，姑娘无恙就好。道长不是东宝平州人士，姑娘也不是，对吧？贫道姓陆名尘，并无道号，平时称呼陆道人即可。那少年虽然有些事情不合礼节，但是事急从权，加上贫道也不曾想到姑娘痊愈如此之快，故而有所冒犯的地方，希望姑娘不要怪罪。陆道长，我不是蛮不讲理的。这就好，这就好。你好，我爹姓宁，我娘姓姚，所以我叫宁瑶。你好，我爹姓陈，我娘也姓陈，所以我叫陈平安。哎呀，陈平安，药方既已抓回来了，贫道这就再给你写一份煎药的方子。这是个细致活，可千万马虎不得，切不可推脱责任，白白叫人家姑娘小看了去。道长难道之后就不管事情了？不是，这种生死大事，道长是不是亲自盯着比较稳妥一些啊？贫道这就要离开小镇了，南建国境内有贫道这一脉的宗门，有个典礼要召开，贫道想去亲眼看看。道长，可是我不识字。没关系，宁姑娘认得字，煎药之前也多问她相关事宜便是。对了，这药方你说好，小镇上书籍多是私人家藏，你购买不易。如果真想学字可以从贫道这副药方学起。一夜浮萍归大海，人生何处不相逢啊！宁姑娘，那咱们
后会有期。陆道长后会有期，大恩不言谢。宁姑娘，我能不能问你一点事情？可以，但涉及到机密或者隐私的话，我不会回答。像你们这样的外乡人来到小镇上，一般会待多久才离开？这不一定，有些人运气好，可能当天就能找到他想要的东西，然后离开小镇；有些人如果运气差，可能一辈子就交代在这里。比如我这批进小镇的8个人里面，那对母子和那对看起来像是爷孙的4个人，就属于大宗门出来的，人傻钱多，他们一看就不像是来去匆匆的，怎么着也要在小镇上待个几天。那个高个子、岁数不大的女人，她大概什么时候走？怎么，你喜欢她？不是，那个女人叫蔡金简，是云霞山弟子。唉，其实我听到你和陆道长的聊天了，知道你和他有些恩怨，所以你这是想报仇。我劝你一句，就算我们这些镇外来的人在小镇上暂时被压住了修为，但也不是你能招惹的。不说那个蔡金简，就是我们之前说的那对母子里面的小孩子，他一拳打在你胸口上，也能让你呕出一大碗血来。我只是想知道，我们明明才第一次见面，他为什么要杀我？他未必是那种滥杀无辜的人，但怎么说呢？就像外出行走的时候，不小心踩死了一只蚂蚁，误杀了什么鸟雀蛇鼠，你也不会太在意的，对吧？在这些修行道法人的眼中啊，普通百姓差不多就相当于蝼蚁了。我不太擅长讲这些道理，但你懂我的意思吧？大致懂了，只是有些无法接受，为什么那些人可以如此轻贱别人的性命？算了，不想这些了。宁姑娘，你要是不嫌弃，就住在我这里好了，需要什么尽管说。那你住哪里？我认识一个人，这2天就去他那里住，你不用担心。他叫刘宪阳，是我最好的朋友。好，谢谢你。对了，宁姑娘，最后再拜托你一个事儿吧。如果有一天我回不来了，你就把这袋子金色的铜钱呢交给刘宪阳，让他以后帮我照看这栋宅子，也不用打扫，就偶尔修补一下就行了。如果能够在大年30的时候贴上门神和春联就更好了。但要是觉得这件事太麻烦，不做也没关系。那什么，家里面煎药的陶罐好像碎了，我去镇上再买一只。宁姑娘，你好好休息啊，别忘了我刚才的话。陈明阳，等等，我知道你要去做什么，但是我有些事情要跟你说。什么事啊？第一，我之前跟你说过，我们这些外人来到小镇之后，虽然体魄强健胜过常人，但除此之外跟你们没有什么两样。第二，我们不可以在小镇内杀人，一旦违反，无论什么原因都会被驱逐出去，这个代价很大，大到超出你的想象。第三，我们这些外来人若是到了危机时刻，哪怕拼着2手空空，什么机缘都得不到，也一定会出手反击。毕竟有命活下去才是最根本的事情。宁姑娘的意思是不是说出手一定要快，快到让那个人无法豁出去反击？对，出手要很快，更快，甚至是最快。比如我的目标就是要做到，无论是拔刀还是出剑，都是全天下最快的那个人。多谢姑娘指点。行了，我不管你要去做什么，但最好把药罐子买回来，我还等着喝药呢。好。前辈可是在书简湖潜修的截江真君？哦，你认得老夫？晚辈云霞山蔡金简，10年前曾随着家父去过书简湖，观看老袁驼背出水的奇景，有幸远远目睹过前辈的风采，至今难忘。哦，是吗？真君，晚辈是想……看在你们宗门松霞老祖的份上，老夫不计较你不请自来，下不为例啊！出去吧，记得关门。是，晚辈先行告退。小蔡，记住不许捣乱，知道了吗？知道了。为了杀死陈平安，刚刚我在倪萍巷中动了3次手脚，每一次都可谓是神来之笔。第一次是让那个女子踩中狗屎，成为整个事件的导火索；第二次则是让陈平安说话的速度变慢，使他原本是善意的提醒，听起来像是狡黠报复。至于第3次，则是让那个女子开悟，以为杀了陈平安也是一种机缘，所以就算他此时为权力动手，那陈平安活不了几日了。顾灿啊顾灿，为了收你这个徒弟，我可是折损了数十年的道行，才得到如今这个局面。你和那条蛟龙可不要让我失望。怎么了，蔡仙子？可是收徒一事不顺利？顾灿已经被一位高人捷足先登，收为弟子了。那位截江真君刘志茂是书简湖的地头蛇之一，我们刚一见他便搬出我云霞山的掌门师祖来压制我，话都没说几句就被他给赶出来。截江真君，我怎么对这个人没什么印象？即便我老龙城位于东宝平州极南之地，消息是不太灵通，可是真君之位何其轩赫，我再孤陋寡闻也该有所了解。什么真君，不过是一个旁门左道吧。
真正的真君名号可是要义国君主亲自说封，而他那个截江真君不过是好事之人的阿谀奉承吧。原来如此。对了，你要说服的那个宋吉星如何？那个少年啊，野心勃勃，天生聪颖，靠山不小，就是格局啊不够大。不过嘛，他与我倒算是一路人。唉，福兄是春风得意了，唯有我两手空空，不仅要送给你10块云根石，顾灿的事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也不知回去如何跟祖师爷们交代。蔡金简这次是死定了，除非有修为通天的陆地神仙愿意拿大半的修为来换取他的性命，死了也好，也是不脏了我的手。唉，来的可真是时候啊！不过居然是这个小子，竟然能杀得了蔡金简。小兄弟，你为什么要杀他？这个姐姐跟你无冤无仇，之前在泥平巷里不过也是给你开个玩笑吧？你这边要杀人，你可知杀人是要偿命的？这小镇上空的眼睛太多，我可不能惹来那位圣人和云霞山那帮家伙的厌恶，还是要装个样子为蔡金简讨个公道。小子，我虽然来不及救下蔡仙子，也没法在小镇里杀了你，为蔡仙子报仇。可我既然亲眼看到了你行凶，就不得不教训教训你，否则我老龙城还有何颜面在这东宝平州上立足？只是教训吗？虚伪！别小看我的眼力。之前在泥平巷的时候，你看他的眼神充满杀意，跟现在看我的眼神一模一样。你分明是想置我于死地。有点意思，真是有点意思。我很好奇，你一个在这小镇中长大的孩子，不好，是陷阱！不可能，一个山下的蝼蚁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力道？你们这样的人当然不会明白，我这样的人以前都过的是什么日子。小子，你杀了我就是死路一条，可你就算不杀，也还是难逃一死。总归你是死定了。知道的，我其实不想杀你，我跟你无怨无仇，只是你想害我才还手的。小，你也配和我讲道？我不杀你。到现在你还在说谎。可以了，这叫做止境。这个小镇的光阴被我运转大阵给暂停了。来，咱们一起走走，记住跟紧我的脚步，尽量不要走出10步之外。当年真龙陨落于此，4位圣人亲自露面，订立契约，规定每60年换一人坐镇此地，帮忙看顾那条真龙死去后留下的残余气运。儒释道3教中人，加上一个兵家，4方为主，而其余东宝平州的诸子百家、洞天福地、仙家门第、豪伐大族等等，则都有一定的份额和机会来分这里的好处。久而久之，100年内有无买词的名额，几乎成了界定一个宗门世家是否一流地位的标志。先生说这些我听不懂，但都记下了。我也不奢望你当下能听明白，只不过是些铺垫，否则我若只是简单劝你别杀福南华，你肯定听不进去。之所以要你别杀人，不是我齐敬春兔死狐悲，更不是希望福南华和老龙城因此感恩，以后要许我好处。事实上正好相反，我儒家门生弟子推崇入世，对于修行中人的肆无忌惮最是抵触。若我今日是刚去山崖书院拜师求学的岁数，无论是截江真君刘志茂，还是老龙城少城主福南华，现在哪里还有活命的机会？早给我一掌打得灰飞烟灭了。截江真君这人是谁啊？是顾灿家的那位说书先生吗？没错，他本名刘志茂，道号截江真君，其实是个旁门左道，虽然修为尚可，但品行实在低劣。蔡金简、福南华2人与你的恩怨，大半都是他在背后兴风作浪。更为歹毒的是，他最后还在你心头种下了一道歪门邪路的符箓，上书一心求死的4字真言，想让你失去活下去的意志。原来如此，还真是多亏陆闪道领一番开解了。至于那截江真君刘志茂，这笔账我记下了。怎么，你就不好奇我既然知晓此事，为什么一直不出手帮你？先生自有先生的道理，我并不好奇。唉，我不是不想做，
而是不能做呀。此方小镇如同风吹日晒了3000年的老旧瓷器，易碎得很。你们终究是外人，又有大阵保护，只要行为不太过分，都不至于让瓷器崩碎。可我作为手捧瓷器的人，不管做什么，都只会让瓷器上的裂痕越来越多。若只是瓷器破碎也就罢了，但这小镇5、6千人的今生来世都尽在我手，我如何能掉以轻心？这是为何？不应该呀！那少年竟然没死，反倒是那云霞山的女弟子莫名其妙的死了。真是个废物，竟然栽在一个市井少年的手里，云霞山辛苦积攒下来的1000年声望就此毁于一旦了。仙长，既然我们家蔡儿已经拜师了，不如就放过陈平安。妇人之仁，真要有一副慈悲心肠，你我初见时就不该起杀心念志，这时候来跟老夫装女菩萨，要脸不要脸呢？乡野村夫，见识短。以后顾粲随我返回书简湖后，你们母子相见的次数绝对不可太过频繁，以免妨碍了他的修行。你可有异议？没有异议，绝对没有异议啊！原先见着夫人还算有些风韵，刚动了出她做贴身奴婢的念，她便表现得如此俗不可耐，活该错过了一份有望步入修行门槛的福气。居然是芷静，没想到那位坐镇此地的圣人竟有这等本事。书简湖青霞岛岛主刘志茂恳请齐先生怜悯晚辈赤诚求道之心，若有冒犯之处，还望先生大人圣人不计小人过，速速离去。先生放心，晚辈这就携带顾氏母子离开小镇。另外，敢问先生，晚辈身上这2袋金金铜钱应该如何处置啊？带走1人1篓，刚好是2份金元。铜钱留在院中即可，30年内不许离开书简湖半步。长者赐不敢辞。齐先生的大恩大德，晚辈敏感五内，没齿难忘。顾氏，你立刻收拾一下，带着顾粲跟我速速离开此地。这么快就要走？可是……哎呀，废什么话，叫你走就走。是。对了，你们家里有没有什么祖上传下来的老物件？他爹死前留下个多宝阁，应该算老物件吧？是吗？在小镇上或许得听齐敬春，只能是顾粲之物。但是到了书简湖可就不好说，那可就得听我。蔡金简和福南华就交由我处置吧。如今你有了这片怀业，就更不要看清生死，好好活下去才是对你爹娘最大的回报。至于之后云霞山、老龙城和截江真君3方势力，我不敢说他们永远不会找你的麻烦，但是10年内肯定不会来寻你的麻烦。运气好的话，你就算一直是个市井平民，也能够30年安然无恙。另外，你也无需对小镇心存忌讳。过不了多久，应该就再也没有那些算计。如果你想要20、30年安稳日子，不妨就在小镇里找个姑娘娶了，成家立业便是。如果你想要去小镇之外，见识一下真正的天地景象，也是好事情。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就是这样的道理。是，多谢先生的教诲。这根簪子就当是离别赠礼好了。其实我与你一样，曾经也是陋巷少年，后来发奋苦读，经历重重磨难坎坷，才进入山崖书院拜师求学的那段时光，是我齐敬春这辈子最开心的岁月。我先生出山之时便给了我这根簪子，算是对我的一种期许和嘱托。只可惜这么多年来，我做的一直不好。此物既然是先生的先生留给您的，那可就太贵重了，我不能收。我在小镇逗留了将近60年，一直有个小心结不得解开，可惜恩师已逝。我原本以为这辈子都得不到答案，可你却无意间帮我解惑，所以我将这根簪子送于情于理都很合适。多谢先生。陈平安，记住，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你都不要对这个世界失去希望。行了，你进屋去吧。先生来这泥平巷，可是又想要找我的麻烦？我们2个继续井水不犯河水的不好吗？原先确实是你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我一个小小的奴婢也就只有绕着你走，不敢反抗。可如今嘛，听说先生那座不知在几千万里以外的法脉道场好像出了点问题，那如今我可不怕你。王珠啊，该叫你智归了。宋吉新起的名字不错。智归，你有没有想过，虽然你是由最后一条真龙的龙珠所化，但你当真以为几千年前的4位圣人，除了联手订立的小镇规矩以外，真的没有留下半点后手来克制你？说到底，你不过是坐井观天罢了。
齐先生，你莫要拿话来唬我。我不是我家少爷宋吉新，对你那套冠冕堂皇的说辞不感兴趣，也从来不信。先生不妨与我打开天窗说亮话，要打就打，是生是死我都接着。我知道你不日就要与宋吉新离开小镇了，我劝你离开之后不要得寸进尺，竭泽而渔，无论对谁都没有好处。尤其是你和宋吉新踏上修行大道之后，不管是否结为道侣，都应当收敛锐气，不可肆意跋扈。这并非是什么威胁，而是离别之际，我的一些肺腑之言，也算是善意的提醒。善意？数千年来，你这些了不得的修行中人一直高高在上，将整个小镇画地为牢，当成了一块庄稼地，拿我的龙气酝养机缘，今年割一茬，明年拔一捆的，年复一年，千年不变。怎么到了现在，居然跟我这个孽障说起了与人为善？我听少爷说过一句话，叫做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类。所以说也怪不得齐先生，毕竟你们是人，而我是……你是什么？60年佛门梵语，60年道家符箓如丝，只取死要拉扯我的身躯。60年儒家的浩然正气遮天蔽日，让我无处可躲。用60年兵家剑气不停践踏洞穿，难道就因为我不是人，你们就要这样对我？60年的三教一家便换一种方式轮流折磨我，整整3000年了，我没过一天安稳日子，难道这就是你们所谓的大道吗？你居然还要劝我向善，这世上居然有善！先生见过吗？在这5世从来都没有见过那种东西。我知道你心底有着无穷无尽的愤怒和怨恨，而我也并非容不得异类。跟你讲10000句教诲道理也没用，你只需记住，只要我齐敬春在世一天，还有资格坐镇这小镇一日，你这忘恩负义的孽障就别想张牙舞爪。我忘恩负义？当年在你逃出锁龙井最虚弱的时候，不得不低头俯首，主动与人缔结契约来续命。是谁在倪萍巷的大雪中救了你？陈平安。而你又是怎么做？你明明与陈平安签订了契约，却又在发现隔壁的宋吉新气运更足之后，转身投靠了他，甚至还在这些年一点一点的让宋吉新蚕食掉了陈平安仅剩的气数。你还敢说自己不是忘恩负义？饿了就要找人去吃，这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再说了，他本来就没什么大的基因，早死早没胎，说不定下辈子还有点暖的希望。你给我住嘴！大道之玄，天理昭昭，一个人的人生命数，岂是你可以一言决断？你又有什么资格替他陈平安做选择？这孽障太够嚣张！给我跪下！你们可以压我的头，但我绝对不认错！大胆孽障，别忘了，这一线生机是圣人们给你，并非你自己争取来的，否则别说镇压你3000年，就是3万年，又有何难？是。让磕3次头，是要你分别礼敬天地、苍生、大道。志贵，最后再送你一句话：天行健，君子必自强不息。先生今日教诲都被记下了，那你便好自为之吧。我呸！什么玩意儿？陈平安，开门！再不滚出来，我就找人砍你，把你家一堆破烂都砸！我知道你在家里忙啥呢？难道是在跟宋吉新的小媳妇儿志归那个啥？好，我出来是吧？那我走了。喂，我可真走了。我这一走，你这辈子就甭想见着我了。我那些宝贝本来想着都留给你。陈平安，你快出来呀！哎，谁打我？我。陈平安，你怎么站我身后？你没在家？管那么多干嘛呀？还不进来？这门口吹冷风啊！
这2袋钱你先拿着。这不是那外乡人拿了买机缘的金晶铜钱吗？难道是？你还记得去年我跟你要的那条小泥鳅不？有外乡人要给你买那条泥鳅，对不对？顾灿，我劝你千万别卖，打死都别卖。你不是还想着以后让你娘过上好日子吗？你一定要留着那个泥鳅，知不知道？我之前就想把泥鳅还给你的，可是娘亲不让，还打了我一耳光。娘亲死前了再都没打过我。还有那个说书老头儿，不知道是神仙还是鬼，怪吓人的很，也是把我带到了白碗里。然后那条泥鳅突然变得很大很大，比我家大水缸还要大。不许再说了，你听我说，泥鳅送给你了就是你的。顾灿，你还想不想以后让你娘过上好日子啊？能每天都吃上肉，让你娘用上胭脂水粉，买那种摸上去滑溜溜的绸缎衣裳。想就别说这些丧气话。你先告诉我，这2袋子钱是不是你偷偷拿出来的？这个我没有偷啊，是我捡的。小，你还骗得了我？把钱给我拿回去！你又打我，我就不拿回去。我明明是为你，你还为其他人。行了，看来顾灿多半就是齐先生口中那种有天赋有机缘的孩子之一了。可那个刘志茂人品实在低劣，顾灿认了此人做师傅，真是好事吗？不过退一步说，此人愿意收顾灿为徒，而不是坑蒙拐骗，是不是可以说明顾灿暂时不会有性命之忧？我应该留下顾灿吗？但是如果我做了错误的选择，会不会害得顾灿和他娘亲被连累，被刘志茂报复？我娘曾经说过，个人有个人的缘法，这个孩子一看就是祸害1000年，以后也不会缺狗屎运的那种人。哇，这位姐姐你长得真俊，长得跟我家二姐一模一样。陈平安他家地方太小了，姐姐去我家坐坐吧。胡说八道，你娘就生了你一个，哪来的二姐？陈平安，你出息了呀，啥时候拐了个婆娘回家？有那洞房吗？可惜我是赶不上了，要不然我一定蹲墙角蹲，替你们神仙打架。哎，你又打我！抱歉啊，宁姑娘，他就这样，你别生气。哼，陈平安，那2袋子铜钱你最好收下，省得以后反目成仇。而且你今天不让他少一些愧疚，也极有可能害得他在以后的修道过程中道心不稳。姐姐说的好有道理，头发长，见识也长，果然比隔壁某个小娘们靠谱。我在家里的水缸下面藏了一样东西，你得了空记得去拿。还有，对不起，我走了。听那老头子说要带我和我娘去一个叫舒锦湖青霞岛的地方，以后你要是混的媳妇儿都娶不起，就来找我。不是我吹牛，隔壁吃亏这种姿色的臭婆娘，我一送就送你17、18个。好，宁姑娘，你进屋歇着吧，我把陶罐买回来了，先帮你煎药。迎春钱、供养钱、压胜钱，挺巧啊，这3种金晶铜钱居然凑齐了。玉簪是齐先生送给我的，宁姑娘，你小心些。知道了。陈平安，你的事情如何了？能不能跟我说说？合适说吗？怎么担心我听了秘密后被谁杀人灭口？哼，爱说不说。那我就给你说说看。那截江真君刘志茂显然是罪魁祸首，不过蔡金简和傅南华也不是什么好鸟。若不是齐先生出来捣浆糊，你以后啊，就算逃到天涯海角，也逃不出这3方势力的围剿。说句难听的，杀你真的很容易。如果不是在小镇上，别说刘志茂，就是那个蔡金简，一根手指头就能将你碾压得魂飞魄散。我知道。你知道个屁啊！你之所以有这场劫难，全是因为那条泥鳅。为什么不将这些事情告诉那个叫顾灿的孩子？因为这样做不对。你呀，你还敢在这大言不惭的对不对的？你知不知道，如果拳头不够硬的话，就没有人会在乎你的对错。我才不管别人听不听呢，道理就是道理，是吧，宁姑娘？是你个大头鬼，看到你这副烂好人的样子就心烦。你的手没事吗？没事，我回来之前去外面找了些草药捣烂，已经给伤口敷上了。好了，说正事儿。如今坐镇此方天地的圣人，也就是你所说的那位学塾齐先生，虽然有心帮你收尾，好让你今后性命无忧，但是你要知道，人力毕竟有限，哪怕是圣人也不例外。更何况那位齐先生的处境不妙，
恐怕以后就管不了你的生死。可我宁瑶不同，滴水之恩我涌泉相报，瞪我一眼我睚眦必报。你呢，救了我一命，所以事后我自会帮你杀掉老龙城的符南华，或是舒简湖的刘之茂。但你要是两个都想杀，永绝后患的话，就得破财消灾了。宁姑娘，供养钱是哪一袋？就这个。那好吧，我留3枚供养钱就行，这其他的3袋子钱都送给你了。什么呀？你小时候脑子被门板夹过？没有啊，不过小时候帮人放牛，倒是经常被牛尾巴甩。你脑子没问题，干嘛要白送我3袋钱？说你是不是喜欢我啊？陈明安，你听好了啊，我宁瑶喜欢的男人一定是全天下最厉害的剑仙，全天下最厉害的大剑仙。什么道祖佛陀，什么儒家至圣，在他一剑面前也要低头让路。哼，你眼光不错。没有，但是我可不会答应。我没有喜欢你，一点点喜欢都没有。没有。哼，你以后就算娶到媳妇儿，都把你是个缺心眼。没关系，只要人好就行。所以宁姑娘也是来咱们小镇求机缘的吗？不是，我耗尽之前积攒下来的家底，再加上一个人情，才换来进小镇的名额。只是想让人帮我铸一把剑，最好能够合我的心意。至于锋利不锋利，能否承载海量剑气，则是其次的事情。铸剑？你们这最近不是来了个名声很大的打铁阮师傅吗？他其实就是来接替齐敬春的下一任兵家圣人，顺便在此地开炉铸剑。我听说他有个铁打不动的规矩，就是每30年只铸1把剑，所以我就想来碰碰运气，看他愿不愿意为我铸剑。实在不行的话，我也没辙，就当自己运气不好。哦，阮师傅我见过，他虽然没有收我做学徒，但是人还是挺好的。宁姑娘，你要相信自己，好人有好报。哪来的好报？那懂个屁！年轻人，我看你印堂血红，如同烈火烹油，是大凶之兆呀！嘿嘿，你这倒是，以前天天在杏花巷那边偷瞄妇人，今天怎么讹上我啦？哦，你的法门就是破财消灾骗钱，对不对？边去，别挡小爷的道。哎，慢，年轻人，我刚给你算了一卦。千万你可记好，指望今年百事昌，谁知命里有祸殃。无灾不可念神仙，欲得安稳当烧香，应当烧香啊！嘿，烧香是吧？看我先把你这车烧了！哎，别！哈哈，以后见你一次打你一次。陈平安，赶紧开门，我有要紧事儿跟你说。刘宪阳，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在阮师傅那边打井吗？陈明，我今天来是给你带来个天大的好消息。什么消息啊？我家阮师傅出了小镇后，在南边的那条溪边突然说要挖口井，原先的人手不够，需要喊人来帮忙。我心想他之前不是没收你做学徒吗？但帮忙还是可以的，于是要推荐你去了。哎，阮师傅说可以，让你这2天自己过去啊。谢谢啊，打住，记在心里就好啊。对了，我这2天能不能去你那边住啊？我家里不方便。有什么不方便的？这位姑娘受伤了，要在我这住几天。姑娘，我家宅子大，物件也齐全。姑娘不嫌弃的话，去我家住如何？嫌弃？哎，姑娘你不晓得，之前有2户人在廊桥那边堵着我的路，哭着喊着求我把祖传宝甲卖给他们，我都没答应。倒霉催，那帮人害我差点被阮师傅骂死。姑娘，你也是来小镇碰运气的外乡人吧？我刘宪阳虽然未必卖给你，但是让姑娘开开眼界也是没什么问题的。不需要，我特地出来是想告诉你，你是个天生的贱胚子。啊，不去就算了，你怎么还骂人呢？我说的是飞剑的剑。瓦斯人之所以在你9岁的时候没有带你出去，估计是想让你在小镇里汲取更多的灵气。现在看来，这个选择对你有利，所以你在阮师傅那边一定要抓住机会，让他正式收你为徒，最少是入室弟子，最好是嫡传门生。至于关门弟子，你就不用奢望了，以你的根骨天资，还没有好到那个夸张的地步。好的。哎，陈明，过来，你救的这个姑娘是不是脑子不太好啊？她说的是实话，你别不当真。我就觉得这事情有点不对劲。廊桥那边来找我买传家宝那2拨人，你猜是谁带的？是福禄街卢正传那龟孙子，就是小时候差点带人打死我那个。这不是黄鼠狼给鸡百年吗？我又没掉了钱洋的钱，凭啥给他们做买卖？何况那宝甲和剑经是我家一代代流传下来的老物件，我要卖了以后在梦里见着我爷爷还不给他骂个半死啊！刘新阳，你有没有把握做那个阮师傅的徒弟？我记得我第1天去的时候，阮师傅跟我说，先当一段时间的学徒帮工，收徒的事情先观察一段时间再说。你力气大又肯干活，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这方面是没什么问题，只是阮师傅有个宝贝女儿特别能吃，当时把我给吓到了，于是就稍稍开了几句玩笑。结果那姑娘打铁时候看着特别生猛，偏偏平时特别腼腆害羞，我当时就把她给惹哭了。又不凑巧，这阮师傅撞了个正着，当时看我的眼神就不对劲了，估计认图这个事情应该没啥希望了。陈平，你别生气呀，我反正也没想过给人当牛做马当徒弟。之前那个怪脾气的姚老头已经够咱们受的了，我是不是想着在铁匠铺那边混口饭吃了？那你经过老槐树那边的时候，身上有没有莫名其妙的多出一些槐叶啊？槐叶没有，倒是碰上了那个经常偷瞄妇人的算命道士。他跟我说一些晦气话，什么印堂血红，什么大凶的，我差点把车给烧了。他说的应该是陆道长。晦气话？难道是陆道长临走之前算到刘宪阳接下来会遇到什么危险？宁姑娘，我能用3袋金晶铜钱拜托你解决刘宪阳这件事吗？另外，请你务必说清楚，这件事对你来说算不算麻烦？麻烦不小，但问题不大。不过这2天别让你朋友满大街的乱窜，毕竟我的伤还未恢复。好。至于钱的问题，2拨人2袋钱，让阮师傅认图一事又是1袋钱。总之，做成几件事我就收几袋钱。放心，我既然答应下来，就能保你朋友的安全。收下吧。你这人可真奇怪啊！天底下多的是往自己兜里塞钱的人，偏偏你喜欢当个散财童子。钱是很重要，但有些东西比钱更重要。陈平安，你疯了吧？你为啥要把钱给他呀？那是整整2袋子铜钱呀！够你花多久了？那是我的钱，你管得着吗？这钱不就是我的钱吗？我要是跟你借钱，你有脸皮催着我要我给你还？宁姑娘，你真的不会因此而受到牵连吗？都跟你说了没问题了，你这人婆婆妈妈的烦不烦啊？还说你不是个烂好人。那就好。哦，对了，正好现在有空，要不先去你家看看那副宝甲吧，至少得知道那2拨人到底为了什么对你起了歹心啊。行，陈平安，你不是要住我那儿吗？一起来吧。好。就是这件。这种奇怪的东西我从小见多了，没什么特别之处。我看看你这屋里，这柜子不错，不值钱，但上面镶嵌的这幅金桂跨月图，这玩意儿我打小就不喜欢。今天正好，姑娘要是中意啊，我就送给你，你自己刮下来便是。我是想说你别轻易卖了，这幅图是用什么材料画出来的？这柜子都是好几百年的物件了，我哪晓，就连我爷爷都说不出个1、2、3。我觉得应该就是小溪滩里捡来的石子吧，那些石子有很多种颜色，不过刘宪阳的长辈当年肯定是只选了金黄色的，先碾碎了再粘在一起，我们把这种石头叫做蛇胆石。石子稀里多不多？挺多的，宁姑娘要是想要，我能一天给你捡一大箩筐来。我们这边没有人待见这个，也就顾灿经常去捡捡。应该是只有顾灿识货，你们这些住在金山银山上的穷光蛋啊！这种石子在外面很值钱吗？这石子的价格高低也要看落在谁手里，若是落在懂行的人手里，就能卖上价钱。总的来说，这些石子是值钱的，而且很值钱，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带出小镇。说起来呀，那些石头是有些奇怪，他们只要被拿出小溪后，一旦经过风吹日晒或者下雨下雪，颜色很快就会变淡，除此之外没啥特别。果然如此，要不我明天去捡一箩筐来试试看，万一有例外呢？不用了，这些石头对我的用处不大。宁姑娘，你不用管陈平安，他呀就是个大财迷，说不定今晚就要去小溪摸石头去了。我先回去了，陈平安，你的簪子和药方我暂时替你保管，不过明天你还是要回倪萍巷来帮我熬药。没问题。对了，跟我差不多时候进入小镇的这波外乡人里最厉害的，应该就是正阳山的老头搬山员，他这趟是来专程护送小女孩，接下来才是打上午的那个大隋宦官，之后是带走顾灿的刘志茂，那个笑里藏刀的清风城妇人也别小觑。所以你们要是遇上正阳山的那个老家伙，尽量别争执，若是真的起了冲突，只管拖延时间，不许跟他动手，一定要拖到我出现为止。在咱们的地盘上，这些个人生地不熟的外地佬，真敢杀人不成？敢！你还记得陆道长，就是那个算命先生是怎么说你的吗？这我哪记清了，都是些晦气话，什么有大祸要烧香之类的，都是些乱七八糟的。当时只当他是胡说八道，坑人骗钱来着。宁姑娘，看能不能知道陆道长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哼，他签文都记不了，我怎么解签啊？真当我是神仙？好了，我走了，你们好自为之吧。
宁姑娘，明天见啊！这是赶着去摸石头了，居然还真有这样的财迷啊！说起来，这些石子儿就像是我早年跟随姚老头翻山越岭，四处尝过的各座山头的土一样，每块土壤都是截然不同的滋味。而且那些泥巴只要离开了原本的土地，很快就会变味儿。这些石头也是一个道理，离开了自己原本的河道就会褪色。飘向流水，只为今晚，残梦回魂去不去。这姑娘不会是饿死鬼投胎吧？不然怎么会大半夜饿得这么可怜兮兮的？我要是走过去了，万一打扰了她吃宵夜的心情，是不是不太好啊？可是照往年的情形来看，那个水坑里的蛇胆石比起小溪其他地方都更大更漂亮，我要是不去碰碰运气也太可惜了。算了，我还是等这位姑娘吃完了宵夜再过去吧。这么久啊，这姑娘也太能吃了吧！她的肚子难道是个无底洞吗？算了算了，再等一下。谁？姑娘，你慢慢吃，不要着急。那个，你不是带了水壶吗？喝点水就好了。我是不是在哪见过？好像之前爹说要收徒弟，他也来过，但是没有被爹看上。糟了，他认不认得我呀？会不会去和爹告状？哎，那个谁，你怎么不继续赶路了呀？啊，我不是路过这里，我要到你那边去，然后下到溪里捡石头。哦，那你过来吧，我给你让位置。这不，居然有这么大条的石板鱼！若是今夜能够抓个10来条鱼，明天炖锅鱼汤给宁姑娘补补身体也不错。厉害厉害！姑娘过奖。姑娘，你是想要这些鱼？那这3条就都给你好了，之后我再抓。啊，好呀好呀，你还要抓鱼吗？我还要抓，但抱歉啊，姑娘，接下来的鱼我要送给我朋友熬汤补身体，不能送给你了。那我能用这些糕点来换鱼吗？不行，糕点虽然能填饱肚子，但是不如鱼汤养人。好吧。这少女是真能吃，我记得刘仙阳曾经说过，阮师傅的闺女也有这种饭量，不会就是她吧？算了，是谁都无所谓，时辰已经不早了，我还是抓完鱼早些回去。这个傻闺女，说了不让她吃东西，她还当真了。若是饿，铺子哪儿不能吃，偏偏跑到这黑灯瞎火的地方，多危险啊！丫头，太晚了，跟爹回去吧。等等再回。爹，我有件事想问你，你之前为啥不收陈平安当学徒啊？我看他捉鱼一抓一个准儿，比你那些徒弟厉害多了。那玩意儿啊，后天的性情挺好，但是根骨太差了。就算爹收下他，他也只会被师兄弟们迅速拉开距离，不管怎么努力都赶不上，这又是何必呢？可是他人很好啊。人好，人好有什么用啊？秀秀啊，你大概不知道，这玩意儿的本命词很早就被人打碎了，变成了孤魂野鬼一般的货色，根本不受祖荫的庇护，却又会吸引无数机缘散落在周身。这也是宋吉新要和他做邻居的原因，要不然以宋吉新的身份会不住在福禄街。爹的意思是，他有点像是鱼饵，吸引着机缘来到身边，可自己却得不到。差不多。爹呢，去廊桥见个人，你想在这吃糕点就吃嘛。吃慢点啊，没人跟你抢。爹现在啊，去见齐先生，他跟我说要商量商量什么事情，应该不打紧。那爹你早点回来。陈平安，你这没出息的贱泥胚，害死了自己爹娘，居然还有脸活在这世上啊！你天天和这个小浪蹄子搅在一起，是知道自己没本事娶媳妇儿，所以舔着个脸去勾搭别人家剩下的婢女吗？倒还真是一对天造地设的狗男女，你不如去求求他宋大少爷，让你们在一起好了。反正倪萍巷就是住垃圾贱种的地儿，以后生出来的孩子，说不定真的能在倪萍巷称王称霸了。你这个贱人，你竟然敢打我！打你又如何？老不死的东西，活该欠收拾！有本事你等着！我说你听好了，以后你再敢骂人，我就把你的舌头拔出来。你骂一个字，我就用针刺你一次。打人了！大家快来看呐！打人了呀！这镇子里还有没有王法了？再喊！哎呦，老天爷爷，我的命好苦呀！生了2个儿子不养我，只能和孙子相依为命，今天还要挨一个小贱婢的大骂！老天爷，你要是长眼就劈个雷下来，砸死这爱窃盗的贱人吧！哎呀！说起来，杏花巷那个脏兮兮的小傻子，就是你的孙子马苦玄吧？我劝你还是将他看好，别一天天的眼珠子粘在我的身上，抠都抠不下来。
你胡说！我胡说？你回家问问你孙子，看看他会跟你说什么疯话，是要娶我回家，还是要把老天一拳打出个窟窿来？年纪这么大了，还是带他去看看大夫吧，免得以后啊没人给你养老。哎，别谢我啊，我骂人和你没关系。我家少爷说他在书上看到过，早晚每逢初春就会有神仙身披金甲在云霄上击鼓，是为了辞旧迎新，震慑万邪。你家少爷确实读书多。我家少爷什么都好，就是懒散了些。再有他喜欢骂老天爷，我觉得这样不好。反正老天爷听不到，骂一骂也无所谓，就当是解气舒坦了。好像有点道理。哦，对了，陈平安，你昨晚是不是没回家，去刘县阳那边啦？家里有客人不方便。哦，哎，齐先生是不是跟你见过面，还说了什么？你为什么这么问啊？随便问问呀。今天我出门打水的时候，刚好碰见齐先生清晨散步，还问我你为什么不在家呢？我说我也不知道。之前倒是无意间遇见了齐先生，说的都是些家常话，劝我和刘县阳去学书读书什么，我就只能说家里穷没法子去。这样吗？要不你以为呢？林姑娘在吗？我来给你煎药了。你这家伙居然把门钥匙留给一个外乡人，自己回家还要撬门，真是无药可救。刘县阳，你怎么到我家来了？我今天本来打算去找阮师傅的，但是想时间还早，就先过来关心关心宁姑娘，顺便看看志贵。你只是为了看志贵吧？哎，陈明，刚才帮志贵挑水了是不是？听到声了，他就穿的什么衣服呀？是大红色那条石榴裙，还是浅绿色那条？等我再给部分钱，就能买到那只银粉盒送给他了。都怪宋小气的不行。自己穿的人模狗样，可怜志贵一年到头没几件新衣裳。换成我是他家少爷，保准他要啥买啥。你就做你的春秋大梦吧。不过你怎么不喊他王珠，也要喊志贵了？晓得你也不知道志贵两个字怎么写之后，我就无所谓啦。跟我比有啥用啊？跟宋吉新比呀，志贵又不是我丫鬟。那家伙也不是样样比你好，他这辈子都没叫过谁爹娘，这不就不如你陈平安了？难怪顾菜拿娘嘛，婆婆这些姨娘们嘴巴毒。他宋吉新根本就是上任督造官的私生子，活该住在泥坪巷里过苦日子。刘县阳，虽然我和宋吉新算不上朋友，但你这么说人家也不太好了。我不说了，行了吧？哎，你这个认死理的烂脾气到底跟谁学的？切，赶紧跟你家小媳妇炖汤煎药去吧。有本事你当着宁姑娘的面说啊！我才不说，我又不是傻子。宁姑娘，先喝药吧。刚刚隔壁是不是来客人了？知道他身份吗？听刘县阳说，那人是咱们小镇的现任官窑督造官，人挺和气的，还给他让路。让路？这种人才可怕。宁姑娘，你还是先把药喝了吧，我那边炖着鱼汤呢，待会儿拿给你补补身子。谢了。哦，对了，我突然想起一件事，上回你说齐先生帮你求了一片槐叶，对吗？你现在已经有了祖荫槐叶的无形庇护，不会发生太大的意外，还是尽早离开小镇吧，不然刘县阳这件事可能会波及到你。我会早，但不是现在，我要在亲眼看到阮师傅收刘县阳为徒弟之后，才能安心的离开。另外，宁姑娘你的伤还没好，我也不放心。随便你吧。这傻小子非要趟这浑水，万一出了什么意外，岂不是要让我分心更多的事情？要不然我先给他弄本秘籍，让他入个门，不至于什么都不会，毫无自保能力。可是我家的剑学乃是不传之秘，何况我都没学会，哪敢去教别人？至于那些用来强健体魄、延年益寿的粗浅秘籍，我见都没见过，上哪去找啊？宁姑娘，你可不可以说一些我……对了，打劫？哎呀，不对，不是打劫，是找人借一本秘籍，有借有还。该死的老宦官，上次无缘无故把我打伤，给我等着，看我不把你们大隋的皇宫掀个底儿朝天！您算了，真是有劲。哎，难道真的只能去找姓阮的铸剑师？砍人我还凑合，有我娘的4、5分真传，可是求人我真的不擅长。那个宁姑娘，你好好休息吧，我得出门去送信了。赶紧去，别烦。沈平安，你这个死脑筋！你要是真出事了，我才懒得管你。宋豫章就给你安排了这么个寒酸的地方。罢了，他历来就是个谨小慎微的性格，不像大老爷们儿，倒像是个娘们儿，否则也不会被派遣到这儿来照顾你。离开之前，你必须跟我去廊桥磕个头。至于原因，到时候我心情好，兴许会告诉你。再之后，你就跟我回家，坐你该坐的位置，
尽你该尽的本分，就这么简单，听明白了没？宋大人的言辞并不晦涩，我当然听明白了。只不过我凭什么要跟着你走？宋继谢，你说凭什么？当然凭本王堂堂大理藩王却是个天字号的大头霉秧子，竟然会是你小子的亲叔叔。什么？而你身为大理王朝的皇子，就算再没本事，身份地位也是极其显赫。我来此接你回去，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愧是我老宋家主，这小子得知自己的身份时，不仅不惊讶，而是第一时间观察有无外人偷听。这份谨慎的性子倒是适合帝皇人家。放心吧，这些秘密不是那么容易就被听去的。最好。话说的也差不多了，宋吉新，随我去趟督造官衙署，我领你见个人。我随你去。秦小子，是不是宝溪窑口姚老头的徒弟？姓刘。回大人的话，是我。当时大人去咱们龙窑开窑的时候，师傅让我给大人演示过金烟火气。少年，想不想去外面看看？比如投军入伍、上阵厮杀，我保证你只要熬得过10年，就能当上大官。到时候我亲自给你在京城摆酒庆功，如何？哼，刘宪阳这个臭小子，还真是一出门就走狗屎运呢。谢过督造官大人厚爱，不胜惶恐。只是小的已经答应要做阮师傅铁匠铺的学徒，实在不好反悔，还望大人不要，大人不计。这大人不计小人过，刘宪阳，你平时嘴巴不是挺厉害吗？怎么今天吓得话都说不清楚了？无妨，等你哪天有机会走出小镇，可以去最近的丹阳山口，找到一个叫刘林熙的无人，说是京城宋长敬举荐你来此投军。刘哥，这就走了，以后出息了，莫忘了回家乡来看看老哥，说不得到时候还能代替齐先生给咱们小镇当个教书先生，也很好嘛。程老哥吉言，我有机会一定会回来的。对了，姚哥，这的钱啊，你见好了。郑大哥，这是为何？这么多年，老哥麻烦你写了那么多副春联，心中过意不去啊。如今你要走了，老哥我一时间拿不出手，只能送你这一袋钱，祝你一路顺风。多谢郑大哥，后会有期。后会有期，后会有期，巴士难喽。之前的5文钱，哎呀，去，拿了这6封信和6个铜钱，赶紧走。哦，哎，这些天你是不是看到很多人都走了？是啊，宜平巷顾寡妇那一家，还有福禄巷一些大户人家，要么用脚，要么坐车逃难似的走了。为什么？我悄悄跟你说吧。咱们小镇呢，其实是最后一条真龙的埋骨之地，得天独厚啊，本来就不合大道。当初被圣人们硬生生的改天换地了，享受了整整3000年的大气运。哎，可如今已经到了老天爷秋后算账的时刻，整个小镇即将遭到灭顶之灾。若是留在此处，只怕连来生都没了。所以好些人听到消息，就趁着老天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时候赶紧走了。若是再晚些时日，恐怕就出不去了。这些话要是放到以前，我说不定还真被哄住了。可是如今，看来小镇是真的要变天了。这里这么多人都走了，怕是都知道大难临头了吧？喂，你还在这儿愣着干嘛呢？去，赶紧滚！别跟我在这儿耽误时间了。这还要守门呢啊！你看，又有一波人要来了。嘿嘿，说什么小镇气运到头喽，结果还冒险想来分杯羹的人呢，也不少嘛。还真是镇里的人想往外跑活命，镇外的人呢想往里头钻捡漏哦。哎呀，这个真是神仙打架，凡人遭殃啊。哎，我说陈平安，大半夜的你在外面鬼鬼祟祟的干什么呢？害得我以为是小偷，正想着要不要帮你守房子。抱歉啊，明姑娘，我去顾灿家拿点东西，回来刚好路过这儿。什么东西啊？这不太方便，进去再说吧。行，就是这个，顾灿离开时留给我的，我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我先不看，你自己打开看看，再决定要不要让我知道。好，这是一本书，封面上有2个字，叫什么山？明姑娘，你帮我看看吧，我不认识这个字。这是个汉字，这本书叫做《汉山》。汉山？我怎么没有听过这本书啊？看看，陈平安，你什么意思啊？以为我要偷窥你的破书？
宁姑娘，我不是这个意思啊。虽然顾灿说把这本书送给我，但我以后再遇上他，肯定还是会把书再还给他的。不过我和宁姑娘是朋友，我自然是能够放心让你看的，只是希望宁姑娘看过之后，不要将书中的内容透露出去啊。哼，我才不看，你自己看去吧。可是宁姑娘，我不识字啊，你教教我啊。教你，你就不怕我见财起意，独占了这份价值连城的秘籍吗？价值连城？宁姑娘是如何看出来的？你想啊，那个顾灿摆明了是个承受了大量祖荫的家伙，连天然剑胚刘宪阳也比不上。就算往上数千年，小镇中也没有人可以与他相提并论。这种人小心翼翼珍藏起来的传家宝，能差到哪去啊？哦，就算是秘籍很珍贵，但我也相信宁姑娘不是那种见利忘义的人。算你有点眼力劲儿。坐过来吧，我教你。我还是坐这边吧。怎么，你还怕我占你便宜吗？我明阳一只手能打100个你，有意思啊！若是我与人切磋之后得胜，便可落下一句你才3000个陈平安的实力，也敢与我一战，感觉不错啊。再或者遇见一条洪荒猛兽，大则恶蛟，我可以告诉自己说，这条孽畜相当于3万个陈平安，快跑！听起来好像也不错啊。宁姑娘，有这么好笑吗？没事，先看看这本书。这是一部拳谱，拳法名为汉山，你可以称它为汉山谱。然后呢？没有然后啊，你好好收着就行，别遭贼了。哦，宁姑娘，你可以念一下这些字吗？怎么样？是不是觉得自己得了这本秘籍要发大财了？其实我方才看到你的眼神，就知道这本拳谱不会太好。不过没关系，对于我来说，它已经足够好了。我确实见过很多东西，但我现在只能分得出东西的好坏。至于好东西有多好，坏东西有多坏，就很难说了。这个字念啥？滚啊！我哪说错话了吗？我不是叫你滚，是这个字它就叫滚。此拳物自大离关羽，拳是滚走的滚字。哦，这样啊，听上去这一世的拳法很威猛啊！哎呀，扯那么远干什么？你也学不学啊？学的。宁姑娘，你继续说。既然说到天下了，我便跟你再多说2句吧。咱们这个世界呀，有4座天下，儒家把持着浩然天下，佛家坐镇莲花天下，道家大多是清明天下，而蛮荒天下则被亿万妖族所占领着。不过不管是哪座天下，修行的手段只有2种，一为练气，二为练武。现在与你说练气并无意义，因为你注定无法踏入此道，所以我只能跟你说说武学。武学共分为9层境界，每3层境界为一个阶段，分别叫做练体3境、练气3境和练神3境。这些阶段呢，就跟台阶一样，必须一步一步向上，走得越坚实越好。至于快慢与否，反而没那么重要。炼体有3层境界，第1层为泥胚境，是比较粗浅的境界。不过一旦修行至圆满，身体就有如一尊泥菩萨，虽然是泥塑，但也有了不俗的气象，气沉丹田，不动如山，算是在武道一途真正的入门。至于第2层境界，叫做木胎境，寓意着你的体魄由粗变细，肌肤纹理精密有序，就像是你从溪里摸出来的蛇胆石一样。虽然外表看上去和一般的鹅卵石一样，但内里已经截然不同。另外，习武之人的根骨好坏会在这个境界当中高下立判。炼体的最后1层境界名为水银境，意味着你的血液会浓稠如水银，重量却更加轻盈，气血凝聚合一。原来武学之道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啊！今天说到这差不多了。炼体的3个境界差不多挡下了80%入门武人。要知道，穷学文，富学武，就是这个道理。以你的家底和悟性，我估摸着你这辈子能够达到第2层境界，就该烧高香。那这本拳谱该怎么练啊？哎呀，明天再说，我有点困了。哦，好，那我明日再来找宁姑娘。如果你放心的话，就把拳谱留下来，我再看看有没有什么纰漏，会不会是陷阱之类的。好的，但是宁姑娘还是要小心些。这本汉山谱，我得以后原本的还给顾灿。知道了，你要我说几遍才放心。那我走了，宁姑娘别忘了锁门。哎，知道了，你怎么比我爹话还多？行，你过来吧，我们接着昨天的讲。就等着宁姑娘你开口了。就目前而言，你如果真的想学习这本拳谱，就必须先做好3件事情。哪3件？站桩、走桩和睡桩。前2个我都还能理解，可最后这个睡桩是什么意思啊？所谓睡桩，讲究的是窍穴积淀和气息流转。
哎呀，很难用言语描述，你就先不说他了。反正前2件事都不必考虑天赋根骨，你只要老老实实的按照拳谱上画出来的姿势练习，长久的坚持下去，终归是有用的。哪怕你无法在武道上成为排得上名号的人，也能够强健体魄，延年益寿了。好，那既然要练习走桩的话，我可以在溪水里练吗？当然可以，不过要讲究一个循序渐进。刚开始呢，你先从水深没过膝盖的地方练起，然后水深及腰，最后到脖子。最后不应该是整个人都在水里吗？怎么，你是想在水底练习闭气，然后练出一只千年王八万年龟啊？我开个玩笑。来院子里，我给你演示一下走桩，看仔细了，别傻站着，把那个桌子给我挪开一些。好，看明白了吗？没有。那我再走一遍。现在明白了吗？好像懂了一点。你来试试看。你晃什么晃？喝醉了吗？下盘给我稳住，再来。力量不够，再来。世上怎么会有陈平安这样练武如此没有悟性、天资如此糟糕、怎么教都教不会的笨蛋？唉，不行，我要忍住，不能太打击他。那个陈平安，读书百遍，其义自现，习武也是一样的道理。练拳几万下出不来味道，那就练几十万、100万下。行了，你去捡你的石头吧。笨鸟先飞，别太灰心丧气的，慢慢来啊！用我教你的招式，在小溪里一遍遍的练习这个走桩。宁姑娘，你放心吧，我一定好好练啊！你记得把药喝了。我先出去一趟，把刘信阳的箩筐还给他。去吧。唉，不会真的傻傻的把这个走桩练100万下吧？我是不是给他挖了一个天大的坑啊？刘信阳，有人找啊！这大中午的，谁来找我？我不认识啊，是个女的，长得可漂亮了，比福禄街上那些夫人还好看呢。哎呀，刘信阳，你艳福不浅呐！是吗？看我这只丑丑的啾啾有多美！都是来自清风城的问题。哎，不是，我都躲到这儿来了，他为什么还是不肯放过我？夫人，我说过，若是你们的价格合适，我自然会将我家的传家宝卖给你们。我就是为了此事而来。这袋子金金铜钱一共25枚，这种铜钱有价无市，可保你下半辈子享尽荣华。这东西我见过啊，也不是什么多稀罕的物件，好像你们这些小镇外的人都会带2袋。你若是2袋都给我，再加上点别的好处，我或许会考虑。刘宪阳，你莫要狮子大开口。是吗？那这生意就说不通了。夫人还是请回吧，保甲不卖。等等，刘宪阳，你怕是还不清楚这其中的利害关系，不如我跟你说说，你再做决定如何？啊，什么利害关系？我清风城此次倾尽了全城上下之力，方才得到进入小镇的机会，就是为了你的保甲。想必那正阳山也差，你若是再这样执意下去，恐怕会有性命之忧。那又如何？你们敢在这儿跟我动手？我知道你现在得了软尸的病，身板硬得很，但莫忘你那个好朋友还在镇上，他叫什么来着？陈平安，对吧？你们要对陈平安做什么？我可是知道的，你们不能在小镇里杀人，否则会被人驱逐出去的。驱逐没有关系，反正这次我是与我儿子一起来的，就算被逐出去一个，还能留下一个。至于那头正阳山的老袁，估计也是这么想。怎么样，刘宪阳？若是你将宝甲卖给我，不仅能保住性命，还能得一袋子金金铜钱，如此划算的吗？真的不再好好考虑一下？算了，和陈平安相比，宝甲卖就卖了，没什么大不了。但爷爷临终的时候告诉，若是真的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宝甲可以卖，但剑金是绝对不能承认在我们刘家的。半个月之后，我将他成为阮师傅的正式徒弟，到时候再拜托他保护陈平安，应该不是什么难事。想这么久，如何了？好，我可以把宝甲卖你，但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说说看。听卢正淳说了，那个正阳山的老人想要我们家什么剑经，说是能承诺给我们一个山门真传弟子的身份，除此之外还会私自借我一件法宝，为期100年。可关键是我家根本没有什么剑经，如何能够卖给他呀？所以如果你想买我家的宝甲，就必须说服正阳山的人，这半个月内不许找我和陈平安的麻烦。没问题。好，宝甲藏在我家，你上门去取，我会让陈平安帮忙拿给你，到时候你将钱给他就行。一言为定。
我是出门没看皇帝吗？怎么又遇上这些难缠的外乡神仙了？真不想和他们再扯上关系了。这位道长有什么事吗？陈平安对吧？我叫贺小良，可惜你有缘浅，做不成道友。这哪跟哪儿啊？我看你这箩筐里捡了不少石头，你也知道这些石头的妙用吗？是之前我去算命的时候，有位道长提醒我，可以经常来小溪捡石头、摸鱼什么的。道长，你也认识我们那位陆晨陆小师叔？陆小师叔？难道你与陆道长来自同一个门派？严格来说，我与陆小师叔并非同宗，只不过他多年前造访过我们宗门，与我的一位师叔平辈论交，待了好些年。我们这些晚辈自然与他相熟，也就习惯了以小师叔称呼他。原来如此，陆道长的救命之恩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这位道姑与他有些渊源，应当不是坏人。对了，他既然认识陆道长，我岂不是可以拜托他一件事啊？那个道长，以后你要是遇见陆道长的话，能帮我把这块蛇胆石带给他吗？来此之前，我刚好遇见了离开的小师叔，他说要去南建国参加一座传统道宗的重要典礼，下次何时见面还真不好说。不过日后我只要见到陆小师叔，就一定会帮你转送给他的。多谢道长。这块蛇胆石也请你收下，就当是我的谢礼了。好。怎么，你也想要吗？我想要一个大的，行不行？可以啊，只要你能搬得动，我就把这块最大的石头送给你。不过从这里到你家可不近，你一个人大概是搬不回去的。那怎么办啊？不如挑一块小的，又方便拿又精致。你看这块藕粉色的小石头多可爱啊！那我就要这块，好看，谢谢哥哥。好，那我们下次一起去抓蟋蟀。但少年确实没什么机缘和福气，自然不当大用。师弟，你我虽然天资甚好，但也不要眼高于底，机缘一事不是那么好看破的。贺师姐说的是，像师姐这样出生时便有祥瑞白鹿来到她身边认主，修行大道以来顺风顺水的人，哪能想到这世间竟有人福薄至此呢？老平，我送你回家吧。好。有人在家吗？我是卢正纯，依照约定前来买保甲的。来了。你就是陈平安对吧？我们是来搬箱子的，刘宪阳应该给你打过招呼了啊，所以这一袋钱你放心收下，25枚金铜钱一个不少。好，箱子就在正堂，我带你们去看。没错，就是这间猴子家。来人，搬走吧。哟，这就是刘宪阳提到的好友陈平安啊！哎呀，年轻真好，可惜呀，也得活着才行。对了，娘亲，你真的答应了那个姓刘的，要帮他拖住正阳山的老袁？自然不会，而且那头老袁呐，现在必然想要除掉刘宪阳，这是为何？这就要从刘宪阳的身世说起了。他的买词人原本是一支鼎力支持卢氏皇朝的势力，财力不俗，甚至能在确定刘宪阳的剑胚资质之后，还能花重金让他再待在小镇中9年，继续吸收这里的机缘。然而嘛，卢氏王朝覆灭后，这支势力瞬时赔了个底儿朝天，血本无归。那没有办法，他们只能将刘宪阳的本命词转手卖给他人，从而获得一丝东山再起的机会。那他们卖给了谁？风雷源。风雷源不是正阳山的死敌吗？正是如此。其实在那支势力落魄之时，正阳山也收到消息想要买刘宪阳的本命词，甚至当面给出了一个天价。但是那股势力始终不肯松口，只说已经转手卖给他人。直到最近，正阳山才知道刘宪阳已经被死对头风雷源接手。所以那老袁若得不到剑金，必然会在这小镇之中对刘宪阳动手，断绝风雷源花重金买下的剑胚资质。可这些消息，正阳山又是从何处知道？难道说这一切都是娘亲你的布局？哎呀，我此番亲自来到小镇，代价十分巨大。若是不使用些手段，如何能安心的做买卖？娘亲，你这么戏耍正阳山，真是耍猴了！就不怕那头蠢猿回过神来，离开小镇后对我们大打出手？放心，那头千岁高龄的搬山老袁呐，脑子不算好，但还不至于蠢笨到被娘亲任意当猴耍的地步。其实他早就清楚我借刀杀人的手段，
但也愿意捏着鼻子跳入陷阱之中。这其中的原因呢，比较复杂，你暂时不用管这些。正阳山的事情，我看都懒得看。不过此次的小镇之行危机重重，我们千万不能小觑任何人，哪怕是卢正淳这种弯腰做狗的小人物。想想和我们同一批进来的人，那老龙城的福南华几乎道心崩碎，云霞山的蔡金简更是人间蒸发，生死不止。也不知他二人究竟遭遇了什么。对了，刘宪阳的那个朋友如何处置？倪萍巷的陈平安，这等入不了眼的东西，那就让他自生自灭。不好了，刘宪阳，出大事了！怎么了？是我家接待的那位许夫人叫我来通知，她原本按照与你们约定去那位袁前辈交涉，但不知为何，袁前辈听说你不肯交出现金，就突然发了疯一般的冲出去要杀你的朋友陈平安。什么？那陈平安呢？他在哪？事情刚发生的时候，夫人就差遣我们去找他，可无论是你家还是他自己家里都没有人，所以我就想过来找你，看你知不知道他去哪儿了。不在家，那个财迷不会又去捡石头了吧？我知道了，麻烦你不再回镇里，照着陈平安，我沿着小溪看看能不能找到他。那好，我先回去了。陈平安，陈平安，你在哪儿啊？陈平安，赶紧出来，别捡石头了。不知不觉，刘宪阳已经跑到了廊桥附近。此时焦急的他根本就顾不上曾经与阮师傅的约定，一步踏上了廊桥。突然，胸腔塌陷的声音传入刘宪阳的耳朵里。陈平安在哪里？你还有空管别人？真是找死！先生，你怎么来了？我来送你2样东西。这2方印章你收好。印章，先生，我不太认识字儿，这枚印章上写的什么呀？您给我念念呗。这4个字为静心得意。静心得意，这个静字是齐静春先生名字里那个静字吗？正是。难怪我觉得这个静字最有神韵，想必先生已经写得十分得心应手了。我刻章之时思来想去，一直不知该选择什么篆文为好。对于你一个孩子而言，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似乎不怎么吉利，太过沉重。安心在平的话又虚了一些，思来想去，唯有静心得意最为妥帖，于是便刻上了。什么舍生取义，安心在平，我都不太懂啊，先生。不过我也觉得静心得意最好啊。这另外一枚印章吗？啊，上面的字我认识，陈十一先生，陈十一是什么意思啊？你可知道这世上武道修行的境界一共有几重？这个宁姑娘跟我说过，一共有9重。如今可不止9重了，有人已经突破了武道9境，到达了武道第10境。好厉害啊！那如今武道就共有10境了？那只是如今吧。陈十一啊，陈十一，虽然是个玩笑话，说不定这孩子真能突破第11境呢。这2枚印章可不是白送给你的，我还有事相求。我希望以后若是山崖书院有难，你能力所能及的帮上一帮。当然，你也不用刻意打听书院的消息，无意间听见，能出手便出手就是。好，我答应你。我可能马上就要离开小镇几日，在这期间，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都一定要切记，君子不救。遇见不幸的事，可以去救人，但绝不会让自己身陷死地，能做到吗？君子不救，先生，这个我不敢保证能做到。罢了，到时你尽力便好。我先走了。好，工作先生。陈平安，不好了，罗千阳出事了。什么？他怎么了？廊桥，你快去廊桥看看吧。哎，要死了！哎呦，是刘家那小子。哎呦，胸膛都塌了，救不活了。看见了，是个老头打的呢，就那么一拳的功夫，离远点，他那货是找不上你是吧？那个老袁竟然一拳就砸烂了刘宪阳的胸膛，这是好狠辣的手段。爹，我们现在该怎么办？爹，你倒是说话呀！难道你就眼睁睁看着刘宪阳这么被人活活打死？他可是你半个徒弟呀！我哪里知道，堂堂正阳山这回竟然如此不守规矩。如今这事儿都已经出了，你还想让我说什么呀？哼，你不管我来管。我这就去找那头老袁，我得让那些人知道，我阮秀不是只会吃，我也会杀人的。阮秀，你这是想让爹给你收尸吗？
阮秀，你给我站住！哎，丫头这么横冲直撞，迟早要吃大亏。正阳山的老袁这次出手未免也太过分，是有些欠教训。况且如今我还未正式接替齐敬春执掌这方洞天，我是不是也不用那么讲道理？那金凤城的婆娘说，要是我不交出宝甲，她就杀你。我很怕她真的去杀你。刚才那婆娘又让人去找我，说那个老人疯了，一听说不肯交出戒指，就执意要去杀你。我想跟你打声招呼，就一路跑到了这里，然后就被那个老王八蛋打了一拳，是有点疼。你别说话，不要怕，没事的，相信我，我带你回家。我不后悔，你也别怪自己。真的，就是我就是有点怕。原来我也是怕死的。平安，好的，我是真的很怕死。为什么会这样？老天爷，还有公道可言吗？我们不过是想活命而已，为什么却被人糟蹋的像狗一样？不想再这样，这辈子都不想再这样。秀秀，你去杨家药铺把掌柜的请来。若是这孩子的伤势实在太重，如果是在小镇之外，废话就别说了。要是在小镇外面，根本用不着你出手。你这老头，不是说只要陈平安拿出他那片槐叶救人，刘宪阳就能有一半生机的吗？若现在是槐叶的主人陈平安，他自己遭此重创，然后承受槐叶的祖荫，那活命的机会当然有50%。可如今这槐叶却拿来给别人销售了福音，这就另当别论了呀。姓杨的，那你刚才为什么不早说？还胡说八道什么有50%的希望，让陈平安白白浪费了这来之不易的槐叶。老夫当时要是不这么说，怕这刘显阳还没死，老夫反倒被你活活打死。秀秀，不得对杨掌柜无礼。还是阮师讲道理。我讲道理个屁！你他娘的有这闲工夫还不赶紧治，作死啊！阮师，你干脆一剑刺死我算了，老子只是个卖药的，不是起死回生的神医。我杨掌柜，再试试看，求求你了，再试试看。孩子，老夫是真的没法子了。我会回来的，老天爷不给我，没事，自己去啊，能要多少是多少。陈平安，秀秀，爹，我不信你不知道他要去干嘛，他就这么出去报仇，怎么可能打得过那个老袁？可你若是现在掺和进去，只会帮倒忙，害了那个陈平安，到时候才会真正让他陷入万劫不复之地。爹，刘宪阳的事情你也没掺和，可结果呢？此事事关天机，知道了对你没有好处。你只要相信爹，现在你对那个少年最大的帮助，就是告诉他一些这座小镇的秘密和规矩，要他争取在框架和规矩之内行事，天时地利人和能够多占一样是一样。可是秀秀，听话。现在这个小镇就像是一个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暗藏汹涌的池塘，实在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呐。那个陈平安，他丢入池塘的石子再大，溅起的水花毕竟有限，不会惊扰到水底的老王八，这就意味着万事可以周旋。可是你阮秀不一样，你是我阮琼的女儿，而我则是下一任坐镇这个小镇这座洞天的人。你若是往这池塘里面丢颗石子，再小那也是搅风搅雨的动静啊！记住喽，每逢大事要静心，你多读书多读书，总是不听，星星连那个泥平像的小子都比不上，亏你还是个修行之人，听到没有？知道了。陈平安，我叫阮秀，我爹叫阮琼，是一名铸剑师。我从小就跟着我爹打铁铸剑。这次来你们小镇，爹说是碍于宗门托付，加上这里的水土最适合打造剑炉，所以才来这里趟浑水。其实我心里清楚，我爹是想为我找一份机缘。我爹这人就是死要面子，
就像你的朋友刘宪阳，我爹其实心里很想收他当徒弟的。你可能不太知道，我爹如果将来选择在这里开宗立派、开山大弟子的人选就很重要了，所以他不是见死不救，你别怪他。我没有怪你爹，虽然我知道不应该怪别人，但是我心里还是有气的。我生气你爹为什么不早点收下刘宪阳做徒弟，生气为什么刘宪阳出事情的时候没有人阻拦。哪怕我知道这么想不对，但我还是很生气。你有这样的想法也是人之常情。阮姑娘，你找我有事吗？那个，你现在不会是去找正阳山那个老袁报仇吧？你别这么鲁莽啊！正阳山本就是我们东宝平州的名门大派，那头老袁的身份更是与正阳山的老祖宗没什么区别。哪怕那老袁在小镇内无法使用术法神通，可若只是对付你一个，那也简单的很。而且他现在重伤了刘宪阳，席先生一定会惩罚他的，所以你至少不用担心这件事情会被当成什么都没犯上。阮姑娘，你所谓的惩罚是指杀人凶手会被赶出小镇吗？阮姑娘，你的好意我心领了，放心吧，我不会就这么傻乎乎的冲上去，直接跟那种神仙拼命的。还你。我拿了你的钱，本说好要保证刘宪阳的安全的，可如今看你这样子也知道，他怕是救不活了。是我没有履行承诺，对不起你陈平安和刘宪阳。倪姑娘，这钱还是你留着吧，加上倪萍巷我家藏着的那袋，你全部都拿去，我已经不需要了。如果可以的话，希望你以后能帮忙花钱雇个人，照看一下我和刘宪阳两家的宅子。哼，那是不是还要我每年春节帮你贴春联和门神啊？如果可以的话，那就最好了。哎，你陈平安，你小时候被牛尾巴打过脸吗？了不起啊？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做傻事吗？真是气死我！你以为你那点三脚猫功夫就能对付一个正阳山的搬山员吗？总之这件事你别管，乖乖自己回去贴你和刘宪阳家的春联门神，我宁腰才不走。倪姑娘，我虽然认识你没多久，但是我能够肯定，如果你有信心帮刘宪阳报仇，你绝对不会把这2袋子钱还给我，最少不是在这个时候。我不是在跟你说客气话，你真的不用插手这事儿。你和我还有刘宪阳也不过是做了一笔买卖罢了，你又不是诚心坑我们。遇上这样的天灾人祸，谁也想不到，哪有让你赔上性命的道理？相信我，不只是我陈平安不愿意看到这样，刘宪阳那个傻瓜也一样不愿意。他如果能说话，肯定会说爷们儿的事儿，娘们儿别管。当然了，我可不敢这么跟宁姑娘说话。我也没有跟你说客气话，我心头是有一半愧疚，可另一半，我宁瑶自离家出走，闯荡天下一人，还从来没有遇到一个坎就绕过去的时候。今天这道坎，我一样得给他踏平了。那这样吧，宁姑娘，你做事之前能不能先让我去找3个人，之后我们就各做各的？需要多久？最多半天。行，不过你要去找谁啊？等我回来再告诉宁姑娘吧。站住，把这钱拿走。还有，你先转过去等一下。好。这是我们家乡那边独有的压群刀，每个女孩子都会有的，事急从权，便宜行事，我就不讲究什么习俗了。但是你别忘了，这刀是借给你的，不是送给你。哦。哎呀，你用双手来接，你懂点礼数好不好？好。可是宁姑娘，我要这刀来做什么呀？你以为只凭那几块碎瓷片就能杀得了那头搬山员？蔡金简只不过入门没多久，才让你一时得手。正阳山的那头老畜生可是天生异象，最是皮糙肉厚。别说瓷片，就是寻常的仙家兵器，一样伤不到那老畜生分毫。撑死了，弄出1、2条伤痕有什么意义？屁事都不顶用。原来是这样，可宁姑娘也用不着说的如此。你这都要拿刀砍人了，还不许我爆几句粗口啊？宁姑娘，这次是真的会死人的。我见过的死人比你见过的活人还多。那把压群刀回头你可以绑在手臂上，藏在袖子里。好，那就这样吧。宁姑娘，认识你们我很高兴。唉，哪怕能够走出小镇，我也不会见到比这更让人心动的场景了吧。这辈子不亏了，死就死吧。那刘姓少年一事已经不用理会，现在先委屈你待在李家，等老奴杀了风雷园的人之后，就在那座山顶门外等你。若是齐敬纯识相，隔岸观火最好；若是他敢插手，老奴就敢撞他个支离破碎。好，白月爷爷，你去吧，不用担心我。风雷园，老夫这就来会会你们。宋吉新，你在吗？我当是谁？原来是陈平安呀！你找我家少爷干啥？有点事情。那可真是稀客呀！不过我家少爷现在不在，你若是不着急的话，回头我可以帮忙捎句话给他。若是着急，你估计就得去督造官衙署找人了。之前你也瞧见过，我家公子和新任的督造官宋大人关系很不错。我其实是来找你的，之前那么喊是怕宋吉星误会。是吗？那也别愣在门口了，先进来说话吧。
我先丑话说在前头，邻居归邻居，交情归交情，我只是个寄人篱下的小丫头，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帮不了大忙。不过如果陈平安你的问题可以用钱解决的话，那算你运气好，我倒还真有一点点小法子。还真不是钱的事情，我跟你直说了吧，刘宪阳在廊桥那边给人打成重伤了，杨家铺子的老掌柜去看了也没辙啊！我怎么没听说过这事儿？刘宪阳惹上谁了？是个外地人，来自正阳山。哦，难道你是想让我家少爷给你走走后门，给刘宪阳找块风水宝地下葬？我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吗？可我只是个丫鬟呀，杨家铺子的老掌柜都救不了刘宪阳，我能有什么办法？王珠，当年那个大雪天，在家门口看到的第一眼时就知道你后门不一。现在回想起来，你当年看待我们这些街坊邻居的眼神，跟现在那些外乡人看我们的眼神本质上没有区别。所以呢，陈平安，你是想要我报答你的救命之恩吗？老掌柜说怀叶能够救刘宪阳的命，所以我拿出我自己的那一片面墙吊住了他的性命。我现在来只是想问，你有没有多余的怀叶可以借给我？昨天夜里，我在老槐树底下骂了1个多时辰，终于从那些占了我1000年龙气的老古董手里要下了一大把，刚刚好吃了个饱。这可不是我不报恩啊，是他自己来的不巧。怀叶，那你来的可不巧呢。若是早些来，或许还能剩下几张。至于现在嘛，都没了。真没有？没有，陈平安，你可不能强人所难呀。哎，我记得你不是这种携恩图报的人啊。好吧，我知道了，我还有事，就先走了。穷鬼陈平安，居然会毁掉了好不容易到手的怀叶，那你就跟着刘宪阳一起去死好了。反正早死早超生，运气好的话，下辈子继续做难兄难弟吧，总好过那些连来生都没有的可怜虫。老先生，请问齐先生在吗？小伙子，你来晚了一些，齐先生方才出去了。他说要与3位外乡客人一起去镇外深山探幽寻奇，这一趟来回至少要3天啊。哎，对了，你是不是叫陈平安啊？是的，老先生如何知道啊？齐先生走之前特地交代过，若是有个名为陈平安的泥瓶巷少年来找他，就让我给带一句话。什么话？他说道理他已经说过了，不管他今日在不在学熟，这件事的结局都不会改变。齐先生说的道理还是那句君子不救吗？罢了，我早应该明白齐先生的态度。谢谢老先生转告，我先走了。陈平安，随便做吧，事情我都听说了。你来这儿是为了刘宪阳被打伤一事？是，我希望宋大人能严惩正阳山的凶手，而不只是将他驱逐出境。实话告诉你好了，我只会杀人，救人实在不擅长。再说了，我凭什么要为了一个只有一面之缘的少年，坏了这里奉行1000年的大规矩？宋大人，这3袋子金晶铜钱在小镇外面好像很值钱，我用这些钱能不能买下刘宪阳或者那凶手的一条命？没了宝甲和剑晶的刘宪阳，他的命根本值不了这么多钱。至于想买下我的人情，这些钱就远远不够。若是我大黎和正阳山闹掰，就为了3袋子钱，这传出去可是会成为整个东宝平州的笑话。宋大人，你能不能说说如何才能出手？哪怕你觉得我死也做不到，但你不妨说说看。倒是巧了，我这正好有2件事，我做得到却无法去做，所以只要你做成其中1件，我倒是可以考虑帮你教训一下那头老袁。宋大人请说。这其中1件事嘛，是找机会绑架老袁身边那个名为桃子的小女孩，将老袁强行留在小镇之中。还有1件事是晚上去偷偷砍倒那棵老槐树，然后拔出铁锁井的铁链。若是你做成1件，我就出手帮你重伤了；若是2件事一并做成，我就替你杀了。我明白了，打扰宋大人，我就先告辞了。陈平安啊，陈平，我倒要看看这次你能为了救朋友做到什么地？是能去绑架一个小女孩，还是砍了你们小镇的祖宗怀？人人都说你是一颗赤子之心，可你若是做了，怕是就要染上一身戾气和俗气了。怎么样？3个人都找过了，齐先生不在叔叔，这是我一开始就知道的答案。志归不肯帮忙，倒是宋大人要我做到2件事才会出手教训老袁。哪2件？一是绑架那个正阳山的小女孩，2是砍倒老槐树并拔出铁锁井里的锁链。那你做不做？不做。
那个宋大人他不明白，有些事情我就算死也要去做，但有些事情我死也不能做，就比如这2件事。有骨气，求人不如求己，我们自己对付那头老袁。宁姑娘，你见识多，能不能告诉我，那头正阳山的老袁在小镇这个地界上能跑多快，跳多高？他的身体又到底有多坚韧？我用弹弓或者弓箭能伤得了他吗？这我怎么知道？你当我是神仙啊？我只知道在这座小镇里，无论是炼气士还是纯粹的武夫，境界越高深，被加持的越厉害。这些人全靠一口气绵绵不绝地支撑着，一旦开口，就要经受海水倒灌一般的伤害。也就是说，那头老袁现在就像是一座抵挡着迅猛洪水的堤坝，哪怕开一个小口，都会让他受到猛烈的冲击，对吧？对。那如果我能逼得那头老袁发火，让他不得不运转体内真气来对付我，是不是他换一口气就会损失修为甚至折寿？是这个道理没错，可如果那老袁狗急跳墙换气后对你下杀手，你恐怕就没有活命的机会。那也无所谓，就算跑不掉，只要拼着命多挨几拳，我便已经赚了。那头老袁不是觉得像我和刘仙阳这种人的命不值钱吗？我倒要看看他若是在我这种人身上耗费修为，到底会不会心疼，还会不会觉得我们不值钱？哎，陈平安，你这个死脑筋，我真是拿你没办法。方才你去找人的时候，我也进小镇摸了一下情况，你猜怎么着？那老袁已经把他身边的小女孩送到李家去了。我先去李家闹一闹，那老袁保准会发火。若是你能把他引到小镇之外，后面的事情呢，就交给我吧。行，那我回家准备准备，然后咱们这就去李家。这是什么鸟啊？回禀小姐，这鸟叫捕蛇鹰。捕蛇鹰嘛？哎，你跟我一样被困在笼子里，我不无聊啊。他为什么不吃不喝也不说话？小姐，捕蛇鹰极少被人抓到过，他们被人抓获之后便会滴水不沾，米粒不进，无一例外都是绝食而亡。九刺客，保护小姐！崔兄，你给我透个底啊！此方天地是不是马上就要塌了啊？山崖书院那位流放至此的齐晋春先生，当真执意要逆天行事？天机不可泄露。你这态度，我已经懂了。八乔，你又为何要来这小镇？师门委托来这儿办一件大事，若是成了，风雷源就会出面帮我向阮师求情助剑。你要办何事？给我能帮得上忙的地方。多谢崔兄好意，但此事乃宗门亲密，不可随意透露。阿乔啊，你知不知道你们风雷源的死对头正阳山也来人了，而且是主仆2人啊！我根本没听说呀，正阳山是谁来了？哎呦，小子，我跪求不是倾国倾城的苏仙子大驾光临，要不然我出剑还是不出剑呀？苏仙子看我一眼我就酥了，哪里舍得祭出飞剑？放心，不是你心仪的苏仙子，而是那千年搬山猿，他护送着正阳山纯阳剑祖陶魁的宝贝孙女。不是苏仙子就万事大吉，至于那头老畜生，难道会怕他不成吗？啊，咱们风雷源谁都可以怕，唯独不怂他正阳山。风雷源和正阳山本是同根同源的剑道正宗，为何就不能解开死结？哎，崔明皇，这种话你以后到了风雷源，千万别跟人说半个。崔先生，刚才得到个消息，正阳山对刘宪阳出手了。刘宪阳，他们怎么会知道？好你个正阳山，欺人太甚！齐先生是否出面？上尉，有人亲眼看到那少年被一拳捶烂了胸膛，而后被阮氏带回了剑铺，估摸着是活不成了。多谢告知，职责所在，叨扰崔先生了。你难道正是冲着刘宪阳这个少年来？算是一半吧，接下来会很麻烦，大麻烦。不只是牵扯到风雷源和正阳山的恩怨，远远不止。树欲静而风不止，看来我该动身去取回那块四方镇徽了。哪怕会被齐先生误认为是我们观湖书院落井下石，也没办法。八乔，你在此歇息一阵，我去就回。刚刚就是正阳山的实力吗？看来那头老袁已经知晓我来了此处，而且还对我起了杀心。只是为何他明明已经逼近了，却忽然转头回去了？难不成这座小镇上还有令他忌惮的存在？哼，那老畜生出手重伤刘宪阳的时候，可是连齐晋春都不放在眼里，还会有什么忌惮？不过这件事倒是有些意思。崔修，我就先行一步了，去看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袁爷爷，你家的人全是一群废物呀！刚才有人偷袭，他们没想着护着我，反而跑去追凶手。这要是中了调虎离山之计，可怎么办啊？你怎么敢把我托付给他们？小姐，是老奴错了。
李红，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袁前辈，惊扰小姐确实是我李家的过失，不容推脱。按照我们目前得到的情况来看，那刺客是一名少年，而且并非修行中人。袁爷爷，我觉得那个人不像是来杀我，他砰的一下就击碎了我的罐子，可见力道和准头都是有的。那为何不直接瞄准我呢？而且他出手之后立马就逃了，这其中会不会有什么陷阱？小姐，你可看清楚那少年的样貌？那人有些眼熟，但隔得太远，我也不能确定。应该是瘦瘦的，皮肤很黑，个头嘛，差不多这么高。对了，他好像穿着双草鞋。哼，好家伙，原来是示威挑衅来了。我晓得那个刺客的底细，是住在倪萍巷的那个陈平安。不过，到底是谁怂恿他来的呢？是风雷园的那小子，还是衙署的宋长静？哼，罢了，不管是谁怂恿，这些人也不晓得找一个好一点的过河卒子。一只没有几两肉的小蚂蚱，拿来给我塞牙缝吗？哎呀，我正愁没有机会杀人，不借着这个由头，先把那倪萍巷的土坯子杀了，再将风雷园的小杂种一并解决干净便是。小姐，老奴这次一定收拾好烂摊子，绝对不会再有意外了。我相信袁爷爷。袁老祖，您大可放心，我这就去请我们李家的老祖宗出山，亲自担任陶小姐的贴身护从，再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哼，最好如此。我操！臭小子，我看你往哪里跑！不好，是陷阱！我畜生！我干你娘！等会儿，不能这么骂他，这好像是我吃亏啊。谁知道他娘多大了？算了，先跑吧。没想到居然被这小子给坑了。天马上就要黑了，我得抓紧时间解决他，否则凭这小子对小镇地形的熟悉，怕是真的要逃出去了。我老袁怎么能够阴沟里翻船？罢了，便是费点修为真气，今天我也得把这只蝼蚁给碾死。这臭小子怎么跟打不死的臭虫一样？看他那样子，之前想必还在藏拙收力。原来是想要引我入山，以为这样就能甩掉老夫。那我便要让你看看什么叫入山打猎。今天你必须死！陈平安，我在这里，你没事吧？你这样做真的能把老袁往山上骗，拖住他的脚步？哎，你不管了，我尽力了。你受伤了？小伤而已。还小伤？要我说，老袁没打死你，算你走狗屎运。我刚才看得很清楚啊，那老畜生换了口气，算是坏过一次规矩了。还真成了，可以啊你，陈平安。你别傻笑了，接下来怎么做？咱们之前定下的大方向不变，不过有些细节估计得改动一下。那头老袁实在是太厉害了。你才知道，我这不是吃一堑长一智吗？对了，那个明姑娘，麻烦你先转过身去吧，我得往背后敷点草药。行。明姑娘已经好了，你可以转过来了。很疼吗？这算什么疼？吵什么呢？不管怎么说，你已经迫使老袁换了第一口气了，这第一步算是做到了。接下来怎么办啊？之前我为了逃命，把我的弓箭放在小镇上，我得去拿回来。哎，你是不是疯了？现在这个情形，你居然还要回小镇？万一那个老袁没有上山，反而等在小镇里呢？那你岂不是羊入虎口？没办法，木弓必须要拿回来。若没了它，我根本无法在远距离对老袁造成任何干扰。你看，我早就说了，你那些雕虫小技不管用。之前你不听劝，我便由着你。既然你现在信了，总该按我的法子去做了吧。我说了，我独自一人就能斩杀那头老袁。明姑娘，就算你之前说你有压箱底的杀手锏，但我如今已经知道了老袁的厉害，就更不可能让你去犯险啊。我们还是按照原定的计划行事吧。哼，话是这么说，你受了这么重的伤，能动吗？我已经差不多休息好了。啊，杨家铺子的东西这么有用？
在止疼这方面，这个药膏的确很有用的。以前龙窑里面有个窑工得了一种怪病，疼得四肢扭曲，抹了这种药之后，甚至都能站起来走动了。虽然他最后还是死了。那这是我们现在的位置，到福禄街李家之间还有这么远，你的木工藏在哪儿？就在李家西边，距离泥平巷不算太远。好，若是老袁看穿了你的逃跑路线，直接赶到小溪这儿，我也会拖延他的脚步，为你争取到足够多的时间。如果真的发生这种最糟糕的状况，宁姑娘，你能不能将他引到这个地方来？这就是我刚才进山的地方，这样我拿到木工赶过去，应该也不需要多久。可以是可以，不过说不定到时候都不需要你接手，我就直接提着老袁的头颅去找你了。宁姑娘，你别逞强，要小心。到底是谁逞强？我宁瑶可是未来全天下第一的剑仙，难道会害怕那一头老畜生？知道了。所以啊，宁姑娘就别死在这种小地方，要不然多亏啊。以后等你成了大人物啊，作为朋友我也好沾沾光。陈平安，你这么婆婆妈妈优柔寡断，劝你以后还是别娶媳妇，随便找个女子娶了就算了。我还没想到那么远的事儿呢。宁姑娘，我先走了，咱们待会儿见。等等，我跟你一起走。不用，我的伤已经没什么问题了。哎，不是伤的问题，我是怕那老袁没发现你的踪迹，果断放弃追捕，掉头返回小镇去保护小女孩了。这样咱们的计划不是白费了吗？所以我想沿着小溪往上走一段路程，若是能提前遇到老袁，还可以帮你多拖延一段时间。那就拜托宁姑娘了。你先去小镇，不用管我。好，不过宁姑娘，我会稍稍绕个弯，挑一个僻静的巷道进入小镇，可能会来的稍微晚一点。啊，知道了。小姑娘，是你一直在帮那个陈平安吧？你不说我也猜到，之前来小镇的路上，虽然你一直藏头藏尾，但我知道你的来历不简单，绝不是清风城、老龙城那种废物门派可比的。只是我很好奇，你我之间有什么恩怨，或者说你的家族师门与正阳山有过节吗？为什么要一次又一次的帮助那个陈平安呢？哼。你这两把兵器是真的不错，一看家族底蕴便不下千年，多半是哪个大门派的嫡传弟子。若不是你这剑法路数不对，我差点都要以为你是那个出自风雷园的小鬼头了。小姑娘，老夫再给你最后一次报上家门的机会，不然老夫真的要出手了。哼，要打就打，说那么多废话做什么？哼，如此不识抬举，那你就去死吧！他换了第二口气。刀也剑也学，非驴非马，不伦不类，便是这般可怜的下场。你就这点本事？方才只是再给你一次机会罢了。在我的家乡，生死之战不讲究父母是谁，只要你有本事堂堂正正杀了我，便是我技不如人。我爹娘将来知晓缘由过程，最多就是来东宝平州找你麻烦，绝不会牵连正阳山，所以你大可放心，放手厮杀便是。既然如此，那好，我竟没想到这是把飞剑。刚才跟陈平安那小子一架没打到爽利，接下来老夫就陪你这个女娃娃好好耍一耍。我原先还以为这老袁顶多在小镇中换3口气，3次之后他的窍穴势必崩溃，不得不在小镇中施展真身，这样齐先生或者阮师就有了出手阻止他的理由。我看他现在刚换了第2口气，却还未有任何影响的样子，想必就算真的让他换了3口气，也无济于事。算了，事已至此，我还是依照之前的计划，先将他激怒，引到小镇西边与陈平安会合再说吧。难怪我爹说你们东宝平州的正阳山不值一提，果然是人傻胆大剑气浅。找死！我看你已是强弩之末，且不说你能否逃回小镇，就算侥幸成功有人接应，你真当老夫杀你不得？话真多。救人者死！走，别管我！杀了他！竟然敢杀他！消你偿命！出来！我展开西方天地！宁姑娘，傻乎乎的站着干嘛呀？跑啊！我没死，那只是我脱下来的一件衣服。老畜生的脑袋不好使，你咋也傻了？快！
趁着老袁还在换气，能跑多远是多远。我已经让我的飞剑尽量纠缠老袁，但估计他撑不了多久。好，刚刚是怎么回事啊？你没出来？其实我一直躲在那边的屋顶上，没露头是怕你分心。然后我看到老袁换气要伤你，本来想直接冲出来给他一剑，但是当时我脑子里突然多转了一个弯儿，想着如果是我的话，肯定把你当做诱饵，先收拾躲在暗处的，再回头打明处的，一石二鸟，对吧？所以我就先把外衣抛了出去，吸引了老袁的注意力，才敢去救你。哎呀，可以啊！没想到你陈平安表面老实，心里居然这么多花花肠子，真是道貌岸然。说陆道人让你救我那次，你除了摘掉我的围帽，到底有没有趁机占我的便宜啊？没有啊！我就知道你呀，最多就是财迷，不是什么色胚子啊。行了，你能自己走路了？暂时还不能，不过你要是再这么跑下去，我的心肝脾肺肾都要被你给颠出来了。那咋办？咱们就近找个地方藏起来嘛。我本来是想去小镇外的一处地方，那不容易被人找到。咱们就去你说的那个地方。宁姑娘，我们到地方了，你可以下来了。宁姑娘，你没事吧？到了。这是哪儿啊？这是我去年秋天临时搭的一个小屋，之前经常带着顾灿来玩，除了他没人知道这个地方。怎么不关门啊？如果老人真找到这儿了，关不关门都没什么区别。也是，不过咱们暂时可以放心，既然那飞剑还未过来找我，就说明老袁还没有发现我们急。宁姑娘，你的伤没事吧？小伤，先不管这个，我这有一个好消息，有一个坏消息，你想先听哪个？好消息吧。好消息就是老袁已经用掉了3口气。那坏消息呢？我估错了老袁的实力，现在的他至少还能再换1口气，对付咱们2个伤患绰绰有余。宁姑娘，你觉得老袁为了这3口气付出了多大代价了？老袁第一次出手是在倪萍巷追你那次，当时他比较含蓄，所以折寿大概只在3到5年。第2次是与我在西畔对峙，大概20年。第3次就是刚才了，估摸着最少50年。接下来他若还要动手，怎么着也要100年起步。就算是180年，那也赚大发了。寻常人家也就活个60年，我今日这么一闹，足足赚了3辈子回来。我觉得老袁只要一想到这个，气也要气死。陈平安，你就这么觉得自己的命不值钱吗？跟老袁那种活了1000年的神仙妖怪相比，我一个小老百姓的命自然是不值钱的。承认这种事又不丢人，哪有你这么比的？当然了，我认命归认命，心头的憋屈还是会有的。凭啥大家都是来这世上走一趟，就我的命是天生不值钱的？难道是我上辈子好事做少了？可我这辈子也没来得及做啥善事啊，下辈子岂不是还得完蛋？咋办？这辈子还没到头呢，想什么下辈子？嘘，宁姑娘你小声点，当心把那个老人引过来了。陈明安，你有没有想，虽然已经折寿180年，但这头正阳山的护山老袁，他原本能够活多久？我不知道。这种上古凶兽极其长寿，少则能在世上活500年，多则5000年。搬山猿生性好动，若不修行，寿命自然不会有硅胶之类那么长。但他显然已经修成了神通，若他日后能够跻身上5境，我估计他应当可以活个3、4千年。所以你那区区180年算得了什么呢？你也别总觉得自己活够了。宁姑娘，谢谢你。知道你好奇，但是没好意思问，我不妨和你说实话好了。这便是我宁瑶的杀手锏，这眉心的窍穴之内放着一件我娘送我的10岁生日礼，也是我的本命之物。它只要出现，那老袁必死无疑。之所以说这些，是想要告诉你，天地大得很，别小看自己，也别气馁。你现在不是已经习武了吗？不如连剑术也一起练。宁姑娘，你能教我剑术吗？我天资好，学剑极早，境界攀升得很快，但是教别人剑术嘛，半点不啊。那我去哪里学啊？换做以前，我还可以将那柄飞剑送给你，但是现在它已有灵气，恐怕不愿意跟着你，我也不会强迫于他。这样吧，我把这剑鞘送给你。剑鞘？我拿来干嘛？陈平安，你连剑鞘也有，距离剑仙还远吗？可是我去哪儿找一把剑啊？那我就管不着了。等，接着，接住了就是你的。我可要先休息了。爸，这柄剑鞘我先帮宁姑娘保管。陈平安，你去哪儿了？陈平安，宁姑娘，我在这儿。刚去周围探了探，老袁好像没找到咱们这儿来。这倒是有些奇怪了，难不成他没来找我们，而是直接回小镇了？有可能，我们要不去附近看看吧？好。哎，宁姑娘，你看这座神像的首饰，像不像汉山谱的全架子？是有些像，但并非完全一致。不过这座神像原本应该有3双手，如今只剩下这1只手。若是能找到残肢，或许能进一步对。应当是找不到了，估计早就被来这里捉迷藏的孩子给踩烂了。那就没办法了。
他叫马苦玄，是绣花像马婆婆的那个孙子，很奇怪的一个人，从小就不爱说话。大家都说他是傻子，但我觉得他不像。最近这几天啊，我就有好几次看到他在溪里捡蛇胆石，好像也知道那东西很值钱。如果我现在去福禄街的李宅跟正阳山那头老袁说找到你们两个，应该可以拿到1袋子钱吧。不过你们两个若是给我2袋子钱，我就当做什么都没看到。事先说好，这只是买卖而已，别想着杀人灭口啊！地上这么多神仙菩萨可都看着咱们呢，小心遭报应。宁姑娘，不要冲动。如果我愿意给钱，你真能不说出去？当然不能，因为我已经在李家拿到报酬。不过我可不是为了钱。陈平安对吧？你要怪就怪你身边这位姑娘太惹人讨厌了。她昨天那一闹可是惊动了小镇上的很多人，也坏了很多人的大事，比如说我。所以我打算趁着那老袁有事暂时无法过来的空档，跟你讨要一样东西。姑娘，你知道是什么的，对不对？想拿我的本命之物？哼，小心有命拿没命用。你要不是我媳妇儿，担心这个做啥？哼！本来我以为出了小镇后才会遇到第一位大道之敌，没想到这么快就碰上。陈平安，那就让我来会一会。哎，陈平安，咱们可说好了单挑啊！谁要是叫帮手，谁就不是英雄好汉。哼，英雄好汉，英雄好汉会找一个伤患单挑？你说那么多，不就是怕我动手？偏要来！宁姑娘，我可以的，相信我。哼，你可以，真是笑话。是不是笑话？你可以自己来试试。来得好！你以为我就只会扔石子吗？看拳！陈平安，你敢不敢再来？有何不敢？有种再来！行了，点到即止吧。你们两个这次交手打得都不错。你是谁？我出自真武山，也是马苦玄的师傅。今日我出手救下他，是有些坏了规矩，算我欠你一个人情。我出去之后就说服正阳山搬山员放弃对你们两个的追杀，如何？我们凭什么相信你？小子，你现在并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资格，如果同意就点头，不答应摇头就是。反正只要我在这儿，就断不可能让你伤到马苦玄。你要是觉得不公平、不甘心，那么你以后有机会离开小镇，可以去真武山找我，讨要你以为的公道。如果有机会，我会的。喂，陈平安，你别以为……若不是我，你已经是一个死人了。死人有什么资格跟活下来的那个人撂狠话？哼！回小镇收拾一下，是时候带你走了。是，师傅。你咋样了？伤得重不重？不打紧，还知道哪里疼，说明伤的还不算厉害。宁姑娘，你还是快走吧，我怕老袁现在赶来，我没办法。我才不走，来就来。刚才是你出的头，等一下就由我来出头，好，怕什么？好啊。不过陈平安，你刚刚跟马苦玄对打的样子，简直是帅气啊！是吗？还成吧。神道崩坏，礼乐鼎盛，百家之争就要开始了。马苦玄，之前你说你是因为知道了那个外乡来的姑娘联手大隋的皇子和宦官杀了你的第一位师傅，所以你心结难解，必须在离开小镇之前报这个仇。我觉得这说得通，所以没有阻拦你去找他。可是你真正想要杀的却是那个陈平安。我之前跟你说过，我真武山的兵家修士，尤其是剑道中人，绝对不可以滥杀无辜。你为什么要杀他？因为他有报应。你和他之间到底有什么恩怨？我成功了，我终于成功了！那个男人真的死了！太好了，那位大人承诺过，要是办成了这件事儿，咱们一家都可以飞黄腾达了。爹娘，你们在说什么？你们的笑容我有些害怕。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高兴，你别以为陈平安他爹死了，你就有机会娶到他娘，也不撒泡尿照照你的德行。倪萍巷这只陈家呀，好几辈都是一根独苗，你就不怕害得那一家三口断子绝孙，遭到人家祖上阴神的报应吗？退一万步说，陈平安他娘的性情你还不清楚吗？他怎么可能愿意改嫁给你？哎呦娘，你可别打，反正我马上就要得到报酬，一步登天了，这些事儿都算不上什么。你，我怎么生出你这么个丧门星来？
我爹害死了陈平安的爹，若是陈平安知道此事，一定会找我爹娘和我奶奶报仇。我对我爹娘没什么感情，唯独放心不下奶奶，可他也不愿意跟我去真武山，说什么要葬在我爷爷的身边，所以我只有下狠心，在离开小镇之前杀了陈平安，了结这桩因果。你出于孝心这么做倒是情有可原，可惜还是站不住理。这次我就不苛责你了，下不为例。怎么既不答应也不反驳？看来我得在他伤口上撒把盐呢。被同龄人按在地上揍的滋味怎么样啊？如果不是那女的偷偷塞给陈平安一把刀，我会输给他。我从头到尾就只出了7分力气。7分力气？你是想以这样的实力打死陈平安，同时令那外乡女子掉以轻心，一箭双雕吗？想的倒是挺美。你到底是谁的师傅啊？我不过是实话实说吧。早知道你是这副德行，我当初就该跟着那头老袁去当他们正阳山的徒弟。在你眼里，正阳山很厉害？反正那老袁看着挺厉害，这样看来，正阳山怎么着也该比你们真武山厉害上几分吧？你想听真话还是假话啊？假话呢？假话嘛，那就是差不多厉害吧。假话都是差不多厉害，那真话岂不是真的不如正阳山？马苦玄，你我速返回小镇。这枚虎符可预测吉凶，现在他如此不安，说明小镇上有祸事发生了。就算是外乡人和小镇百姓杀得血流成河，又关我屁事？我们之前可是说好了，我不会草菅人命，但也绝不会做什么行侠仗义、扶危救困的蠢事。少说话，屏住呼吸。哎，陈明安，你看那座神像，看它底座，就是那块黑漆漆的底座。你知道那是用什么石头打造的吗？知道啊，这个你算是问对人了。以前我跟着姚老头在这周围的山里四处走的时候啊，经常能看到一片黑色的石崖，上面全是这种石头，硬得很，铁锤怎么砸都砸不下来一点点碎石。所以每次姚老头经过那里啊，都会去拿柴刀去磨一磨。哎，别说，磨过之后的柴刀真的会变得锃亮锃亮的，和之前很不一样。你居然拿它来磨柴刀？什么？这种石头也很值钱吗？再值钱那块石崖上的石头，你能弄来丁点吗？我告诉你，就算是寻常的神仙也做不到，除非是杀伤力巨大的剑仙，舍弃掉一把神兵，才能弄下来2块3尺长的石条。而这种被称为斩龙台的石条，才是真正的价值连城。原来如此啊！你看那神像的脚底下，不是有块现成的石头吗？这么大，刚好能劈成2块斩龙台。宁姑娘，咱们可不能拆了那个搬回家。这位神像大人断了手已经够委屈了，咱们要是再把他的立足之地给抢走……抢？我是那种人吗？我不是那个意思。宁姑娘，你别去，你等等我。我叫宁瑶，这位不知道怎么称呼的灵官，今日你只要将脚底下这3尺立足之地赠送给我，那么将来我成为剑仙之时，一定会偿还你100倍、1000倍。这样也行。没动静，不愿意送是吧？那行，我跟你借总可以了吧？有借有还的那种。陈明安，你看清楚了，我这是借，不是抢，明白吗？不明白。何况宁姑娘，你的架势也不像是要去借。宁姑娘小心！你也忒小气了吧？不借就不借，还要跟我拼个玉石俱焚？不，宁姑娘，这叫做菩萨点头，他这是答应你了。哦啊，你确定？我确定。宁姑娘，咱们把这神像的碎片埋起来吧。无论人神，总归是要入土为安。好。话说，那个黑色的石座是叫斩龙台吗？武道中人可能会称它为磨刀石或者磨剑石，只有剑修才会称它为斩龙台。在我的家乡，每个人都有一块磨剑石，大小不一，不过一般只有拳头那么大。甚至有一些家道衰落、修为低下的剑修，会只剩下一颗拇指大小的磨剑石，但大多数人还是将这石头看得比身家性命还重。至于我家也有这种石，而且很大。有多大？比你家泥坪巷里的宅子还大。宁姑娘，那你家是真的有钱啊！而且这么大的一块磨剑石，还不用怕被人偷，多好啊！不像我，好不容易攒下一些铜钱，藏哪儿都睡不安。陈平安，你可真是个财迷啊！算了，不说我家了，这块磨剑石我们1人1半吧。我要他来做什么？我家里倒是有柴刀，可哪里需要用得上这么金贵的磨刀石啊？怕是每磨一次刀我都要心疼一次，何必呢？所以宁姑娘，这石头你也全部都拿去吧。你不是想让阮师傅帮你铸剑吗？你不妨将另一半石头送给他，可以当做铸剑的钱。你是真傻还是缺心眼啊？你就当我是烂好人吧。陈平安，老实交代，你是不是图谋不轨，心想着以后把宁姑娘变成自己媳妇儿，那还不是所有东西都是自己的吗？
这小算盘打得噼里啪啦的，挺厉害啊。没有啊，林姑娘，我可没这么想。我开玩笑的，真把你吓的。林姑娘，你可别再吓我了。等等，我感觉到我的飞剑已经在返回的途中了，这回可是真的了，要小心，半山猿可能来。为何方才那位真武山的剑修能去找那两个小娃娃，我就去不得？齐先生，你是不是也太势利眼了？去吧，你家主人已经没事了。我说凭那丫头的资质，如何能驾驭这把有灵械的飞剑？原来她果真是你齐先生挑中的。若齐先生早就对刘氏剑尖动心，大可与我言明，只要不落入风雷园之手，被你的不记名弟子拿去便也罢。首先，我与那小姑娘并无瓜葛，只是见她天资好，而且与牌坊楼上那块气冲斗牛的匾额互生感应，于是才起了爱才之心。可惜她那把佩剑的材质还不足以撑起4个字的气运，我便顺水推舟，摘下其中2个字放入她的剑中。我与那姑娘的关系到此为止，她也并不是我的不记名弟子。非要严格一点说，这整个小镇就如同我的家，我作为一家之主，若真舍得脸皮去坚守自盗，还会让外人察觉到吗？不过是一部梦中杀人的剑经，需要我齐敬春谋划将近60年才来动手吗？那是我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我之所以来这里拦住你，而对真武山之人放行，其实道理很简单。很多人笑称真武山有2真，真君子和真小人，故而这位剑修与我说了什么，我便可以信他什么。而你不一样，你重伤刘宪阳，坏了他的大道前程，却故意留下他的性命，只是为了防止被我过早的驱逐出境。你这种人，差点忘了，你不是人。齐景春，你莫要欺人太甚！拦下你是为了正阳山好。昨天夜里，那小姑娘差点就要祭出她的本命之物了。而你来自正阳山，与剑气剑意打了1000年的交道，难道还感受不到那股压力？小女娃娃那会儿不过是垂死挣扎罢了，她那点道法神通，齐先生也好意思拿来吓唬人？说完了。齐景春，我再问你一次，一定要拦阻我过去。你若执意要杀那2个孩子，我敢断言，你正阳山承受不起这件事的后果。当真？那个女娃娃真有这么大的来头？当真。所以我劝你还是收了杀人之心，带着你的小主人早日离开这里为好。哼，算那2个小家伙运气好，转告他们一句，以后别跟我碰上。齐先生，陈平安，你这接连的几场架倒是打得惊天地泣鬼神了。先生，你怎么来这儿了？书院的那位老先生不是说你与客人一起去深山里了吗？特地回来一趟，是想跟你说2件事。第一件就是那正阳山的搬山员撤退了，应该很快就会离开小镇。老人这就要跑了？他会从小镇东门走吗？你先别想着去拦他，听我把话说完。还有一件事，就是刘宪阳活下来了。啊，真的吗？先生，刘宪阳是不是不会死了？有人出手相助，刘宪阳性命无忧。不过坏消息是，他的身体遭受重创，以后未必能够像以前那样行动自如了。能活下来，是的。陈平安，太好了。陈平安，你怎么了？齐先生，他怎么了？陈平安先前被云霞山的蔡金简一指开窍，强行打烂心神门户，其实精气神一直在外泄。而这时刘宪阳恰好出事，他便只能拼了命的激发潜力，这就是所谓的破罐子破摔吧。所以他原本还有半年的寿命，如今最多只剩10天了。齐先生，你只需要告诉我怎么救陈平安。我曾评价这姑娘像是一柄无鞘之剑，一心向道，最是容易伤旁人心神。他对于并肩作战的陈平安肯定是有感情的。然而在听闻这种噩耗之后，他并没有经历一个惊慌、悲伤，甚至是同情的过程，而是直接跳到了如何救人这个结果。这份纯澈道心世间少有，果然是个可造之材。齐先生，你倒是说话呀！不过事先说好啊，我觉得那个什么杨家铺子的老掌柜救死扶伤的本事不咋地啊。倒是陈平安说过，他认识铺子里另外一个姓杨的老人，给过他好几个药方，挺厉害的。杨家铺子的杨老头吗？他确实是个不简单的人。那我现在是先带着陈平安去杨家铺子养伤，还是先去刘宪阳那边看看情况？如今都可以了。我觉得
陈平安肯定希望睁开第一眼就能看到刘宪阳吧？所以我还是先去阮氏那边好了。那我陪你们走一段路程。儿子，过完了年是不是就变成大人了？爹，我虚岁5岁，是大人了。那以后爹不在了，娘亲就要交给你照顾了，能不能做到？能。来，拉钩。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嘿，爹，糖葫芦好吃，你出去干活回来，能不能帮我买一串呀？小的啦，我喜欢吃小的，小的好吃。好。儿子，爹走了。在杨爷爷教了我怎么采药，我只要找到那几样药材放在箩筐里带回去，就能拿药给娘亲治病了。这些药材不能淋雨，娘亲还饿着肚子，我必须快点回去啊！爷爷，你好厉害呀，居然一步就跨过了那么宽的小溪，你是不是天上的神仙呀？这样吧，小平安，你回去之后帮我做一杆烟，我就专门教你一门爬山不累的小法子，好不好？好嘞，娘，好些美，好多了，娘一点都不疼了。娘亲，看来求菩萨是有用的。我儿子真是天底下最乖、最好的孩子了。娘，我刚刚回来的时候，外面下雪了，再过几天就过年了，我们一起贴春联和门神，好不好？好。平安，你出去看雪吧，娘想一个人歇息一会儿。娘亲好好休息。岁岁平，岁岁安，岁岁平安。我家小平安，岁岁平安，年年岁岁，岁岁年年平。倘若雨势再蔓延，你再看你亲眼，娘亲，你怎么了？娘，你睁开眼看看呀！你好不要走，我就想回一个人。从那一天起，陈平安终于从一个孩子变成了一个少年，只是他的身边再也没有了可以依靠的人。齐先生，你方才说陈平安的寿命只剩下10天了，你还没有告诉我该怎么救他。修行一事乃是这世间最为逆天而行之事，所以若陈平安能练好那本撼山谱，未必没有活命的机会。他目前应该还停留在走桩的阶段吧，之后的站桩可滋养体魄，睡桩可壮大神魂，若是他运气好，说不定还可以更为长寿。等他醒来，你就帮我告诉他，以后练拳的时候，就算不追求其他，只为活命，也一定要下苦功夫。好，多谢先生指点。我就送到这儿吧，剩下的路需要靠你们自己走了。那齐先生，我们就先走了。这块斩龙台，你既然已经借给了那姓宁的丫头，我便依照她的意愿，一块送去给阮氏铸剑，另一块就留给陈平安吧。郑大风，你师兄呢？师兄上回不是卖鱼卖错人了，平白又让那大隋皇子得了好处嘛，所以这几天他都有点郁闷。再加上昨个他家房顶又让正阳山那老畜生踩了一个大窟窿，于是嫂子带着一双孩子回娘家了，留他一个人在家里修房顶呢。你去跟他说，最近这几天不必来药铺了，去对付那个人吧。师傅，你说的是那位新来的官老爷宋长敬？若我算的不错，他这几日恐怕就要离开小镇了。杨老，刚刚有一名姑娘带着陈平安来了药铺，说是要找你求药。陈平安？我去看看。
张大风，你也别杵在这儿了，赶紧滚，找你师兄去。哎，好嘞，师傅。杨老先生，你快看看陈平安吧，应当是止痛药的药效过了，他半路上醒过来，痛的没办法，我只有先带他过来找你。杨爷爷，疼啊！我该疼你也得归我受着。早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越是命贱福薄，就越要惜命惜福。可你呢，稍稍遇到一点挫折，被人记记，就要死要活的。你要是真这么不怕死，当初怎么不跟着你娘亲一起走？岂不是更省事儿去？我看你姚师傅说的对呀，你陈平安就是个活不长久的，哪怕教了你好手艺真功夫，也是浪费，一样子要早早的丢到土里去。杨老头怎么是这副德行？他不该是慈眉善目、成天笑眯眯的吗？怎么这般尖酸刻薄？小姑娘，心里偷偷骂我呢。没有，陈平安，李姑娘，不要扶我。好嘛，如今你这身体终于符合你那落魄户的身份了。刘宪阳是什么好命，你又是什么贱命？这么多年，你心里没个数？他死一次，差不多够你死10次了，还用得着你去救他，给他报仇？杨老先生，你能不能先帮陈平安止痛啊？他是你男人呢，这么心疼他？罢了，我就再帮你这次吧。他刚刚明明痛得快要撑不住了，现在却睡得这么香，这老头可真是神通广大，果然不是什么普通人。杨老先生，难道说您才是陈平安修行的领路人？这就算修行了吗？怎么，如今外面的天地又多出了一位有资格立教称祖的家伙？不至于吧？天上那几位可不是吃素的，怕是不会允许外人来分一杯羹吧？前辈，您在说些什么呀？我看你应该是修行的世家弟子啊，你的长辈就没告诉过你那些老古董的陈年旧账？没有，我祖父那一辈人走得早，我爹娘又不爱说其他几座天下的故事，生怕我离家出走，所以我确实不是很了解。小姑娘，若我猜的没错，在你的家乡有一道城墙吧？果然你是出自道玄山，凡是斩杀了飞升境大妖的修士，都可以在道玄山的剑气长城上刻字。如今那城墙上刻了几个字了？18个字。都已经18个字了呀！道法浩然西天，这6字之后还多了哪些？雷池种地4个字，剑气长存又是4个字，还有齐陈董。小姑娘，还有一个字呢，被你吃了。刻了最后那个字的人，算了，我才懒得提他。不过老先生，您为何如此了解我家乡那边的情况？很久以前，有位外来剑修来到这个小镇，他有个写游记的习惯，所以记下了一路的风土人情。最后这位剑修死在了咱们小镇附近，我就把那本厚厚的游记拿回来了，没事的时候翻一翻。真的假的？信不信由你。他怎么了？小死。什么意思啊？人睡即为小死。睡觉就睡觉，有必要用这么稀奇古怪的词？小姑娘，我问你，当一个人在心中默念的时候，所谓的心声到底是何人之声？心声？你看看人家，靠着那么几句话的点拨就能一举破境，你呢，屁本事没有，还喜欢犟？你跟谁犟呢？老天爷打盹多少年了，你看他乐意搭理你这么个家伙吗？唉，算了算了，这么多年过去，老夫我挑来挑去，找了那么多人，不曾想反倒是这个最不抱希望的一个人。哼，命最硬。陈平安，你可不要让老夫失望。都这么久了，袁爷爷为什么还没有回来呀？或许是被其他的事情绊住了脚，他们这些长辈啊，总是有很多事情要忙。小妹妹，你这只葫芦会不会在某些时候自己发出声响？哎，我不知道哎，这葫芦是班禅哥哥送给我的，就是我旁边这位宋哥哥。在下宋吉新，你就是陈队姑娘吧？这个葫芦是我小时候收集来的，每逢雷雨天气，确实会嗡嗡作响。果然是养剑壶。什么叫养剑壶啊？我知道，我们家就有3只养剑葫芦，我爷爷有一只灰不溜秋的，丑死了。太白风流爷爷的那只最可爱，小小的，
会嗖嗖嗖飞出几十把小飞剑，还有一只在苏姐姐那儿，不大不小，紫金颜色。可惜苏姐姐平时不太愿意拿出来，我求了好多次才摸一下，然后葫芦就被苏姐姐藏起来了。小丫头，你可不好埋怨你家苏姐姐。紫金养剑壶，在养剑葫芦里十分稀少罕见，可以排入前3甲。估计整座东宝平州也就她手里那么一只。而且紫金葫芦相比其他养剑壶，虽然养剑极优，但缺点是太脆，很容易被利器磕破。那我这只呢？也很珍贵就是了。这么贵吗？大只哥哥，你要收回去吗？自然不会啦。别说是这只小葫芦，就算我手上还有其他宝物，我也愿意一并送给你啊！还有，以后记得叫我吉星哥哥。番茄哥哥最好了。是吉星哥哥。可是吉星不就是收集柴火的意思吗？叫我吉星哥哥。好的，番茄哥哥。回泥平巷收拾收拾，准备离开这里。得了，这就叫背井离乡喽。番茄哥哥，什么叫背井离乡啊？是背着一口水井离开家乡吗？就是背着一口水井离开家乡，对吗？也差不多了。走，我先把你送回李家，这才叫做有始有终。叔叔，为何这么着急离开？临时收到个消息，外边有点事情需要我亲自解决。我们现在直接乘马车去泥平巷，收拾完东西就走。从今往后，大黎王朝恐怕要彻底失去这座小镇的掌控权了。对了，你不去和陈平安道一声别？关山远在小镇里闹出这么大的动静，那家伙能不能活下来还不好说，万一只等到一具尸体，多恶心。他陈平安没爹没娘的，如今连好朋友也死翘翘了，大概也就只能由我这个邻居来给他处理后事了吧。有一些道理。那个正阳山的小女孩提到过一个人，叫做马苦玄，是杏花巷，跟我差不多的岁数，好像他用了一袋子供养钱，把陈平安的藏身之地卖给了正阳山。知不知道这家伙到底什么来历？以前我只听说他是个傻子，没想到隐藏的这么深。之前在祁隆巷有位大隋皇子遭到刺杀，我记得和你说过这事儿吧？说过。那刺客与马苦玄有关？没错，那名刑徒出身的刺客此前一直潜伏在宋家，这些年他一直在私底下和马苦玄接触，有可能是师徒关系。我之前本想将他找来询问，可惜真武山横插一脚，将那小子收为了徒弟，我便只能将这件事情暂时搁置。毕竟大黎军队当中有很多真武山的弟子，而且官位都不低，我不想为了这么一件小事情去得罪他们。叔叔，你也有说只能的时候。谁让本王还有个狗屁大黎藩王的身份？杏花巷的一个傻子都有如此复杂的身份，叔叔就没有怀疑过那陈平安真的只是陈平安吗？在让你搬去泥平巷之前，衙署早就已经彻底查过了，陈平安他祖宗18代的脉络都很清晰，没有任何问题，跟富贵权势4个字更是沾不了边儿。可刚刚那名叫陈队的外乡女子似乎对陈平安很感兴趣。陈队？本王已经大致猜出他的身份了，你放心吧，他那一支陈氏跟陈平安祖上留在小镇的这一支没有半点渊源，勉强扯得上关系的是他那个远房亲戚陈松风所在的龙尾郡陈氏。不过你想一想，几百年没联系的亲戚，那能叫亲戚吗？再者说，小镇的陈氏已经落魄到只剩下一些奴仆丫鬟。所谓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他陈平安跟这些人根本攀不上关系的。那祖宗18代之前呢，就没有出现过一个精彩绝艳的大人物吗？怎么，你是希望陈平安的身世特殊一些？如果他跟寻常人不一样，我心里也会好受一些。他到底怎么欺负你，能让你有如此深意？以我对那小子的了解，他不像是个小地方的人，眼界兴许不高，但绝对不傻。在这里，好人会好到赤子之心淳朴善良，坏人则会坏到头顶生疮脚下流脓。至于另外一些人，则会蠢到无可救药，甚至是又蠢又坏。那陈平安属于哪一种？哪一种都不算，就是个真傻子罢了，所以我才觉得憋。杨老头干啥呢？防贼呢你好歹是我家汉子的师傅，怎么净做这些缺德事儿啊？李二做的好好的药铺伙计，你凭啥让他卷铺盖滚蛋？杨家铺子是你开的呀？说完了就回家叫春去。你男人又不是死了，不过出去几天就这么要死要活的。这老
老不死的东西，你还好意思提回家？昨天咱们家屋顶塌了，连缝缝补补的钱都拿不出来，害得我只好带着一对儿女回娘家去，受尽了欺负。要不是李二被你赶出了铺子，我们一家4口人会这么惨？丫头，你赶紧掏出棺材本来，给咱俩修房子，不然今天跟你没完！师傅，李二按照您老的吩咐去对付那个人了呀，一时半会儿回不来的。哎呦喂呀，老不死的东西呀，喜欢发挥呀，连自己的徒弟媳妇儿都不放过呀！我的天啊！哎呀，你撒你的不打你的盹儿，我呀可不着急，我去找个板凳坐下，抽口烟喽。呸！老不死东西，就你这德行，死后都没有人给你收尸。走，散开！看什么看？有啥好看的？当心辣眼睛！前面那人干嘛拦在路中央？哈，我认得他，他叫李二，是小镇上最窝囊的男人。窝囊？宋吉新呀，也怕是看走眼。领车，我下去看看，你们在马车上待着。李二是吧？真没想到啊，小镇中还藏着你这么一号人。看来我大黎的碟子真的是不吃饭光吃屎啊！既然没有一见面就开打，那我还是先问问你到底想做什么。宋长敬，只要和我打过之后你还能活下来，自然就会知道我来找你是干什么的。打架我当然奉陪，只是车辆上还有孩子，能否让他们先走？可以，马车先行，只管往前。此人境界比起我指望的低，但差距不大，真是一块送上门来的魔道石。若是能打败他，我的武道境界岂不是又能前进一步？今日是死是活，能否破境，全在此一战。杨爷爷，这么多年，谢谢你。谢我？如果没有记错，我可从来没白白帮过你，哪次缺了报酬啊？您确实从我这里拿了不少报酬。可我知道，之前娘亲的那些药，你也都是以很低的价格卖给我的。还有，你当年传授给我的那套呼吸法子，保我无病无灾了这么多年，哪里是一根自制的烟杆就能换的？别人施舍一点小恩小惠，就恨不得把他当作救苦救难的菩萨，非要去知恩图报，还美其名曰是为知己者死。哼，真是一群忘本的王八蛋，当初就不该让他们从阳台里爬出来啊！我不是在说你哦，那个山崖书院齐敬春拜见杨老先生。你来这儿的第一天，我就知道是个不得志的。不过这么多年处下来，我没听到你半句牢骚，这也是怪事儿。你齐敬春可不是个委曲求全的人物，所以这次你失心疯一样的想要逆天而行，外面估计都有些懵，我倒是半点不奇怪。牢骚其实也是有的，只是没有说出口而已。平安，你过来，我有东西要送给你。好，方才回叔叔无事，又刻了2方私章，一隶书一小篆，分别刻着2幅山水图，我将之起名为山水印，都一起装在这白布袋子里，你且收好。多谢先生。以后看到心仪字画，例如一些气象不俗的山河形势图，可以拿出印章往上一压。哦，好的。杨老先生，在下告辞。告辞。小子，咋像根木头一样杵在地上？白拿人家的东西就想着回被窝里偷着乐了？不知道送齐先生吗？还愣着！齐先生，我送你回叔叔。平安，我最后再告诉你一句话，你需要记好，以后或许会有大用。先生请讲。君子可期以其方。我记住了，可这话是什么意思啊？你以后自会知晓。天色太晚了，你回去吧。好，先生再见。杨爷爷，您还不休息吗？人老了，睡不着。哎，对了，齐敬春最后跟你说什么了没有？先生说了一句话，叫“君子可期以其方”。哎，文庙里那帮老头子
脑子真是坏了吧？这摆明了是有人在针对山崖书院和齐景春，他们还一直袖手旁观，真当自己是泥塑木雕一样的死东西了。杨爷爷，你在说什么？没什么。那齐景春要逆天行事，就由着他去好了。杨老前辈，陈平安他怎么咋地？还怕陈平安在你睡着的时候揩油啊？放心，我帮你盯着他。那小子只有贼心，没有贼胆儿。没有，宁姑娘，你别听杨爷爷瞎说，我连贼心都没有。啊，原来你早就醒了，亏我还在担心你。谁稀罕你的贼心啊？真是气死我了！啊，不生气，我宁瑶大人有大量。宁姑娘，你相信我就好。陈平安呐，陈平安，你小子是真的七窍通了六窍，一窍不通啊！就你这样能娶到媳妇儿才怪呢。行了，外面雨也停了，你们也赶紧走吧。回头拿一袋子供养钱来，就算是付清你们的药费了。要一整袋钱？杨家铺子什么药材啊，这么贵？人快要饿死的时候，自然是一个馒头也很值钱哦。你这是趁火打劫。我趁火打劫？漫天药劲什么的都是低劣伤骨的勾当，我不会做。但我这边的规矩也是说一不二的，就这一口价，你们爱买不买？宁姑娘，算了，你不用为我出头。杨爷爷虽然嘴上坏了点，但是他说的都是实话。他说我们俩的伤值一袋供养钱，那就是一袋，反正我也给得起。你愿意给就给吧，我才懒得。得了，你俩别跟我这眉来眼去的，也不害臊，赶紧走吧。什么？我跟他眉来眼去？宁姑娘啊，好的，杨爷爷，我改天就把钱给您。我们先走了，宁姑娘，我们走。那个，我们刚才可没有眉来眼去，对吧？对，绝对没有。我们接下来去哪？去铁匠铺子那边看看刘宪阳吧。在那之前还可以顺便去小溪边找找宁姑娘你掉了的刀。那就带路。好。啊，你身体真没事了？没什么大问题，但是除了练拳以外，我接下来的每一天都得跟你一样煎药吃。杨爷爷说，如果效果不好，可能还得再花钱。你真信啊？当然啊，杨爷爷就这样，不爱跟人讲人情，但是做事情很公道。公道？人人心中有杆秤，他凭什么觉得自己公道了？就凭年纪大呀？可我也没觉得花出去一袋子铜钱就是冤大头了呀。哼，这句话如果等你在外面混够10年，还能拍着胸脯重复一遍，就算你赢。那到时候再说。不过我确实能感受到那个老头很不简单。我以前只觉得杨爷爷人很好，现在才知道他原来是个深藏不露的高手。宁姑娘，他应该也算是修行中人吧？有些像，但其实不一样。不过对你来说没什么区别。陈平安，你们回来啦！阮姑娘，我听齐先生说刘宪阳没事了，是真的吗？真的，他已经醒过来了。杨家铺子的掌柜见过之后，说是阎王爷开恩放了刘宪阳一马，才能捡回这条性命。我怕你着急，就想着第一时间跟你说，可我爹不让我过廊桥，所以我只能在这边等你。多谢阮姑娘。不要，举手之劳罢了。对了，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我爹说刘宪阳现在受了伤，需要有人顶替他的活计，挖井盖房都需要人手，所以就想让你去铁匠铺帮忙。虽然是临时的，不知道你……我愿意。那就好。我们还是先去看看刘宪阳吧。好。师傅，师兄回来了，还带了个天大的好消息啊！哦，李二回来了。是师傅，我回来了。什么好消息？宋长靖答应了我的条件。是。那倒还挺顺利。他的本事如何？不错。你都这么说了，那就是很厉害了。小镇中的事情办得差不多了，大凤你也别留在这看门了，带着傅南华一块去老龙城吧。啊，师傅，为什么突然赶我走啊？难道是因为这方天地真要塌了吗？那师傅您怎么办？叫你去就去，记住，在小镇外面死也不许泄露自己的真实身份。是师傅，保重身体。徒弟先走了。
师傅，你对师弟也有些太不近人情了。他虽然整天没个正形，但对师傅你可是大心眼的好。说实话，这一点我就比不上他。那又如何？都是无根浮萍，死在哪儿都一样。师弟这趟离开小镇呢，肯定走得不舒坦。对啊，师傅，我听师弟说你将那个马苦玄收为徒弟了，为什么不收陈平安呢？我不喜欢姓马的那个小子。所以你就擅作主张，想将那条金色鲤鱼卖给陈平安？咋啦？我乐意，师傅不也挺喜欢那孩子的吗？结果呢？那只鱼篓和金色鲤鱼都送到陈平安手上了吗？还不是平白让大隋的那个小皇子捡去了便宜。你要真觉得那些宝贝烫手，还不如留给你的儿子女儿。再不济，送给你师弟也行啊。陈平安那孩子自幼被他爹打碎了本命词，在小镇上不会有什么好运气，机缘太大，可是会害死他的。你信不信？如果当时你成功送出了龙王篓和金鲤鱼，不出3天，他陈平安必然会暴毙在小镇的某处。陈平安没了本命词的约束，虽然留不住气运，但反过来讲也有好处啊。他就像暗室中的一盏灯火，吸引着无数机缘靠近。在这期间，那可怜孩子捞到一件东西，不是挺正常的事情吗？只要是在小镇上，陈平安就是一条两手空空的贱命，他能活下来已经相当不容易了。那些机缘就算送到他手上，也只能是他的催命符。这孩子呀，也太难。算了，不提这个。师傅，有个事儿啊，我一直想向您老人家请教啊。说。您曾经说过啊，一个师门想要薪火相传，至少需要有3名弟子，其中一个能大用，可以光大师门，在师傅死后能挑起大梁镇住场子；一个需香火，看上去本事不如前者，但胜在有韧性，就算天塌下来也能保证师门香火不断；最后一个必须有意思，天赋根骨什么都好，而师傅也不会拿规矩来约束他，甚至不用他太过感恩师门。所以在咱们师门中，我、师弟还有马苦玄，咱仨分别是哪个呀？谁告诉你这么多年我只收了你们3个徒弟了？师傅，忘了这茬了。以往负责坐镇此方天地的圣人，往往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查看那4件老祖宗留下的压圣之物，第2件事情就是来我这边大声招呼。但哪怕是这些个圣人，其中绝大多数人也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所以这齐景春为何突然深夜造访，是因为他自己琢磨出了余味儿，还是什么？还是他要以一人之力与上边抗衡，帮小镇的这几千人换取一丝生机？不过这种情况可能性太小，后果也太大，无法想象。我希望不是，也应该不是。无论如何，总之李二你也别留在这儿了，带上你家那个泼妇离开这座小镇吧。在东宝平州，你这辈子都没有希望破镜。宋长靖是个小心眼儿，你今日跟他这么一斗，日后定会一直被他压着境界。就算你不嫌恶心，我这个当师傅的想起来都嫌恶心。还有，既然我与齐景春做了交易，让你那一双儿女有资格去山崖书院求学，这等千载难逢的机会，你也千万别错过了。若是真舍不得他们，你就只挑一个孩子送去也行啊。师傅，要是我媳妇儿非要2个娃都带走，我咋办呢？什么你咋办？你这到底谁做主？我媳妇儿啊！滚！一家4口都滚，爱咋咋的。师傅，我和师弟都走了，您老人家呢？还能如何？等死而已。师傅，我觉得马苦玄带不走廊桥下的那件东西。他要是带不走，那就真的谁也带不走喽。既然马上要出去了，是时候告诉你真相了。叔叔请说。其实这座小镇的真正名字叫做李柱洞天，它是全天下36小洞天之一，面积并不大，不过方圆1000里而已。至于那道门，你们穿过门后，再沿着云梯一直向下，约莫走30里路，就可以踩在我大黎的疆土之上了。那时你再回头看看高空，应当就能想明白一件事情了。
什么事？那就是这座离珠洞天其实是高悬于大理天空的一粒珠子。你再看看西边那座山，那山叫做披云山，以后可能会被大理敕封为5岳之外的10大正山之一。按照祖辈留下的老规矩，会出现一位被载入谱牒的山神，塑造金身神像，堂堂正正的享受人间烟火，为大理镇压一地气运。另外，大理地处偏远，民风彪悍，崇尚武道，武夫其实一点都不值钱，倒是那些文绉绉的炼器士属于凤毛麟角，所以每年出世几个都会被历任的大理皇帝当作菩萨一般供奉了起来。叔叔，如果我一心一意的习武，也能拥有叔叔你如今的高度吗？你呀，若是习武撑死了到第8境，没有前途，还是乖乖当个炼器士好了，成就肯定更高。为什么？炼器士嘛，是个靠老天赏饭吃的行当，运气最重要。今日在这里赚个机缘，明日在那里捡个法宝，后天不小心遇到个深藏不露的神仙，甚至一时兴起看个风景，说不定都能悟了。做什么都能增长修为。可我们武道中人就大不一样，没有什么捷径可走，只能一步一步的修炼，无趣的很。真龙之气凝结成珠，天下蛟龙之属皆以龙珠为贵，就如同修士的本命元神。宋大人，你在说什么啊？为了廊桥匾额上面写的风生水起4个字，我大理付出的代价之大，外人无法想象。为何要水起？还不是希望蛟龙走江的时候能够畅通无阻。所以本王估计，你出了这座小洞天后，便如同入了江河。除了京城中的国师崔禅，不会再有谁能对你指手画脚了。虽说你和本王那个侄子的命数挂钩，息息相关，荣辱与共，但是你也别太过恃宠而骄，不要让本王有出手。这样吧，看在大理江山和宋吉新的面子上，本王可以破例给你2次找死的机会，刚好应了事不过3这句话。我本来就不是需要一个世人的规矩来约束，到底是谁不讲道理？你们人类的金科玉律、规矩方圆，干我何事？别误会，本王绝不会在小事上苛求，恰恰相反，本王才是你最大的护身符。此话怎讲？跟那汉子打了一架之后，本王与你其实已经是一条船上的盟友了。盟友吗？不错，智龟，将来若是你有资格做出重大决策，便需时刻想起这句话，才有可能做出正确的选择。智龟，3日之内，所有外乡人必须全部撤离小镇，如若不然，后果自负。这是齐先生的声音，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2个赶紧上车，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这里。可是，走。你们瞧，这铁索井水位怎么下降的如此厉害啊？莫不是传说中那条蛟龙把井水都喝光了，就要现身了吧？哎呦，哪有这么玄乎的？是你整天疑神疑鬼的吓自己吧？你们还别说，我刚刚从老槐树那边路过的时候，看见槐枝啊全部枯黄折断了，叶子也黄了，不对劲的很呐。对，还有外边那片荒地上，往常不是老横七竖八躺着许多泥塑木雕神像吗？结果昨夜开始那里就一直传来一些爆竹炸裂般的声音，让人去瞧了瞧，你猜怎么着？怎么着？那波泥菩萨木神仙们竟然不翼而飞了，你说邪乎不邪乎？哟，怪呀，实在是怪！我看这小镇呐要变天喽。陈平安，这位姐姐就是救了刘宪阳的人，跟你一样姓陈，叫陈队，但他不是我们东宝平州人士。至于这位公子，则是陈队姐姐的堂弟，龙尾郡陈氏的嫡长孙，叫做陈松风。听说祖上与你这一支陈氏还有点亲戚关系。谢谢陈姑娘救下刘宪阳，只是他们找我有何事啊？陈姐姐这次是来祭祖的，但她在小镇上打听了一圈，都没有人知道他们家的祖坟到底在哪儿。昨天刘宪阳醒来之后，就说起了你，是小镇如今最熟悉四周山水的人，找你准没错。陈姐姐说，如果你能帮上忙，她可以支付1袋子金铜钱作为报酬。可以。
让陈平安带你去找坟头祭祖没有问题，但你得拿出2袋金晶铜钱，没得商量。他之前受伤严重，不宜长途跋涉，再加上今早齐先生让外乡人速速离开小镇，3日之期可没剩多少。你们要想赶在3日之内找到祖坟，那陈平安可得抓紧时间赶路。他不过是一个凡夫俗子，又受了重伤，1袋钱可是不够的。只要能找到我家祖坟，2袋子钱也无妨。但丑话说前头，万一找不到的话，我1袋子也不会给你，如何？一言为定啊！宁姑娘，这样不太好吧？再给我叨叨叨，我就拿刀砍你了。好吧，那陈姑娘，我先去跟阮师傅请个假，让他允许我现在离开。另外，我要去跟刘县长聊一聊，大概半个时辰后，我们在廊桥会合，怎么样？好，但你最好守时，否则后果自负。没问题。陈平安，那个叫陈队的女人找过你了？等下我就要带他们进山去找祖坟。你真的知道在哪儿吗？我以前跟姚老头进山的时候，曾经在一个坟头上看到了一棵十分古怪的树。姚老头当时说，这座坟里的人也是陈家的，我估计应该就是他。唉，你知道就好。那女人啊不简单，她跟我说明日就会带我离开，去一个据说比咱们东宝平州还要大的地方。虽然我连东宝平州是个啥都不知道。明日这么快吗？你不都休养一阵？本来不必这么干的，但今天齐先生下令，让小镇所有外乡人3日内必须撤离，估计是出了什么事儿吧，所以他们才匆匆准备离开。唉，之前我还在担心，小镇里好歹还有你可以照顾，就算有什么困难，咬咬牙也能撑过去。要是真出了小镇，一路上吃喝拉撒怎么办？难道我要跟他们说，哎，你们谁来给我搭把手？不过后来我又一想，都是死过的人了，还怕这？日子总会是越来越好的。放心吧，姚老头也说过，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带他们进山了，你好好休息，我明天一早再送你。谢谢，小心点啊。我跟你一起去，我信不过那2个姓陈。也行，小心些总归是没错的，只是麻烦宁姑娘了。我们俩的交情不必说这些。干嘛这么盯着我？你是不是喜欢上我了？没有，就是感激。那就好。你就是陈平安吧？啊！你与正阳山那老畜生一战，我可是瞧得清楚。你竟然以一副凡人之躯，敢和上古凶兽叫板，关键是还活了下来，简直就是个奇迹呀！对了，我是风雷园的刘灞桥啊，这2日闲着无事，就想着跟你们进山长长见识。好，几位随我来吧。哎，陈平安，我听说这座廊桥的前身是一座石拱桥，桥底下挂着一根生锈的老剑条，是防止蛟龙走水的。是有这么一种说法。但是我刚刚趴在廊桥上，用手敲了半天也没发现端倪啊！难道此物与我无缘？照理说不可能啊！如我这般剑道天才，那老剑条若真是什么神兵利器，应该会自动跑到我面前来认主啊！哎，难道这老剑条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神乎其技，只是个年岁久一点的老物件而已？那倒是有些可惜了呀。陈姑娘，我们要不要歇息一会儿？不必，继续看。这位公子只是有些气息不稳，只要休息1刻钟，等他缓一缓，是可以跟上我们的。不必了，陈松风，你若是跟不上，只管回小镇便是。还是不拖累几位了。阿乔，你与他们一起去吧。哎，我说这女人到底是什么来的？她这副颐指气使的样子，你能忍住，我可忍不了。老子也不干了，走，送你下山。陈平安，我们走，别理他。陈姑娘，你先走一步，我随后就到。那你快点。陈姑娘，此处可是你的祖坟？不错，就是这里。我要在此祭祀片刻，你们俩下山去等吧。好，宁姑娘，我们走。哎，之前有段路程，你为何故意要绕远路？宁姑娘，连你都看出来了。把连字去掉。我不是与你说过吗？山里有块石崖，上面全是被你们称为斩龙台的黑色石头，怕给他看去了，万一起了歹心怎么办？防人之心不可无，这个道理我还是懂的。守财奴，你是怕他想法子将那些石头搬走，害你两手空空吗？宁姑娘，你这么耿直，朋友一定不多。哎呦，等，宁姑娘手下留情，我不说了。哼，吃野果子不？来的路上我偷偷摘了3个，都藏在袖子里面了。那个陈队应该没瞧见。这个时节的山果能好吃？哎，宁姑娘，这就是你不晓得了。这种果子正是冬天结果，春天成熟的。现在吃刚刚好，而且我保证啊，这果子的滋味真的不赖，一口下去保管你的舌头都能咬掉。更奇怪的是啊，小镇外那么多山，只有这附近长了这种果子。我当年也是跟着姚老头来找一种泥土才偶然发现的。哦，真的这么好吃？
这果子应当也不是什么世俗之物，虽然比不上我见过的那些仙丹，但对于普通人来说，无疑是延年益寿的珍品。唉，早知道我就不吃了。陈平安比我更需要这果子。不好吃，我不要了，你自己吃。哦，那我再吃一个，剩下那个留给刘宪阳。你不留给陈队？非亲非故的，留给他干嘛？若是今天阮秀在这儿，你是不是要给他吃？当然。那如果你手上只有一颗野果，你是给我还是给阮秀？给你。为啥？阮姑娘不在这儿，可宁姑娘你在啊。哼，你知道那是什么树吗？不知道，但我知道它比其他山上的树都要笔直得多。这种树叫做楷树。相传，若是某个家族的陵墓生出这种树，儒家圣人即将出世，且这位圣人必然极其刚直，一身浩然正气，在你们这座天下将会受到格外青睐。哦，听不太懂。你就不羡慕为什么这棵楷树没有长在自家先祖的坟头？不羡慕，只要我清明节的时候能去给爹娘上香，我就很满足。唉，傻子。什么时候从这里出发？哦，你说他们呀，天没亮就走了，现在估计已经到小镇外几十里了吧？什么？我知道了，谢谢啊。刘宪阳，不是说好了天亮之后再走的吗？我还没跟你道别呢，我还没给你东西呢。你这个说话不算数的家伙，你一定要平平安安的活着，不然我跟你没完。把披云山放回去。我不放又如何？放肆！西季川，我家小姐已经顺利出了小镇，你现在不过是泥菩萨过江，你以为我老爷害怕你吗？执迷不悟。要是换作60年前的我，出去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一脚踏平正阳山，把披云山放下，赶紧给我滚！谢先生开恩。这副字帖你们要妥善保管，仔细临摹。是。好了，下课了，都回家吧。是，先生。师兄，可还记得我们去山崖书院之前，先生留给你的临别赠言？学不可以以轻取之于蓝而轻于蓝。不错，先生对你是何等器重，希望你能青出于蓝。可你为何偏偏要在此地啊？不撞南墙不回头啊！为何你要为了这一座小镇，为了区区5、6千人，舍弃100年修为和1000年大道不要啊？不是寻常的读书人也就罢了，可你是齐景春呐，是先生最为得意、最有望立教成祖的读书人呐。离珠洞天破碎之时，虽然不会当场死人，但是小镇所有人都会失去来生。这6000余人都被用来承受天威浩荡的替死鬼，有可能生生世世堕入西方佛国的恶鬼道，永世不得超脱。而兵家修士阮琼作为离珠洞天最后一位坐镇四方的圣人，他到时候的职责可不是守护小镇百姓的安危，而是不让任何一人逃脱这份天道责罚。我怎么能眼看着这些无辜之人受此劫难？你也不能不为自己打算呐。事已至此，我意已决，那几个孩子就托付给你送往山崖书院了。罢了，师兄，保重。齐景春，造次！小镇3000年积累而成的天道反扑，我齐景春一肩挑之。也身为我儒家门生，理应知道天道无私。你对离珠洞天生出恻隐之心，情有可原。若是此时回心转意，尚有余地。与这书呆子废什么话？想要做出顶天立地的壮举，得先问过我的拳头，答不答应？阿弥陀佛，齐施主，一念静心，顿超佛地。斩龙1役之后，由4位圣人订立下的规矩，小镇得以享受3000年大气运，一直风平浪静。可如今，天道要镇压此方天地，要置这数千人于死地，要来便是了。无非是换成我齐景春一人，来替小镇百姓承受这一场劫难。天道和规矩未曾落在空处，诸位
又为何阻拦？姓齐的，你是真的不知道缘由，还是装疯卖傻？诸位可知，天道的碾压势如破竹，虽然不会当场死人，但小镇的6000人都会丧失来生。作为承受天威浩荡的替死鬼，坠入西方佛国的恶鬼道，永世不得超生。那是他们应当承受的。你这小小儒士违逆大道，不自量力，牺牲无辜之人，这就是天道吗？放肆！胆敢违逆天命，看剑！是。春风得意。是小打小闹也差不多了。齐景春，本座最后问你一句，你确定要执意下去吗？是。不后悔？不悔。好，看拳！一道蕴藏着浩大天威的金色拳头从云海窟窿之中一次次敲打撞击齐景春那尊法相。齐景春空闲的右手高高举起，接下那一拳，却在下一秒被砸得法相猛然下坠100丈，但他仍不认输。再来！再来！再来！我曾拥有几粒宇宙。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看来你还是执迷不悟。好，老夫今日就替天行道，受死吧！烈星随旋，日月地照，40代月，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阳以成。若天道不公，我便走自己的道。哼，春风已至，不见景春。这回清静了。天下有我齐景春，天下快哉，我亦快哉。看，几经春风，送出一程后云霄。小洞天之内，独坐在书案之前的青山儒士已是满头白发，七窍流血，他的魂魄更是完全破碎，但他竟然还在笑着，带着快意至极的神色，溘然而逝。天怎么突然黑了？难道和齐先生有关？齐先生既然是这座天地的主人，应该和他有关吧？之前宋吉星跟我说，齐先生原本是打算跟着赵瑶一起离开小镇的，为什么最后不走了？这些圣人的心思就像一条龙脉，绵延千万里，我可猜不到，也懒得猜。颜念君子，温其如玉。我到现在其实都不怎么明白，齐先生为何要将这枚簪子送给我。你怎么不把这簪子带上？人家既然愿意送给你，自然是希望你物尽其用。宁姑娘，就别站在门口了，快进屋吧。好。你这根簪子我仔细检查过了，的确是普通簪子，没有暗藏玄机，弄个什么小洞天在里面。小洞天？那是什么？这天底下的洞天分为2种，
一种是我们身处的这座离珠洞天，属于10个大洞天、36个小洞天之一。这些洞天各有千秋，但大都面积广袤。传说道祖拥有一座莲花洞天，其中一张荷叶的页面就比你们大黎王朝的京城还要大。不可能吧？其实我也不信，所以将来我会亲眼去看，回来告诉你真假。这么稀奇古怪的地方，不是谁都能进吧？你当我是谁？明姑娘，你继续说洞天的事吧。洞天中灵气充沛，贯通天地，炼气士在其中修行，事半功倍，是名副其实的仙家府邸。所以那些大洞天早就被三教百家里的佼佼者瓜分殆尽。至于这36个小洞天，则都是些藏藏掖掖的秘境，供人探幽寻宝。其中桃源洞天的风景最好，罡峰洞天最为险峻。至于离珠洞天嘛，我们这儿怎么样？你们这最小，就这么大点的弹丸之地，不值一提。那也没有关系，我在这个弹丸之地遇见了齐先生、杨爷爷、刘宪阳、顾灿，当然还有你，宁姑娘。少跟我套近乎。至于我说这3字里可能有的洞天，是指一种收纳物品的小洞天。所谓方寸之间可容天地。我娘以前最值钱的嫁妆之一就是一枚玉镯子，里面的洞天差不多跟这屋子一般大。这么小啊？你看人家道祖的莲叶就有一座城池那么大。陈平安，你找死呢你！对不起，宁姑娘，我开个玩笑，你别丢我吃点食啊！算了，不吓唬你了。其实我来是想说，我就是想问问你以后有什么打算嘛？帮阮师傅做完那些力气活之后，我想自己进山烧炭，还可以顺便采药卖给杨家铺子。那你得罪了正阳山的班山元、清风城的许家夫人、截江真君刘志茂，以及蔡金简的云霞山、福南华的老龙城，该怎么办？万一人家来找你麻烦，你往哪里逃啊？我还没想好。所以你就该听陆道长的话，给我厚着脸皮好好的赖在铁匠铺。这样会不会给阮师傅惹来麻烦呀？一位主持小洞天运转的圣人，还会怕这点麻烦？那我回头问问阮师傅，先把所有事情告诉他，看他还愿不愿意收我做长期学徒。陈平安，你记着，在小镇里没有什么是一代金晶铜钱解决不了，如果有，那就2代。可我心疼呀！怎么，你送东西给刘宪阳的时候就不心疼了？那是2回事，不能比。以后要是哪个女人不幸做了你的媳妇儿，估计她每天都恨不得一巴掌打死你。真要是有了媳妇儿，又是另外一回事。我可不傻，不会让媳妇儿受委屈的。是吗？当然，要是我媳妇儿受了委屈，别说是正阳山老袁，就是你说那什么道祖，我也要去砍死他。不管能不能去砍死，先砍了再说。你为什么？你平时不是一副烂好人的脾气吗？在这种事情上当真如此硬气？爹这辈子只跟人打过1次架，就是因为有人骂了我娘。我爹打架回来的时候被我娘埋怨了很久，但我爹私下跟我说，打不打得过是一回事，但打不打又是另外一回事。男人不护着自己的媳妇儿娶进门做什么呀？算了，跟你说不清楚，我先走了，回铺子。我送你到泥坪巷口子上。不用了。陈平安，我还有事情，就先走了，是真的走了。离开这座离珠洞天，你以后不必刻意来找我。若是有缘，我们自会再见。你必须记着，每天给我好好练拳。按杨老头和齐先生的话，把精气神养足，活得长一点，然后再去外面闯一闯。这样你就会知道，你以前的许多想法，在我看来是多么的好笑。就说这么多吧，再见。哦，对了，这剑鞘暂时放我这儿，以后会还给你的。我这是梦游了吗？怎么到这儿来了？莫要再前进了，跪下吧，跪下便可红。世人皆要会天地，君上军师，你这一跪又有何？还能换来一个大道？直接本身安稳。安师傅在府前一直去睡地下会，还不阻止，还不速速下跪！陈平安，快快停步！既不要前行，也不要转身，更不可下跪。你只需在原地坚持一炷香便可。
你一介凡人之躯，能够承载多少斤两的天机气运？也不可逆天行事。这是杨爷爷的声音，不可前行，也不可能下跪。我到底该怎么办？陈平安，不妨站直，往前走几步试试看。齐先生，是你吗？是我。去吧，往廊桥中央去，他在等着你。等我？谁在等我？这廊桥下的东西本是马苦玄应该得到的机缘，你小子速速滚出去！胆敢再往前一步，定叫你挫骨扬灰！这就是一滩扶不起的烂泥，早就该上火决断！也敢垂涎神物，厚颜无耻！就把回小镇，把机缘留给你的朋友吧。这廊桥下的东西本是换来你们这些凡人的安稳，你小子速速，你们可以安心做个富家翁，娶妻生子，不是更好吗？便是马苦玄拿不到，也应该落入了这些胚子孽妖之手。你又算个什么东西？都给我闭嘴！齐先生，你是要走了吗？要走了。外面有太多人都希望我死，也由不得我自己做选择。那我们现在是要去见谁？不是我们，是你。你要见的大概称得上一位老人吧。陈平安，大道就在脚下，走。事不过三，点到即止。我知青山江河的情，为人无人知我。真的是那座灵官神像脚下的斩龙台，可是怎么只剩一半了？宁姑娘说，斩龙台异常牢固，只有大剑仙用仙剑才劈得开。这块石头被切得这么齐整干净，到底是谁劈的呀？而且他是怎么到我院子里来的呀？难道石头成精了？喂，石头，你能说话不？或者能听懂我说话不？看来是被刚才那个梦给弄糊涂了，我居然对着一块石头说话。算了，管他是谁给劈的呢，还是拿去送给宁姑娘吧，她肯定用得着。昨天大白天的天就黑了，真不知道见了什么鬼。还说呢，更见鬼的是铁索井彻底干了。前几天水位下降，我就觉得不对，可怎么也没想到就干了呢。以后挑水可麻烦了。说到那口井，井边上的铁链都被人偷了，也不知道是哪个不怕死。井水干了，铁链没了，可怎么也没见龙出来呀？龙去哪儿了呀？你还真信啊？锁龙井就有龙？被前段时间那个说书先生洗脑了吧？这世上怎么可能有龙？唉，反正最近怪事多得很，连那棵老槐树都突然倒了。你还别说，那树那么老了，估计拿回来当柴火也不错。我先去捡树枝了啊。哎呦，你们这些天杀的后生哟！那老槐树可是有灵性的，别的不说，收成不好的时候，那槐花槐米的养活了多少人呐！作孽哟！老槐树倒了，也不知道那能救命的槐叶还有没有。去晚了，怕是真的被捡光了。可是这斩龙台，李宝平，你等等。哎，陈平安是你呀？哎，对，你叫我干嘛？你扛着的这节树枝是从老槐树那儿捡来的吧？对呀，那边有好多人都在捡树枝呢。我力气小，只能搬得动这么大的。不跑快点，争取多搬几趟的话，就要被人给抢光了。你家住在福禄街那边，离老槐树太远了，跑这么一趟得花上不少时间吧？是啊，所以你就不要拦着我说话了。其实我还有个更好的点子。哎，什么点子？你快说。你要是信得过我的话，就可以先把这个树枝放在我家。我家就在泥坪巷，离老槐树很近，这样你就可以多跑几趟。可以是可以，不过你肯定不会让我白占便宜吧？你需要我帮你做什么？事情说好啊，我可扛不动太大的树枝，很沉的，我现在的肩膀就快要被磨得着火了。我不要树枝啊，只是想让你在那棵树的附近看看，如果有绿色的槐叶，你就帮我收起来，记得要绿色的啊，变黄的不要。就这样吗？对，就这么一件事儿。你知道我家在哪儿吗？以前去过，从泥坪向左手数起，第12个宅子。没错，这是我家的钥匙，你待会儿拿着开门吧。我记得你家的院墙不高的，我稍微垫一下脚就可以把树枝丢进去，不用开门的。那好，你去忙吧，我去一趟阮家铁铺，等会儿就回来，到时候你来找我。一言为定。这是怎么一回事？廊桥怎么又变成了石拱桥？
陈偏，你怎么来了呀？啊，我来找宁姑娘，她在吗？啊，你不知道吗？宁姑娘走了。什么？走了？对啊，天黑之后，她突然接到一封飞剑传书，说是她的家乡到玄山那边有什么事儿，然后她就急匆匆的走了。原来昨天的不是一场梦，而真的是宁姑娘在跟我告别。陈偏，可她为什么不直说呢？陈偏，你怎么了？宁姑娘没去跟你告别吗？啊，她有说呢。哎，对了，宁姑娘还让我告诉你，那把剑鞘她先借用一段时间，以后会还你的。没关系，那本来就是她的东西。阮姑娘，谢谢你告诉我这些。没事儿啊。对了，我爹说这段时间你就安心待在铺子里做事儿，以后可能需要你帮忙打铁。好，那我先回去了。唉，怎么就这么走了呢？虽然我也知道她早晚要走，也做好准备不伤心的，可是这也太突然了，我还有好多话都没来得及跟她说呢。那个叫齐晋春的读书人说他对这个世界很失望，那么你呢？陈平安，你对这个世界失望吗？我罢了，你回去吧。我又做梦了啊！真疼，没睡着啊！怎么大白天的也做梦啊？那人到底是谁啊？我还是赶紧回家吧。这溪水怎么突然变得如此阴冷啊？我最近老做奇怪的梦，难不成是被这溪水中的怨魂给缠上了？西街上走了，小镇上的妖魔鬼怪怕是都要冒头了。我阮师傅也不是吃素的，我就不信这些鬼怪胆敢在圣人眼皮子底下对我动手。给我出来！陈平安，陈平安！那太好了，你还没回小镇，我想拜托你一件事情。你这是在做什么？阮姑娘，你别靠过来，我觉得远处的水里好像有脏东西，正准备用石子把它砸出来呢。脏东西？廊桥之下既有内卫坐镇，又离我家这么近，怎么可能会有脏东西胆敢靠近？不对，那是……怎么了，阮姑娘？是不是真的有问题啊？没有，我什么都没看出来。啊，那应该是我疑神疑鬼了。对了，你找我什么事啊？就是想请你下次来铁匠铺的时候带些小镇的糕点过来，我好久都没吃了。那没问题，我就先回去了。阮姑娘也早些回铺子去吧。火龙走水，是。饶命啊！儿媳饶命啊！小小河婆也敢在我家门口撒野！我爹当年为了正道，可是连斩了6位江水正神。你难道就不怕有命来没命走吗？居然还敢在陈平安面前泄露阴神气息！大仙，小的确实不知啊，小的只是途经此地，见到陈平安样子古怪，多看了一眼罢了，切无害人之心呐！真的？小的若有一句假话，定叫天打雷劈！行吧，姑且放过你这回。不过这么说来，你认识陈平安？认识，小的生前原本就住在杏花巷，与那陈平安所住的泥坪巷很近，跟他偶有交集，但并无恩怨呐。是吗？那你说说看陈平安的事儿，挑你知道的说便是。小的遵命。可是大仙，可否先召回您这蛟龙？小的道行浅薄，实在受不住他这赫赫神威啊！小蛟，回来。行了吧，快讲！谢大仙仁慈，谢大仙。为何这火龙都离开了，我这道行还在不断流逝呀？不好意思，忘了告诉你，我是天生火神之体，与水是天敌，只要我站在这儿，你的道行就会一直减少啊！大仙呐，再这样下去，我就要形神俱灭了呀！哎呦，求大仙大发慈悲，就饶过小的吧！哎呀，好吧，看在你认识陈平安的份上，就饶你这一次。不过我以后还会叫你过来讲他的事儿的，你知道什么就全说出来。放心，到时候我会隐藏气息，不会再危及你的道行。但你要是敢不来或者不说的话，知道会有什么下场吧？哎呦，不敢，小的一定据实相。那我就先走啦，不准再下陈平安，记得哦。恭送大仙。
哼，你这丫头片子如此欺压我，待我日后倒还能再深省，看我是不是无知的蠢货！你知不知道，那丫头将来正道奇迹为何事？就是杀尽益州江河水神。你小小河伯还敢对此人心怀杀心，也不怕让人笑掉大牙？人家就算伸长脖子让你杀，最后也只会是你死。而且他对水中阴物的感知异常敏锐，你此刻心中所想，他全能看透。若我没猜错的话，他将来第一个要杀的河神就是你。速来秦牛被施压，我有事交代。遵命。前辈竟然能够自行敕封一方河婆，关键是还没有惊扰天道，真是好大的本事！河婆和河神一字之差，云泥之别，你这种读书人会不懂？但方才之事当真是十分骇人听闻。那河婆本来气数已尽，而前辈您却在她的死路上生生开辟出一条生路来，这等手笔令晚辈不得不佩服。小子，你知道我的身份？山主并未告诉我，但我勉强能猜出一点端倪。去，你小子还不够资格跟我谈话，换成你们山主还差不多。前辈先别急着赶人，我此次前来确实是有事想向您讨教。有话快说。山崖书院的那位齐先生封我一身通天修为，却为了护住这座离珠洞天，不惜以2个本命字对抗天道，最后生死道消。前辈，你说他这是图什么？若只是图一个为生民立命，那也太亏了。他可是山崖书院的山主，儒教第4圣的得意弟子，他的一条命换5、6千凡夫俗子的来生，划算？在我看来很不划算，换成是我绝对做不来。你这话也就只能跟我唠叨，若是传出去，你这辈子也别想当书院的山主了。前辈教训的是。既然说到这儿了，我也有一个问题想要问问你。这场局里，一步步将齐景春逼到唯有求死的境地的人，是不是你？前辈，你也太高看我了。我别的本事没有，看人心一时还算凑合，所以我看得出来，你不该在这个时候来到小镇。你们观湖书院本就与山崖书院不对付，而你更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来到小镇，要取回儒家的镇国玉圭，又恰巧碰上齐景春这桩惨案，未免有些太过巧合了吧？这世上之事都是无巧不成书吧？何况这场布局的开端最早可以追溯到80年前我儒教第4圣在文庙中第1次位置下降的时候。可我如今不过而立之年，那时根本尚未出生，无论是年龄还是阅历，都无法做出这等谋划。说不定你背后一些蝇营狗苟的东西在指点呢。前辈相信也罢，不信也罢，我言尽于此。实不相瞒，晚辈另有一要事与前辈商量。晚辈对那座披云山情有独钟，希望能在那山上修筑一座新书院，不知前辈可否同意？前辈放心，只要您一天不点头，晚辈的书院就一天不会破土的。如果哪天前辈想通了，便让督造关衙署那边捎句话给我就行。知道了。那晚辈便不打扰前辈了，告辞。观湖书院，齐景春，就没一个让人省心。这鸡怎么叫得这么惨？还不会是宋吉新走的时候忘了喂吧？哎，算了，反正我也有钥匙。看这院子里的样子，那2个人走的时候不会什么都没带吧？万一留下了什么食物余粮，岂不是白白给放坏了？这个木人我以前好像没在宋吉新家里看过，难道又是智龟偷偷从外面捡回来的？他好像很喜欢摆弄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不过这上面的红点是什么呀？密密麻麻的到处都是，每一个红点旁边还刻着几个小字。这2个字是念太渊，是这么念的吗？还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啊！要是宁姑娘在就好，我还可以拿去跟她请教。
陈平安，你回来了没有啊？我来拿树枝啦。啊，来了。哎，陈平安，这隔壁也是你的房子吗？没有，宋吉先走了，我帮他照顾一些院子里的鸡。哦，快开门，快开门，我要拿树枝。啊，好。这槐枝怎么扔的到处都是啊？小丫头年龄不大，力气倒还不小，弄了这么多。当然啦，我力气可大了。啊，对了，你拜托我出去找的槐叶，我一共捡到了6片，那都给你。这些槐叶虽然都是绿色，但叶脉已经枯黄，也不见有绿色的荧光在其中游走，效果估计是比不上之前那些新鲜槐叶了。不过聊胜于无嘛。小宝平啊，你捡回来的槐叶真的就只有这些了吗？对呀。没藏多的？没有。那你怀里那片绿色的东西是什么？给你就是了，小气鬼。还有呢？真的只有这些了，一共8片。这是送给你的。既然你要送给我，那刚才干嘛还让我拿出来呀？你自己事先藏起来，跟我事后送给你是不一样的。你以后别忘了啊，答应别人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到。但是如果努力了还是做不到，记得先打声招呼。你说话的口气怎么这么像学术的齐先生啊？我要不喜欢你了。小丫头，我帮你把你这些槐枝搬去你家吧，我力气大，跑一趟应该就够了。真的吗？那我可以多喜欢你一会儿。李宝平，你怎么还在这搬槐枝呀？马爷爷都要生气了。为什么生气呀？我不是让你去和他打招呼，说我今天晚一会儿到学塾吗？马爷爷今天可奇怪了，居然穿的跟齐先生差不多。他还说要带着我们剩下的几个人出门游学，去山崖书院呢。我们几个都收拾好了，就差你一个人了。哦，那待一会儿我回家就收拾。石春佳，你看这槐叶多好看，你没有吧？我有很多哟。槐树叶子而已，有什么好生气的？我爹昨晚给了我一个金算盘，金子多的算盘哦，有这么大。可你还是没有槐叶，但我有很多，都是这个哥哥送给我的。真是受不了，根本就没有听人家说话了。小姑娘，你方才说学塾的马先生要带你们去山崖书院？对呀。那现在学塾里还剩下几个人啊？如今只剩下5个人啦，我、李宝平、李怀、林守一还有董水井。齐先生之前就说过要带我们出去游学，最后去山崖书院读书。当时我们学塾里还有14、15个人呢，家里都是同意的。那他们现在不去了？那些住在福禄街和桃叶巷的有钱孩子，先是托病不来学塾，后来更是直接离开了小镇，说是去投奔远方亲戚了。这些人也是奇怪，当初听说要去山崖书院的时候，就说他们最高兴，我都不知道他们高兴什么。一想到跟齐先生走那么远的路，我就迈不开腿。谢谢你告诉我这些啊，你叫什么？我叫石春佳，你可以喊我石姑娘，你叫她小石头就行了。不许喊小石头。李宝平，你也不可以。为什么？他这么喊，所有人都会跟着这么喊我。我不喜欢这个名字，可我觉得小石头这个名字很可爱呀。不许喊，不许喊。宝平，福禄街这边有很多户姓李的，你家在哪边啊？可千万别是收留了正阳山小女孩的那户李家啊！我之前还拿石头丢过他家的鸟食罐，闹出了好大动静，也不知道他们家的下人能不能认出我来。就在那。哎呀，还真是那一家，这大概就是现世报吧。我刚教小姑娘说答应的事情就要做到，现在居然要去自投罗网。我捡了好多槐枝回来，你去帮我接一下。小姐，你搬这些槐枝回来干嘛？家里不缺柴火的。我这些槐枝可宝贝了，才不是拿来烧的。可你这棉袄可比这堆枯枝值钱多了。哎呀，李叔，你快别唠叨了，帮我接进去吧。是，小姐。这位小哥，东西就交给我吧。好的，麻烦您。
李保平，马先生说你要是再不收拾好东西，跟我们去山崖书院，他就要罚你练字打你屁股了。屁股爱，上次被我挂在树上的裤子你拿下来了吗？哼，好男不跟你斗。你们两个不要吵了。石春江，你先上车来。李保平，回去收拾东西，我们马上启程。哦，谢谢你哦，陈平安，这是给你的报答。好，然后就是我要走了，去很远很远的地方念书，可能再也不会回来了。你要注意安全，乖乖听那位老先生的话，努力学习。我会的。哎呀，先是顾灿，然后是刘宪阳、齐先生、宁姑娘，最后连李保平也走了。我知道我与他们终有一别，可是没想到这离别竟然来得这么快。马夫，给我追上前面那辆马车。快看那边，好大的一片黑云！这让下雨。等会儿，你们仔细看，那不是云，那是人。怎么可能？人为什么会在天上飞呢？是飞剑，密密麻麻的飞剑，玉剑上站着仙人，就是画本上那种御剑临风的仙人啊！听说小镇外还有大天，一年春雨心间，梦品照着花。生命像黑暗中遗落的萤火，皆有因果，只好是我。我还是觉得应该正式跟你说一声再见，所以我来了。陈平安，再见。宁姑娘，再见。原来宁姑娘真的是神仙啊，竟然能够御剑凌空，飞在那么高的地方。我交了一个神仙朋友，应该感到高兴才对啊。可我这心里怎么空落落的？这离珠福地当真灵气充沛，是一块修行的好地方。只可惜从前寻不到法子进来，之前那些圣人定的破规矩，不让进，不还是为了独占这好处？不过啊，独占的人是没有好下场的。咱们还是少议论这些是非，寻个好地方吸纳灵气就是。那就听你的。不过这福地这么大，可得先好好看看。真以为齐敬春死了之后，小镇就没人管，谁都可以无法无天了？我的规矩之前已经明明白白说了，既然你们不遵守，就拿出不遵守的本事来。没有这个本事，那就去死吧！怎么，就只用这么点小杂鱼来试探我的底线，是不是太瞧不起人了？我阮琼虽然就是个打铁的，远远比不上齐敬春有学问，可要说在此地斩杀一两个不长眼的石境修士，又有何难呢？既然你们没本事打过我，那从现在开始，我这小镇的规矩就得多出一条。诸位听清楚喽，哪怕你躲在边界线之外觊觎离珠福地，只要我阮琼哪天心情不好，一样把你抓进福地上空，然后将你的脑袋打烂。信不信由你们。这条规矩60年之内一律如此。如此血腥残忍的手段，哪里是坐镇一方气运的圣人所为？哟呵，学聪明了，知道躲远点说坏话。哎，是觉得我拿你没辙啊？他娘的，老子又不是齐敬春那个书读傻了的家伙，你跟我一个兵家剑修讲什么道德礼仪，脑子有坑吧？看来不给你们一点教训，你们还真不把我的话当回事儿。
天罡伏妖凤，地煞雷池虎，七级如律。是阮琼的本命风元双剑，这连瓦剑并没有在他鞘室当中，而是游走在他4周3千里内的天地之间。我们这个距离，快走！蓝天，懒得跟你们这群鬼域之辈计较，都给我滚远点儿！齐静春啊，齐静春，你要是有我一半的不讲道理，何至于走得如此憋屈？阮氏，你今日的这次出手，可是让整个大理王朝都震动了。现在朝廷那边如何应对，我暂时不知。但作为新任督造官，兼任小镇县衙的主官，我倒是省去了不少应对那些修士的麻烦。照理说，我应该先去祁龙巷的压岁铺子拎上2大坛子杏花酿，前来登门拜访。可惜来得匆忙，只能先欠着阮氏了。哎，客套话就不必说了。如果今日你我谈妥，以后有的是时间喝酒。但如果谈崩了，你我也不用费劲笼络感情了。好，那我便开门见山了。过去大黎封禁的那座龙脊山，它的半山腰处有一座天然生就的大型斩龙台。在我来此赴任之前，皇帝陛下曾经下旨交代，此物需交给阮师所在的风雪庙以及真武山双方共同占有。至于你们这2大兵家势力具体如何分配，是准备留下不动作为祖宗产业，还是搬回各自宗门，我大黎朝廷绝不插手，悉听尊便。哎呦，你们大黎的诚意倒不小啊！那处斩龙台在我来这儿之前，其实早就已经谈妥了。我阮琼、风雪庙、真武山各占其一。你呀，应该也已经听说了，我打算在这儿开宗立派，所以我们父女的身份都已经从风雪庙迁出。接下来60年之内，我作为此地的圣人，肯定是不方便正式开山的。但你们大黎，只要能让我看得顺眼，只要我的任期结束，便会立即在此地选择一座过得去的山峰，作为宗门将来的发源之地。阮氏，你大可以放心，除去披云山，如今小镇境内大致已经划分出的61座山峰，阮氏可以任选3座，作为将来开山立派的根基。若是阮氏尚未下定决心，本官这儿还有新旧2幅离珠洞天的山峦形势图，阮氏可略作参详。到时本官再亲自陪着阮师去巡视勘探，如何？别急啊！据我所知，你们大黎5人辈出，以藩王宋长敬为首，上5境的高手数量冠绝东宝之。但是在炼器士这块，你们人才当真是少得可怜呢。所以我若是选择在此处扎根，开宗立派，帮忙坐镇山河，想必定会吸引源源不断的炼器士前来大理。这应该正是你们那位皇帝最想要的吧？不错，炼器士这块一直都是陛下的心病。既然如此，那我就直说了。除去你们不愿意拿出来的那座披云山，没有哪座山入得了我的眼。这罢了，我现在也不为难你。这占山为王之事我并不着急，反倒是那斩龙台该怎么分，你们倒是该想想。虽然风雪庙和真武山都没提起，但我个人建议啊，你们大黎还是拿出2件足够锋利的神兵利器，无论刀剑够用就行。到时候我可以帮忙将刀剑转交给来此的2位兵家修士，用来分开那座斩龙台。这件事你可以先禀告给朝廷，等你们那位皇帝的回复。此事我就能做决定，我答应阮氏便是。好，有魄力，来喝！阮氏，离珠洞天如今已经改名为龙泉县，彻底成为了大黎的国土，所以有些事儿我必须得跟你打个招呼。首先呢，小镇外大小30余口龙窑会重新开窑烧瓷，只不过从今往后里面就不烧本命瓷，而是烧制一些普通的朝廷御用礼器了。其次，新建于小镇东边的县衙建成之后，县衙就会张榜贴出大黎律法，也会让衙役在小镇各处宣讲解释，为的呢是让小镇的普通百姓真正晓得自己的身份是大黎的子民。哦，意思就是这里以后要按你们大黎律法行事了？不，阮氏误会了，这不过是针对凡夫俗子的表面功夫罢了。之后的60年里，小镇之内依然是以阮氏的规矩最大，4姓10族的规矩紧随其后。大黎的律法最低，如有冲突，一律以这个排序为准。知道了。
不过我记得在世俗王朝里，朝廷的义务还包括建造文昌阁、武圣庙，以及敕封山水正神、禁绝地方淫词。在小镇这边，你们是如何打算的？关于文昌阁和武圣庙，我们目前相中了2处位置，分别是小镇北边的慈山和东南方位的神仙坟。供奉进去的人分别是当年从小镇走出去的那2位。正好一文一武，他们在我大理也是功高劳苦，不知阮师意下如何呀？享受文武香火，这俩人挺合适。但选址就这么敲定了吗？你们就没有问过杨老先生的意思？阮师，敢问杨老先生是？你的恩师应该是大理国师崔禅，那位人称的秀虎先生吧？没错呀。他居然连杨老先生是谁都没告诉你，就让你来这儿当父母官了。武渊，你老实告诉我吧，你该不会跟齐敬春一样，是官场失意，沦为了弃子，才被贬谪至此的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之前谈妥的事情我可要反悔了啊！没有。先生，你这回可是给我挖了好大一个坑啊！对了，之前在宋杰先家找到的那个木人身上刻着许多不认识的字儿，我全都偷偷记下来了，兴许可以请阮姑娘帮我解答一二。阮姑娘，我这有些字儿不认识，能不能跟你请教一下，他们是什么意思？怎么个读法？啊，认字呀！怎么办？读书可是这世上最恐怖的敌人了。我是看到书就头疼，万一陈篇写的字我不认识怎么办？这好丢人呐！那个，你先写写看吧。好。这2个字很简单，叫做神庭，是我们人体内的一种窍穴。什么叫窍穴啊？窍穴就是我们体内蕴藏神气的地方，共有365座。平常我们的3魂6魄就是在这些窍穴中游走，如同一个吃百家饭的小孩子，这家吃1碗饭，那家喝1碗水，然后不断温养孕育，成长壮大。至于神庭穴，你捋起发际线，往上摸5指就能找得到。这个窍穴对我和我爹这样的兵家剑修算不得如何重要，可有可无。但这个窍穴对于那些靠香火生存的玩意儿，也就是你们所说的鬼神，可谓是至关重要。不过我爹也说过，那些神神鬼鬼没有大出息，神通再大也不过是寄人篱下的可怜虫，不值一提。原来是这样，那这几个字呢？这个叫巨阙，这个是太渊。嗨，我还当你要问我什么大学问呢，原来就是窍穴呀，这个我可熟啦，以后有空的时候我一一给你讲解。那就麻烦阮姑娘了。没事儿，我先跟你讲讲这个巨阙吧。哼，这个字谁写的呀？不咋地嘛，一看就没下过苦功夫，飘得很。你是谁啊？从哪儿冒出来的？我我姓崔名禅，跟着刚才那个大官从京城来的，听说这边风景不错，可以来看看。崔禅？没听过，你是那个人的书童？书童，这个身份不错啊。对，我就是吴大人家的书童。你们刚才不是在聊窍穴吗？接着聊啊。哎呀，那你先走开。别这样小气嘛，我听一听怎么了？难道我这个小书童听过之后就能变成陆地神仙了？阮大圣人的女儿不能这样没气度哦。阮姑娘，我们不理他，学自己的。好，刚刚说到巨阙，巨阙是人体的重要穴位，它位于胸腹交接的位置，胸腹上部的湿热之气大多都聚集在这儿，所以有时候心烦了，按一下巨阙穴可能会感觉好一点。姑娘，你这解释的不够全面呀。陈平安，你接着写。这2个字叫膻中，我们先不说这个穴位。姑娘，你怎么能跳过这个穴位呢？这多重要呀！你要是不好意思指出来给他看，我帮你啊。姑娘眼里有杀气啊！姑娘你一定误会了，我的意思是说，我来指给他看，我身上的膻中穴在哪里，没说指姑娘的。再说姑娘身上那处，神仙也难寻呐。你这个人太过分了！姑娘你怎么打人呢？姑娘我错了，姑娘家不能这样凶，这样不好嫁人的呀。谈完事了呀？是。这个谈得太快了，算了，既然谈完，这就走吧。阮姑娘，陈平安，我有事先行一步了，咱们有缘再见。你怎么知道我名字啊？你到底是谁？
刚才不是说了吗？我姓崔名禅，只是这个禅字实在难写，估计你身边的阮姑娘也不会。我不是问名字。哦，不是问名字呀，那就是问你我的关系了。说起来，我跟齐敬春还有些关系。至于你嘛，你可以喊我崔师伯。师伯？我哪来什么师伯？哎呀，不肯叫呀！没事，我还有个绰号，喊起来比较顺口，你可以跟外人一样叫我秀虎。秀秀啊，拿银子去七龙巷那边给爹买一壶上好的桃花春烧回来，剩下的零钱呀，你自己买些糕点啊。这么晚了买什么酒呀？那你去铸剑室盯着炉子火候吧，1个时辰以后结束。哎呀，那我还是去买酒吧。哎，陈平安，你等着我啊，我买了酒马上回来。陈平安，你跟我进屋，我有话要跟你说。啊？哦，好。你坐吧。我问你啊，你手里是不是有3袋子金晶铜钱？是啊，阮师傅你怎么知道的？这你别管，你可知道这3袋子金晶铜钱有多值钱吗？之前宁姑娘在的时候与我说了一些，我知道它们很贵重，所以一直都没有用。何止是贵重，简直可以称得上是富可敌国了。哎呀，像你这样手头有3袋子金晶铜钱的小镇百姓，现在绝对找不出第2个。哪怕是福禄街那些富贵人家，也就宋家能有2袋钱，其他小户人家顶多只有1袋。除此之外，基本上小镇的值钱老物件都已经流失出去了。如今品相还可以的宝贝，差不多只剩下7、8件。在我来之前，小镇每60年才会开一次门，放大概20、30个外乡人进入小镇，任由他们寻找机缘。但如今规矩变了，会有越来越多的外乡人出入。当然，你的性命暂时无忧啊。我之所以告诉你这些，是希望你好好的利用手上这3袋子金晶铜钱，别捂在手里烂掉，也别随随便便的用掉。我知道了。所以啊，我先提个建议，让你把那3袋子金晶铜钱处理喽。至于听不听，你自己决定。阮师傅，请说。你应当知道，我们小镇外一共有61座大山，那些大山可不是普通的山里面灵气充足，大都是生长着天材地宝的。我今日收到了消息，除去披云山外，朝廷会将其余大山全部解禁，并卖给大黎交好的各大势力门派。而且大黎皇帝许诺，将来会在这儿敕封一尊山岳大神，3位山神和1位河神。有如此密集的山河正神坐镇，60年后这儿方圆千里必然是风生水起，灵气充沛。所以现在你若是能够买下其中的几座山头，肯定是稳赚不赔的。如果我今天买下山头，然后明天就死了，那该怎么办？首先，只要你在小镇老老实实的做事，肯定不会莫名其妙的暴毙的。小镇如今已经没有了破碎不破碎的忌惮，他齐敬春要担心的我不用。若是再有像搬山员那样的货色来找你麻烦，我大可以出手帮你摆平。其次，大黎朝廷贱卖山头一事，实际上是为了赚取大黎境外的香火情，属于赔本赚吆喝。若是有人买下大山以后死了，甚至没有子嗣继承，大黎王朝在300年之内也绝对不会擅自收回山头，会任由其荒废。最后，我已经率先挑好了神秀山、点灯山和横朔峰这3座山头，作为我开宗立派的根基。若是你之后所挑的山头能与我接壤，就算你无力开山，也只需将山头租借给我300年，这样你便能年年分红，坐享其成，子孙后代亦是如此。原来如此，那阮师傅，这些山头的大致价格如何？价钱与山头的大小有关。例如最小的那座山头，只有孤零零的一座山峰，名叫珍珠山，叫价是1枚金晶铜钱不过必须是迎春钱，只需要1枚。那地方屁大一点，说是山，其实根本半点沾不上边，只不过是个小山包而已。就算卖1枚迎春钱，估计也没人看得上。可不管怎么样，1颗铜钱就能买下整个山头，也太划算了吧。至于那些中等山头，例如玄里山、大雁山等等，大黎那边的估价在10到15枚金晶铜钱左右，其他稍大一些的山脉大概要25到30枚左右。
归根结底吧，大理想留下的并不是一代代金晶，而是希望4姓十族背后真正的靠山能够浮出水面，主动与大黎接触。那我在这个时候占了大便宜，不是会很出风头吗？会不会被人记恨在心？你不是也有靠山吗？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呐。谢谢阮师傅提醒，但买山这种事情我也不好轻易下决定，更何况我连那几座山什么样子都不知道。要不我这几天先进山勘察一下，然后再回来把我的想法告诉你。没有立马得意忘形，还不错。我这儿啊有2幅小镇周边的山峦形势图，是衙署那边送过来的，先暂时在你这儿保管一下啊。这几天我就给你放个假，自己进山看看吧。哎，陈平安，你这就走了？不继续听我给你讲窍穴了吗？阮姑娘，最近这半个月我可能不会来铁铺工作了，窍穴的事儿等以后才能学了。没关系。哎，你要去哪儿啊？阮师傅说我那3袋子金晶铜钱可以买几座好的山头，我打算进山去看看。哦，你要去这么久的话，带的东西会不会不够吃？我以前经常进山，都习惯了，能够找到山果野味，饿不着自己。好，那你注意安全。齐景春，我的好师弟，你之所以这么从容赴死，是以为自己苦心孤诣留下的2个弟子真的能把你的衣钵传承下去吗？可惜呀，可惜，你这2根香火恐怕都要彻底断绝了呀。这枚印章眼熟吗？天下迎春，字倒是写得挺好，可惜没有交给对的人。你那弟子赵瑶来到大黎之后，被我稍稍恐吓，便交出了这枚印章。所以现在啊，我要亲手毁掉你的第1根香火。这么简单就把捏碎，大概是因为这枚印章中的4字真意从被交出去的那刻起，便自己心灰意冷，失望至极，故而早就自动消散了吧。至于你剩下的那个传承弟子，我猜是陈平安对不对？那小子我见过，确实有一颗赤子之心，但那是因为他从小经历苦难，从未得到过金钱和权力，所以现在啊，若是我将好几份滔天的富贵摆在他面前，那他又会作何选择呢？齐静春，不如让我们来赌一把吧，看看那个叫做陈平安的小子到底会不会恪守承诺，帮你的山崖书院这个忙呢？这第1步嘛，自然是想办法让那个牛车出点意外，不得不将孩子们送回来。至于第2，便是给陈平安指出一条路来。如此，这场赌局正式开始。我操！这地图可是从阮师傅那里借的，弄得这么脏，怎么好还给人家呀？这条鸟屎好像挡住了3个字，这是落魄山，为什么会刚好掉到落魄山这里？姚老头以前说过，山水之间有神灵。难道是这神灵见我选不出山头来，于是专程来指点我的吗？好吧，那我便信一回，就选落魄山。前辈，不管你是鬼还是神仙，有话好好说，千万别打人啊！如果有什么请求，可以晚上托梦给我，最好别大白天的，我是真的有点怕。陈明安，你回来啦！这次进山还算顺利，跑了几10座山头，挑是已经挑好了。但是阮师傅的这幅地图，有一天下暴雨的时候，我爬上点灯山的瀑布，结果不小心掉进河里，边角什么的全被弄湿了，晒干了之后又沾了点脏东西，所以留了点痕迹。暴雨时分还去爬点灯山的瀑布，你找死啊！想要登上点灯山的山顶，那条瀑布算是一条比较安全的路径了，所以我当时也没多想，就直接爬上去了。阮师傅，真的不好意思啊。你做的那2把主意还不错，回头再做2个来，这地图就当报酬了，送你了。啊，真的可以吗？这不是官府的人送来的吗？阮师傅，你直接给了我，督造官大人会不会有什么想法？
最少在60年之内，我都是这座龙泉县的太上皇，所以我的规矩最大。吴渊敢有什么想法？爹，哪有你这么往自己脸上贴金的人呢？你要再帮陈平安说话，我就让他一个人干2人的活。我不说了就是。说正事啊，陈平安，你最后选中哪5座山了？我在神秀山周围选了3座，分别是宝鹿山、彩云峰还有仙草山。眼光还算不错。宝鹿山占地很大，在那60多座山头里名列前茅。我如果不是为了今后那座护山大阵的考虑，说不定也会选择宝鹿山。毕竟在这千里河山中，除非是山神坐镇或者藏有宝贝，照理来说都是谁的地盘更大，谁所拥有的灵气就越多。至于仙草山嘛，则是唯一一座有望诞生草木精魅的风水宝地。只可惜啊，这座山的面积实在太小，哪怕出现了一位，品相应该都不会太好。毕竟小池塘里面也养不出大蛟龙啊。最后这个彩云峰呢，倒是一般，除了地势高、风景秀美之外，对于修行一事并没有多少帮助。除非你有本事从云霞山上弄来云根石，安置在彩云峰的几处山脉窍穴里，才有可能得到些好处。行，你继续吧。还有2座山头是什么呀？是珍珠山和落魄山。那就这么说定了啊！落魄山、宝鹿山、仙草山、彩云峰、珍珠山，你买下这5座山头以后，只要在300年的期限内，就算是把一整座山峰全都搬走了，也不会有人阻拦。山上的一切出产，不论草木灵药还是飞禽走兽，甚至是偶然所得的秘宝，都是属于你的。我明白了。我估计啊，你还剩下些铜钱，回头我帮你留心一下小镇铺子那边的交易，你同样可以趁机入手。但是贪多嚼不烂，以后小镇势力鱼龙混杂，买多了恐怕不好管理。你只需要买下1、2间底子相对厚实的老字号铺子就可以了。那就多谢阮师傅了。嗨，谢我做什么？随手一办的小事儿。哎呀，还真是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啊！事情说完了，忙你的去吧。那阮师傅，我先回家里看看，明天来接着干活。爹，你干嘛提齐先生？你看他又难过了。她是我闺女啊，我还管她难过不难过？那爹，你和你闺女说说，你最开始说那句“君子怀德，小人怀土”是什么意思啊？这意思就是说呀，君子心怀天下，志在四方，而思想境界不如君子的小人呢，就只会一门心思想着获得一块安逸之地啊！你在说陈平安是小人？可是想安稳稳过日子没任何问题啊，怎么就是小人了？这话谁说的？我觉得不讲道理。儒家圣人说的，但他们又说了，无心安处即无乡，就是讲啊，让人内心平静安定的地方都可以是家乡。读书人真可恶，天底下的道理全给他们说光了。秀秀啊，你要多读书的话，也可以去和他们说道理呀。爹，我突然多出一大把力气，我去打铁了。家秀秀啊，果然不是读书的料。陈平安，我爹要我告诉你，买山一事很快就有定论了。到时候你去衙署和那些大理的礼部官员以及青天监的帝师，三方一起画押签字，就算是成了。不过那些帝师进山勘察风水去了，所以你还得等上几天。那真是太好了。对了，我爹还帮你挑了2间铺子，一间压岁铺子，一间草头铺子，刚好挨在一起，又是你熟悉的地方。你要是没意见的话，今天就可以让我爹带着你去买下来。这种小交易不像买山，不涉及一个王朝的风水盈亏和山河气运，所以定得更快。这2间铺子可是镇上最赚钱的2间了，当然没问题。若真是买下来啊，以后压岁铺子里的糕点随便阮姑娘吃，不收钱。你钱还是要给的，你偶尔请我吃一块就好了。还有一件好事儿，忘了和你说了，之前大黎皇帝下了旨意，高价收缴我们这儿遗留在市井民间的法宝器物，说要收回国库，应该收了20多件。这次卖山，大黎皇帝又说要给一些山头添点彩头，然后就把这20多件宝贝拿出来，自己又补了7、8件私人宝贝，凑了30件一起送出去。一般人当然不知道哪些山有彩头，哪些山没有，但我爹得到消息，神秀山和落魄山肯定会有，而且送的宝贝品相极好，数1数2。除此之外，我家点灯山和你的落魄山，大黎朝廷都有可能分别敕封一位山神坐镇其中。竟然有这么多好处，我是不是在做梦啊？陈平安，你怎么了？被吓到了吗？
没有，我只是觉得有点不真实。我从来没有过那么多钱。我之前最大的梦想就是过年的时候门上可以贴春联，有余钱再加2张门神。但是现在怎么了？不好吗？不知道怎么说，就是感觉有点怪。李宝平，你怎么回来了？陈平安，学术的马先生死了，他死之前让我来找你。事情就是这样，回到小镇之后，本来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可没想到你家竟然没有人。幸亏有个邻居经过，跟我说你在这起店铺里，我才找了过来。不过陈平安，为什么学说的马先生还有那个车夫都想要找你啊？我也不知道，可能和齐先生送我的那几样东西有关吧。可是他们想要的到底是什么呢？怀疑我已经用掉了，碧玉三字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难道是那4方印章？其中最特别的就是那方写着齐先生名字的镜子印章了。看样子这印章我得小心保管，绝不可轻易交出去。自从马先生死了之后，这3片翠绿的叶子也变黄了。我本来想丢掉的，又觉得很可惜。宝平，这种祖阴怀液有续命的功效，说不定就是他在关键时刻救了马先生，才能让他多说了几句话。原来是这样啊，谢谢你啊，小叶子。估计啊，那个车夫现在已经在赶来铁匠铺的路上了。宝平，要不然你先藏在这里，我先去把留守在牛车那边的石春家和林守一偷偷带过来，再想办法救跟车夫在一起的李怀和董水井。可是这里真的安全吗？相信我，如果你们的家人真的已经搬走了的话，阮家铁铺恐怕就是小镇最安全的地方了。是因为阮师傅在，你很信任他？不，我更相信齐先生说的规矩，这小镇有他的规矩，阮师傅不会坏了规矩，其他人更坏不了。好，我懂了。既然你相信阮师傅，那我就让刚才那个阮姐姐带我去把石春家和林守引过来，然后一起藏起来。你就安心去应付那个坏蛋车夫吧，先看看他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样。好。阮姑娘，我想拜托你带着小宝平去找他那2个朋友。没问题。来，小宝平，我背你去找吧，这样快一些。不用啦，我跑得可快了。我来回几趟的时间，估计你和陈平安都还没跑到小镇上。我知道天底下有神仙鬼怪，可你也不像神仙啊！你以为神仙那么好当啊？好了，宝平，听阮姐姐的话，快。唉，如果有事情可以找我爹。好，老姑娘，你也要小心。原来阮姑娘和宁姑娘一样，真的都是神仙啊！你是观湖书院的崔明皇？大家都是自己人，随便坐。先生，这是怎么一回事？学生都糊涂了。不用紧张，你们2人，一位是我难得欣赏的家族子弟，一位呢是有望继承我衣钵的得意门生，所以你们不用猜来猜去，尽管把事情往好处想就是了。先生，原来你出自崔氏。哼，我早就被那帮老头子逐出宗门了，不说也罢。不过你放心，这些事儿啊，咱们英明神武的皇帝陛下一开始就知道。先生，是我冒犯了。无事，无冤。我看你来此地之后，一直有诸多问题，但却不敢宣之于口。所以接下来呢，你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询问崔明皇，他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多谢先生。先生，这是为何？齐敬春不是你的师弟吗？门脉一事讲究薪火相传，甚至还有一种说法，若是门生弟子全部死绝，但香火未必会断。所以香火和文运到底是什么，却没有人能说明白。齐敬春呢，估计是已经抓住了端倪，而我却仍然琢磨不透，不太敢确定。所以我需要用事实来证明自己的想法。于是
我就设计了一场大考，既用来断掉齐敬春的文脉香，更是我的正道契机。而那大考的考生只有一人，便是那个倪萍巷的孤儿陈平安。陈平安？为何是他呀？来此之前，我已经调查过齐敬春身边的人，而其中3人让我尤为重视。这第一个是陪他在离珠洞天一起吃苦的记名师弟马瞻，第二个是他手把手传授学问的书童赵尧，第3个则是看似关系一般的宋吉新。若我是齐敬春，定然会想着让马瞻延续山崖书院的香，让赵尧将师门学问发扬光大。而宋吉新，我一开始得知齐敬春将所有书本留给他之后，便认为他是香火的传承之一，但是很快呢，我发现这是个障眼法，目的就是为了掩盖他最后的选择。所以这2人，先生，你已经……马瞻也算是我先生的半个弟子吧，只不过比起齐敬春差太远，心比天高，命比纸薄，说的就是他。所以这几日我便让崔明皇去跟着马瞻，原本是想改变他去山崖书院的想法，可看你这样子是已经杀了他，难道出了什么意外吗？也不知道是我哪句话说错了。那马瞻似乎起了疑心，发起狠来如此不留余地，拼得经脉寸断，窍穴炸裂，也要杀我。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我要设下一局大棋，考量那个陈平安。先生，就不能杀人了事吗？为何如此大费周章地对付一个孩子？吴越，你想的太过简单了。大道之争何其残酷，可不是俗世间抄家灭族那么简单的事情。想要真正的斩草除根，很难很难。若是直接杀人，很多时候会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成一团乱，所以才要诛心。为何修行之人能有15层境界那么高？因为是在修心的，而修炼的武夫撑死也只有9境，想要跻身10境，比登天还难。先生深思熟虑，是我浅薄了。话说回来，马瞻身死，而赵尧也失去了春字印主人的身份，那么接下来就只有那个坏了大规矩的镜子了。陈平安是个贫贱至极的陋巷孤儿，吃尽苦头，内心深处自然无比希望有一份安稳。如今他一下子梦想成真，变成了小镇里最阔绰的有钱人。不仅能够买下5座山头，其中那座落魄山还经由我的指点，将来会被大黎敕封一座山神。另外我听说呀，小镇内的草头铺子和压岁铺子已经以很低的价格出售，想必不久就会被他陈平安顺理成章的买下。试想一下，小镇之外日进斗金的5座山头，小镇之内的2座老字号铺子，再加上日后与县令吴渊一见如故，书院山主崔先生亲言有加，你们觉得他是不是就几乎不会有什么追求？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出门游学的牛车忽然返回小镇，那位车夫很快会找到陈平安，向他转告那位马先生的遗愿，希望他能带着那几个孩子赶赴大隋的山崖书院继续求学。然而车夫还会说，此次出行路途艰难，很可能会就此丧命。如果齐先生在世，一定不会希望他冒这个险。那些已经受到惊吓的孩子，如果想要留在小镇家中，不就可以阻止陈平安走出去了吗？先生为何还要谋划这么多？这些孩子的家族都已经被强行迁往大黎京城了，但每个家族都留下了几人。他们深知去山崖书院念书的机会是何等难得，一定会让孩子们继续去求学。原来如此，可是先生，你如何能肯定这场大考能够让齐敬春这一支文脉彻底断绝香火呢？齐敬春所谓的大道，不过就是正人君子赤子之心罢。我若是用那些滔天的富贵将陈平安的赤子之心侵蚀，他自然就不能当那枚镜字印的主人。我兴师动众布下了这么大的一个局啊，为的就是这么一件米粒大小的事情，真是划不来。这要是还输了的话，不，我不会输，最终失望的一定是你齐敬春。是吗？那我们就看看这一局到底谁输谁赢吧。陈平安，原来你在这儿啊，害我一顿好找。你们找我？是我找你，咱们能不能换个地方说？就在这里说吧。
好吧，你是不是认识小镇学塾的齐先生？小镇谁不认识齐先生？但是齐先生认不认我们就不好说了。你有话直说，我还回去干活呢。行，我说，我是大理朝廷的一名死士，负责保护这几个孩子去山崖书院求学，当然也有监督他们不被外人拐跑的职责。可就在我送他们去书院的半路上，马占老先生被人给害死了。而他此前跟我闲聊时，无意间说起你2次，他觉得你人很好，也很有天赋，是个读书种子，所以我带孩子们回来后第一时间过来找你，是想提醒你最近务必注意安全，那群人必定不会善罢甘休的。那还真是多谢你了。只是可惜了这几个孩子，现在真的成了无家可归的可怜人，书院不敢去，小镇的家也没了。哦，是吗？李怀，你们2个过来，我有话要先问你们。谢谢你跟我打招呼，以后这些学塾的孩子我会替马老先生照顾的。之后他们是去京城找父母还是做什么，都是他们自己做主。至于你，现在就请回吧。陈平安，这不妥吧？没事，我如今有钱，还认识阮师傅。你是从大理来的，不会不知道阮师傅是什么人吧？既然马老先生都愿意相信你，我当然信得过你的人品。那我就先告辞了。不送，总算是走了。李怀，董事请，跟我去见李宝平他们吧。好。李怀和董水井已经把刚才的情况说了，你们觉得那个自称大理死士的外乡人到底想做什么？我们都不知道那个姓崔的为什么要杀马，又怎么知道那个车夫想干嘛？唉，我现在是又饿又渴，所谓的饥寒交迫也不过如此。爹娘啊，你们的儿子如今过得好苦啊！唉，水井，你饿不饿？我可以装着不饿。切，没劲！李怀，闭嘴！其实回来的路上，我们也没有多想，只想先保命。真的不知道那车夫到底想干嘛。既然想不明白，那咱们就不先想别人了，还是先想想你们自己吧。你们5个如今是想平平安安的去大理京城找你们的爹娘长辈，还是要继续去山崖书院上学？唉，我爹娘带着我姐不知道去哪儿享福了，我去个屁的京城。至于我舅他们家那脾气，真有钱了只会更欺负。以前是当贼看，以后还不得当仇人？天大地大，竟然没有我李怀的容身之处啊！爹啊，娘啊，儿子过得好憋屈啊！李宝平，你干嘛打我？你闭嘴！董水井，你先说。我想念书，反正就算我去了京城，也什么忙都帮不上，甚至连他们大理的官话也不会说。再说了，我爷爷死的时候，要我死也要死在学塾里。若是以后当不成读书人，就别去给他上坟。所以，要是小镇这边的学塾继续办下去的话，我就留在镇上好了。石春佳，你呢？我想去京城找爹娘。我无所谓，哪儿安全我就去哪儿。你们4个遇到一点困难怎么都退缩了？我才不呢，我就要去山崖书院，去齐先生读书的地方。哼，董水井，那个山崖书院可是大理最有名的地方。你爷爷要是知道你留在小镇读书，不去山崖书院，估计他老人家的棺材板都要盖不住了。当然，大是你别去，在这里读个10来年的话，也能算个半吊子读书人，总比死在求学的路上好。李宝平，你瞎说。还有你，尹守一，你不是一直觉得自己是被人瞧不起的私生子吗？以后到了山崖书院，谁敢看不起你？当然，齐先生说过，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所以你要愿意留在这里，我才懒得管你。石春佳，你别骂我。算，李宝平，你咋不说我呢？不想跟你说话。宝平，你确定要去山崖书院？齐先生说过，我们山崖书院的藏书之经万绝一周。齐先生还说了，我所有的问题哪怕他无法回答，但全部可以从书本上找到答案。你不怕吃苦吗？一个人的话就有一点怕。好，那我就陪你去山崖书院。齐先生，我说过的，我答应过的事情就一定会去做。不可能！我的修为居然跌落到10境了！
那个小子，他怎会放弃滔天富贵，要送那群孩子去书院？一定是哪里弄错了，一定是！师兄，这一次是你输了。这世上唯有赤子之心，不可试探啊！齐静春，铁匠铺内，陈平安和4个孩子打了声招呼后，便带着李宝平从后院来到了前院。阮琼正坐在椅子上，深情看着天空，而阮秀则在一旁来回踱步，似有什么事情使他心乱如麻。来了，阮师傅，我们很快就要离开小镇了，所以我想请你帮我买下那5座山头。如果我回不来了，就把5座里的4座落魄山、宝路山、彩云峰、仙草山分别送给刘宪阳、顾灿、宁姑娘、阮姑娘。至于那座珍珠山，就留在我名下吧。陈平安，你要干什么？笑笑，你别打岔。陈平安，你接着说。小镇上压岁和草头2间相邻的铺子，也请阮师傅雇人帮忙看管一下。如果经营不善，店关了也无所谓，我会留下100来颗普通蛇胆石，让阮师傅帮着卖，赚下来的钱就用来维持店铺的运转。还有呢？再就是我会护送李宝平去大隋的山崖书院，而那剩下的4个孩子，还麻烦阮师傅你将他们安全的送去大荔京城吧。作为报酬，我会把半块斩龙台以及买山买铺子之后剩余的全部金晶铜钱都给你。你真要把这李家丫头送到山崖书院去？没错。好，我答应你。不过我只能保证把你和李家丫头送到大黎南端边境。出境之后，你们俩的生死富贵就只能听天由命了。可以。暮色中，陈平安安置好了5个孩子，独自走回了自家的宅子里。他神色平静，点燃了一盏灯火，准备提前补上今年大年30，注定无法做到的守岁。可很快他便莫名地睡了过去。等他再次睁开眼睛时，发现自己又来到了石拱桥之上。而那个神秘的白衣女子再一次出现在了他的面前。第4次相见，陈平安终于看清了那位女子的面容。对于少年而言，只能说她生得极为好看，好看的不能再好看了。女子站在陈平安的身前，低下头凝视着少年干净明亮的双眸。我已经等了8000年了，虽然你的修行天赋远远比不上我之前的主人，但是没有关系，从今日开始，你就是我的第2位，也是最后一位主人了。陈平安，你能不能帮我跟外边的4座天下说一句话？陈平安下意识地点了点头。白衣女子蓦然一笑，突然单膝跪地，跪向那懵懵懂懂的少年。她神采飞扬，眼眸里仿佛盛放着万里山河的风光。天道崩塌，天道崩塌，我陈平安，我陈平安，唯有一戒，唯有一戒，可搬山，可搬山，断江，断江，倒海，倒海，降妖，降妖，镇魔，镇魔，弑神，弑神，摘星，摘星，摧城，摧城，开天，开天。天道崩塌，我陈平安唯有一戒，可翻山，断江，倒海，降妖，镇魔，弑神，摘星，摧城，开天。唯有一戒，可翻山，断江，倒海，降妖，镇魔，弑神，摘星，摧城，开天。还能感受你最初那少年坚定眼眸。神仙姐姐，你就是石拱桥下面悬挂着的那把老剑条吗？不错。可
可你为什么要认我为主啊？毕竟我又穷，又没什么本事，再加上我的身体……这些我都知道，但你大可放心，我之所以选中你，自然不是大限将至，迫于无奈。毕竟8000年岁月以来，我见识过太多精彩绝艳的天之骄子，但他们都不曾入我的眼。至于你，绝不可因为此事而骄傲自满，也绝不可妄自菲薄。好，我会的。我虽然暂时无法随你征战厮杀，可见面礼还是有的。3000年前，此处发生了一场屠龙大战，我闲来无事，就瞧着那些人打来打去，东西丢了一地。之后，我捡了一块品相不错的宝物，看上去素雅顺眼，可以用来收纳物件。空间大小跟你在泥瓶巷的祖宅差不多。拿去。是一块玉牌？对，这块玉牌不用挂出来，可以温养在窍穴当中。我已经让你跟它神意相通，你只需心意一动，就能将玉牌纳入窍穴中。除非有飞升境的修士用强力破开你的窍穴，否则它不会折损丝毫。只不过唯有等你跻身中5境，才能驾驭它，所以你得加把劲儿啊！谢谢神仙姐姐。其实我还有些话想要嘱咐你，但就算我现在说了，等你梦醒后大概会忘记大半，所以还是不费这个口舌了。那你只能出现在我的梦里吗？我若是直接现世，先不说各方圣人会来镇压你我，就是以你如今的体魄，也根本承受不住。所以陈平安，我们来订立一个100年之约吧。100年之约？若是你在这100年之内能成功跻身炼气石第10境，就可以重返小镇石拱桥，取走那把老剑条。炼气是10境？神仙姐姐，你可能不知道，我之前被人强行打断了长生桥，现在还要靠着每天打拳才能活下去。以后要是真的开始修行，也会很难很慢，可能这辈子都到不了第10境。而且我才答应了李宝平，要送他去山崖书院，路途遥远，变故也很多，我不一定能安全回来。神仙姐姐，我要是死了……没事，你要是死了，我就等死好了。什么？反正现在我已经认你为主，早就没有后悔的余地了。你要真死了，我就等着老剑条坠入溪水，神魂消散，大家一起死嘛，也不是什么大事。你不用觉得亏欠我什么，要怪就怪我眼瞎，怨不得别人。你都这么说了，我良心上过得去吗？而且什么叫怨不得别人？不就你和我2个人吗？那我先尽量活着回来，然后努力修行到第10境。这还差不多。最后就是神仙姐姐这个称呼甚合我心，所以我额外在你身上放了3缕极小极小的剑气。这些剑气要怎么用啊？到时你自然会知道。天快亮了，醒吧。神仙姐姐说的那个100年之约，我真的能做到吗？宁姑娘和陆道长都说过，我现在这个身体就跟破败的茅屋一样，八面漏风，想要活命都难，更别谈什么修行炼气当神仙了。只不过从今天起，这个世界上就多了一个需要依靠我的人，这种感觉倒是挺不错的。陈平安、顾灿、刘宪阳，谁能想到这些名字的主人从离珠洞天走出去后，都有可能大有所为呢？唉，
原本以为的小小洞天，竟是屡出蛟龙的池塘。我最好还是将这些名字抹去，以免将来被其他有心人做文章。好小子，胆子够肥呀！阮氏来的可真快啊！我这不是什么都还没做吗？杨老先生，您来评评理，这小子几次在我的地盘上撒野，我该不该忍？所谓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阮琼，要不你还是直接放开手脚，跟这家伙来个了断吧。我跟阮氏若是打起来，一定会损毁这千里河山，到时候那些烂摊子谁来收拾？老夫就勉为其难来帮阮氏收拾。杨老头杀人不见血，还能坐收渔翁之利，真是好手腕呢。我倒是觉得这个主意不错。洞春阁的呀，那还是算了吧。接下来我只在小镇逛荡，行不行？阮大圣人还有杨老前辈，我看你就算是闲逛，也能使出坏招来。不敢，我知道杨老前辈本事大，护得住这里10之8九的山河。但如果我一门心思想要毁掉神秀山和横朔峰呢？这2座山头可是阮大圣人专门给他家宝贝女儿阮秀正道准备的。若是真被我打得稀烂，阮大圣人你心疼不心疼啊？阮琼，换成是我，真不能忍。赶紧滚回二郎巷！遵命。被这小子这么挑衅，却忍着不出手，阮琼，你确实挺在乎你闺女的。我这人不欠天不欠地，唯独欠着那丫头的娘亲。现在人都没了，怎么还呢？只能把亏欠她的放在女儿的身上了。对了，杨老前辈，你真的能确认他就是崔禅吗？堂堂大黎国师，上5境的高手，竟然只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子？还是说他练就了一身无上神通，让自己驻颜有术啊？并非如此。其实来到离珠洞天的这个崔禅，并不是他本人，而是他的一个分身。分身？他将自己的魂魄一分为2，一半放入了这具年轻的躯体之内，并与自己远在京城的本体神意相通，这样他便可以随时随地监视此地的情况。原来如此，那他刚才是在虚张声势吗？都说草莽好汉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至于崔禅，我估计他属于舍得一身剐都敢把道祖佛祖拉下马的人。这家伙跟我们还不太一样，他自己选择了一条独木桥行走，所以一旦与人狭路相逢，或者后面有人想要越过他就一定会打死对方。但这种人也不能简单的说他是好人或者坏人，他只是在走自己的道。他是好是坏我不关心，但我现在还没明白他为何要如此针对陈平安。难不成陈平安真的是齐敬春的香火继承人？天晓得。对了，这座庙我要搬走。好，只要不是搬离福地，我没意。看在你这么爽快的份上，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小秘密。什么秘密？等等，我先落下障眼法术，隔绝此庙被有心之人窥探的可能。梁老先生竟然这么小心，看来这个秘密怕是不小啊。你知道齐敬春最厉害的地方在哪儿吗？自然是资质好、悟性高、修为恐怖，要不然天上那几尊大人物怎么会舍得拉下脸来一起对付他？不止如此，假设陈平安真是齐敬春选中的人，那么外边就有人以陈平安作为一招隐藏后手，表面上闲置了整整10年，其实暗中小心经营，甚至这期间连我也被利用了，连前辈也着了道，这其中究竟有何玄机啊？此招最妙的地方在于，陈平安作为那人的棋子儿，在落入棋盘后便自行生出生机，变得不像是棋子儿。这样一来，在他身上所埋藏的杀招就会变得更加隐蔽。此外，那人还在陈平安身边放了宋吉新这枚关键手，用来吸引各路视线，最终营造出灯下黑的大好局面。齐敬春这种号称有望立教称祖的聪明人，岂会看不出一点点蛛丝马迹？
这就是我说的他最厉害的地方。俗话说得好啊，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连我这个旁观者都是到了刚才想明白，可他齐景春身陷棋局，却早就看透一切。此前他故意跑去我那药铺，除了送给陈平安2方大有学问的山水印，最后还给陈平安留下一句话。阮琼，你猜猜他说的什么？齐景春的心思我可猜不着啊。他说君子可弃之以方。这句话的第一层意思是让陈平安告诉我，或者说告诉所有人，只要在规矩之内，如何对付他齐景春都无所谓，胜负也好，生死也罢，他早已看到。第二层意思是说给10年甚至是100年之后的陈平安听的。他要陈平安在知道了真相，知道了自己正是害死齐景春的那枚棋子后，也无需自责，因为他齐景春早就知道了一切。真他娘的没劲！堂堂齐景春什么都知道，还死得如此冤枉。要换成是我，有他那修为本事，早就一脚踏穿东宝平州，一拳打破浩然天下。哎呀，别去，喝酒去！作为齐景春的师兄，曾经的文慎首徒，如今的大理国师崔禅，你的道行恐怕不止于此吧？那我就拭目以待。齐师弟，哪怕你只是一缕残余魂魄，也不可擅闯私宅，不请自来哦。那日你与崔明皇无冤，在这儿讨论了半天，不过是专程为我演了出戏罢了，不累吗？当然不累，否则给师弟看出点什么就不太好了。你为何会从炼气士12境一路跌到了10境修为？还不是咱们那位大名鼎鼎的先生害的。谁能想到你这个正儿八经的文圣徒弟，非但没有受到他神像下移的影响，反而修为一路攀升。你现在的境界应当比进入离珠洞天之前还要精进不少吧？倒是我这个叛出师门的逆徒，就算离开这么多年，也还是受到了他老人家学派文脉的影响，境界只能一路跟着下跌了。最绝望的是，我发现自己这辈子都没希望凭学问压倒或是胜过先生。哎呀，这可怎么办呢？我总不能眼睁睁的给先生陪葬吧？于是我就想到了一个小法子来解决这个问题。齐师弟，你要不要猜猜看？借他山之石攻玉，破我执。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你的学问压过先生和我齐景春，得到天地人神的认同。但是很可惜，你做不到。其次的办法，则是让先生这支文脉断绝在我手上，然后由你接手拿走。这样的话，哪怕你到不了先生在文庙里的高位，也好过大离国师1000万倍。倘若这也不行，那最坏的办法只能是将个人当作自己的影子，然后真身入定，做佛家观想。那人若是能够坚守本心，就等于你在某一个坎上坚守住了本心，最终得证大道。若没有猜错，当陈平安决定带着李保平去山崖书院时，你的第一场大考便已经失败，但如今你仍然有恃无恐，是因为你已经将陈平安当做了自己佛家观想的影子。不愧是齐师弟，连这一点也被你看穿了呀。崔禅，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这笔买卖怎么都是稳赚不赔？我知道你已经安排好后事，哪怕陈平安依旧能够保持赤子之心，你也会在游学路上尽可能放大那些孩子的缺点，不断损耗陈平安的心境，最终使他支离破碎。如此一来，先生和我这条文脉就会彻底断绝，你便能轻松将其收入囊中，坐享其成。只可惜棋差一步，满盘皆输。
叔，你这话说的太早了吧？你如果愿意选择现在放手，我可以答应让你达成佛家观想这第3个结论。虽然相对最差，但是对你摧残来说，到底是天大的好事。毕竟你这么多年机关算尽的蝇营狗苟，总算是得偿所愿了。齐晋春，你一个即将魂飞魄散、半人半鬼的东西，也配跟我谈条件？不是条件，崔师兄，我只是想最后给你一次机会，否则等你道心崩碎的时候，可就来不及了。你敢坏我心境！这不可能，这不可能！齐晋春，你竟然没选陈平安，而是选了一个女人作为自己唯一的嫡传弟子，有何不可？好，可只要陈平安心性不变，大不了我撤去所有后手，相反还一路上帮他寻找磨刀石，我一样能赢，只是赢的少一些而已。怎么，齐晋春，难道你为了阻我大道，还要反过来坑害那陈平安？我现在与陈平安可是荣辱与共、息息相关的关系。齐晋春，你怎么跟我斗？我劝你现在就斩断了和陈平安的这份牵连，那样你的境界最多跌到第6境，还算留在中5境中。但若是继续执迷不悟，后果可就不止如此吧。齐晋春，你失心疯了吧？我早说过了，世间事唯有赤子之心不可试探。你崔禅这么聪明的人，怎么就不懂呢？先生的簪子，齐晋春，你竟然替先生收陈平安为徒！我苦心经营这么多年，就是为了脱离先生这一支文脉的影响，可没想到如今我就与他绑在了一起。吃了亏要记牢，1甲子之内，你要是再敢偷偷摸摸下绊子，我自有办法让你跌落成凡夫俗子。当然，以你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性子，肯定是不信的。没有关系，你大可以试试。混定婆，出来！去铁匠铺子找到阮氏，请他来这里一趟，就直接说我崔禅有求于他，愿意跟他做一笔大买卖。别忘了是情。出门之后神色自然一点，别一脸死了爹娘的表情，否则连白痴也知道我出了问题。我不是让你去找阮氏，为何这么快就会？我哦，原来是杨老前辈大驾光临，我身体不适，竟然都没有注意到，还望前辈不要怪罪。国师大人，看你这面色如纸的，是不是遇上了什么麻烦，需要我搭把手呢？不必了，倒是杨老前辈，我该称呼你为青铜天君，还是名气更大的那个？够了。那好啊，杨老前辈来这里所为何事？难道只是为了看我的笑话吗？当然不是，我有个问题一直没想明白，觉得还是专程过来问问你比较好。您请问？小镇里所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是出自你一人的手笔吗？前辈说笑了，我哪里有这么多的闲心？其实在咱们大黎那边有个厉害的娘们儿，很多事都是她亲自在幕后策划的。哪个娘们儿？自然是宋吉星他娘，我们尊贵的大黎皇妃了。例如陈平安的本命词被打破，就是他一手安排的。当初若没有贪图富贵的马家出手，也会有什么刘家、宋家之类的愿意帮忙。至于目的嘛，当然是为了能让他的儿子宋吉新抓住更多的机缘。所以你就顺势而为，利用陈平安针对齐景春。这都让前辈猜到了呀。
果真什么都瞒不过你。唉，虽然齐静春棋高一招，让我不得不认输，但我依然觉得这手棋乃是神来之笔。我问你，齐静春到底选中陈平安做什么了？你猜啊？你真以为我不会杀你？你不敢。就算我自己养的一条狗，这个时候为了富贵前程，可能都敢杀我，但是唯独你不敢。你这么聪明，怎么会输给齐静春？齐静春有句话可以回答你的问题：世间事，唯有赤子之心不可试探。杨老前辈啊，我劝你一句话，如果你之前在那小子身上有动过手脚，就趁早断了吧。我没有。想必齐静春生前应该已经把陈平安前面所有的障碍都清理完毕了，好让他没有后顾之忧。现在啊，估计也就京城的那个娘们儿还在心怀不轨，想着对付陈平安。虽然话不投机，但你是个聪明人，崔晨。我们做一笔公平买卖如何？好，我答应了。陈平安，我收拾好了，咱们什么时候走？待会儿就出发。背篓里装了什么？带吃的没？当然啦，箩筐里一大半都是阮姐姐塞进去的好吃的，其余都是书。重吗？不重。嘿嘿，不那么重。什么时候背累了就跟我说一声，我帮你背。怎么可能会累？好，咱们保平最厉害了。陈平安，东保平州北部形势图和大黎大绥各自的州郡图，还有几张更小的地图，我都放在李保平的背篓里了。不过等到你走出大黎边境之后，还是要经常问路才行。好在李保平懂得你们大黎官话和整个东保平州流通的大雅言，与人交流应当问题不大。再就是我放了一些银子和铜钱在里边，比起你送给我爹的金铜钱，他们真不算什么。所以陈平安，你千万别拒绝呀！我又不傻，给钱还不要？你还不傻？为了没半点关系的他们……阮姑娘，这些话不必再提了。我和宝平马上就要出发了，我昨天拜托你的事情，还有那4个孩子，就麻烦阮姑娘多多费心了。放心吧，你给的钥匙我会好好收起来的，隔三差五就去收拾屋子。那我就放心了。宝平，走吧。走喽。齐静春的神魂离开二郎巷后，再一次行走于人间。他去了学塾，去了石拱桥、马占的坟头，甚至天外的某座洞天，最后才来到龙须溪畔。陈平安，你用沙土堆出一个小池塘，将小鱼们都困在里面，是不是叫竭泽而渔呀？哦，不对，这好像是个贬义词，应该叫釜底抽薪。我们现在手里没有鱼竿，等有时间了，我跟你讲一讲怎么钓大鱼。钓鱼要做好粗细适中的鱼竿，还分季节、时候和晴雨天气，就连鱼钩和鱼饵的门门道道都很多。原来钓鱼还有这么多讲究呀，怪我一条都钓不上了。你虽然一条鱼都没钓上来，但还在不停的尝试，我觉得就很厉害。真的？真的。可是我们抓这么多鱼干什么呀？明明还有那么多吃的。你想啊，有个说法叫坐吃山空，山都能吃空，更何况是我们2个的小背篓啊，所以要省着点，以后路长着呢。这也叫未雨绸缪。接着。我抓住了！小鱼，你别动，别动！远处的柳树下，齐静春缓缓朝他们走近，每走出一步，他的身影便消散一分。5步过后，快要消散的齐先生终于停下脚步，长袖一挥，一柄木剑出现在了岸边的背篓中。齐先生，是你吗？陈平安遇事不决，可问春风。这样便很好，我走了。齐静春最终轻轻挥手，残余的魂魄散作光点，随风而逝，
陈平安下意识地伸出手，试图去触碰那些即将消散的光点。岸边的李宝平也莫名的有些伤感，他左右瞧瞧，突然指着陈平安的头嚷嚷起来：“哎，陈平安，你头上什么时候别了一只玉簪子呀？刚刚有吗？我没注意到呢。哎，你的箩筐里还多了一把木剑。什么簪子木剑？我不知道啊。哎，等等，这根玉簪不是齐先生送过我的那根吗？我走之前明明已经收好了，怎么会出现在我头上？陈平安，你其实是有钱人，对不对？真不是，至少现在已经不是了。我有钱的光年就那么几天。其实这根玉簪是齐先生的先生送给他的，然后齐先生送给了我。至于他怎么突然出现在我头上了，我真不知道。那木剑又是咋回事啊？我也不知道啊。陈平安，你再这样，我今天就真的不喜欢你了。哎，我是真的不知道。那算了，明天再不喜欢你好了。你说的书香是不是龙尾郡陈松风背的竹子编的那种小箱子？以后路过竹林的话，我可以给你做一个。我刚好也要做一根鱼竿，方便以后抓鱼。真的？太好了！我骗你做什么？哎，小心，别蹦蹦跳跳的，一会儿连人带鱼一起掉进小溪里，可是会着凉的。嘿嘿，我终于要有自己的小书香了。这算什么呀？以后我再给你编几双合脚的草鞋，保证不磨脚。做鞋难不难啊？很简单的。你什么都懂，我什么都不懂。你懂的我也不一定懂啊。这样吧，以后你可以教我读书写字，我现在认识的字不多，大概500个。一言为定。对了，陈平安，你说你头上那根玉簪子是齐先生的先生送给齐先生的，然后齐先生送给你的？对啊。好，陈平安，那么从今天起，我就喊你小师叔好了。为啥？你当了我的小师叔以后，如果哪天我惹你不高兴了，你在丢下我不管之前，肯定就会扪心自问，我陈平安可是李宝平无比敬爱的小师叔呀，当然是要跟这么好的小姑娘患难与共啊。我能不能不当什么小师叔啊？放心，我一样不会丢下你的。不行，那我不给你做小竹箱和草鞋了。没事，我才不怕，我就要喊你小师叔。啊？为什么？世上哪有不给我做小竹箱和草鞋的小师叔呀？这个李宝平怎么比宁姑娘还霸道啊？小师叔，别怕，站在我身后。远处，一个身材不高也算不上壮实的汉子，向陈平安和李宝平迎面而来。只见他牵着一头白色驴子，头戴斗笠，斜挎一条布囊，腿上裹了行缠，手持一根竹杖，腰间则悬挂着一把绿色竹鞘长刀。男人在5、6步外停下脚步，然后微微抬头，露出一张并不出奇的脸庞。你是陈平安吧？你好，我叫阿良，善良的良，我是一名剑客。远处一个身材不高，也算不上壮实的汉子，向陈平安和李宝平迎面而来。只见他牵着一头白色驴子，头戴斗笠，斜挎一条布囊，腿上裹了行缠，手持一根竹杖，腰间则悬挂着一把绿色竹鞘长刀。男人在5、6步外停下脚步，然后微微抬头，露出一张并不出奇的脸庞。你是陈平安吧？你好，我叫阿良，善良的良，我是一名剑客。你既然是名剑客，为什么带的是一把刀啊？我暂时没找到配得上我的剑，所以只好以此代替，用来羞辱天下用刀之人。猪猪姐姐、朱贺叔叔，你们怎么会在这里？我们在小镇东门没有等到小姐，自然察觉到了不对，于是一路追踪至此。幸好你们的脚程不快，没多久就赶上了。宝平，这2人就是你们李家派来护送你去大隋的人。朱贺叔叔可厉害了，有他在，不用怕。好。朱贺，你可知道这个阿良是谁吗？虽然我从没听过这个名号，
但此人的气息确实比寻常人要绵长一些，必须小心。我之前听说啊，行走江湖最要小心的4种人，分别是道姑、老僧、小孩和酒鬼。除此之外，越是看着不像宗师高手的角色，越是不能掉以轻心。多谢提醒。阿良，你是专门来找我的？不错，接下来的路我们要结伴同行，我会送你到大隋的边境。是不是说你认识打铁的阮师傅？当然认识。离开小镇之前，阮师傅曾经承诺我，会在到达大理野夫关之前，保证我的安全。此人几乎是在阮师傅眼皮子底下冒出来的，应该不会是正阳山、云霞山或者老龙城这3个势力之一。但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我还是得再找阮师傅确认一下。这样吧，我们先去小镇那边见一见阮师傅，然后再动身南下可好？其实我刚刚想起来，从小镇东门出去有一个驿站，牛车马车都可以坐，反而比我们跋山涉水更快。哦，这么谨慎，一点都没有江湖儿女的豪爽啊！就这么定了，宝平，你先跟着朱露姐姐回小镇，我与朱和在此陪一陪阿良兄弟。没问题，露儿，你先带着小姐回去。好，小师叔，你要小心呀。放心吧，我不会有事。所谓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你们谁想要来一口吗？这可是2两银子1两的魁罡仙人酿，大隋所有富家翁的心头好啊！我一路北上喝过不下100余种酒，还是这种仙人酿最为地道。我不喝酒。习武尚未大成，不敢饮酒啊。哎呀，原来都不是性情中人啊！我前不久认识一位少侠，那真是风流倜傥。阿良，何事？哎，你的脸色怎么突然这么古怪？你要不要抬头看看？看什么呀？我头顶上难不成？我靠！此人的养剑葫芦中竟然透着一股精纯且熟悉的剑意，难道说他就是神仙台魏晋？风雪庙内部的6脉中，以神仙台的香火最为单薄，甚至沦落到单传弟子的惨淡景象。传说这个魏晋天资卓绝，早早就被神仙台的刘老祖收作关门弟子，而后他以不到40岁的年纪稳坐10楼境界，极有可能成为东保平州最年轻的上古境剑修，实力不容小觑啊！我在风雪庙修行多年，虽然从未亲眼见过此人，但是一直久仰大名，没想到他竟然会来小镇。只是不知他是为了龙脊山斩龙台一事而来，还是为了护送陈平安。哎呀，酒葫芦，找到了！哎，你这人怎么回事啊？走路都不带想的。阁下可是神仙台魏晋？不是，我叫阿良，善良的良。可那葫芦，你能不能借我喝2口酒啊？啊，有何不可？但是记得还我。没错，这养剑壶的确是魏晋，只是为何会在此人身上？风雪庙中确实没有阿良这么一号人物，难道是被他杀人夺宝了？不对啊，魏晋修为不低，若是寻常剑客，绝不可能从他的身上夺走养剑壶和剑器。难道说此人是受魏晋所托才来到这小镇上的？我得试他一试。哎呀，哈哈哈！怎么，兄台竟然不喝5黄酒吗？那酒涨价了。多谢，酒壶还你。可你来的也太快了吧！我刚联系了风雪庙，让他们派人来护送陈平安和李保平，你这后脚就来了，我还以为会要1旬左右呢。你管得着啊？圣人了不起啊！要不要去我铺子里坐坐啊？我女儿对你仰慕的很啊。那你女儿的眼光是真的好。哎，对了，你是来负责龙脊山斩龙台一事的吗？啊，不是我这次过来就是为了护送陈平安他们，至于其他的事情统统不清楚。啊，既然如此，那就有劳你送他们去大理野夫关了，我还有事，先走一步了。金山走江河，我知金山江河的父亲人不人知。这2个孩子是我们在半路上遇见的，说是要和小姐一起去山崖书院求学。刚刚咱们李家的老祖宗现身打过招呼，说阮氏已经过来了，让我直接回头找你们便是。李怀、连守一，你们俩真的要去山崖书院求学吗？当然了，我李怀留在小镇里只能当乞丐，跟着你们还能混口饭吃。富贵险中求，自然要出去闯一闯。哼，你们
们可以从东门出发，自己去书院啊。凭什么小师叔要带上你们2个臭油瓶？李宝平，我们好歹是生死患难之交，这你都不肯帮下忙？不帮李宝平，我和李环没有那么大的本事，别说是山崖书院，恐怕连大理边境都做不到，只能跟着你和陈明安了。李怀，瞧瞧人家林守一，我就没见过像你这么厚脸皮的人。哼！对了，石春家和董水井他们2个是不是确定不来了？石春家的铺子那边有人会带他去京城。至于董水井，他听说以后小镇的书书还会再开起来，就留下来了，在铁匠铺子顶替了你的短工。行，那我们就一起赶路吧。怎么，多带一个可爱的小姑娘也就算，你们2个兔崽子算是怎么一回事啊？你又是哪根葱？我是你失散多年的爹，亲爹啊！你真是我的亲爹吗？爹呀，当年你抛弃了我娘和我们姐弟2人，不知道跑到哪儿逍遥快活去了。我以为你是被山里的野兽大卸8块了，或者是……你就不能怕你爹点好啊？哼，跟我斗！水浅小王八多呀！哎呀，不听王八念经。阿良，既然人已经到齐了，我们就直接赶路吧。行，不过陈平安，你打算一直带着这么几个小鬼跋山涉水吗？这确实有些耽误时间啊。那怎么办啊？我记得沿着这条铁符河一直往南走个几天的路程，很快就能看到一条正在建设的大理驿路。到时候啊，我们就找个驿站坐马车吧。也行。自称是剑客却配刀的阿良，牵着他的白色毛驴走在最前面，他的身后跟着背着背篓的陈平安和李保平，以及牵着骡子的李怀和林守一，最后面则是朱和与朱露2父女。身份悬殊的7个人就这样聚在了一起，共同南下去往大理边境。就在陈平安等人离开小镇的同时，逼仄的泥影巷中突然闯入了4个与此地格格不入的外乡人。走在前面的是一个小巧丰腴的宫装妇人，此人正是宋吉星的母亲，当今大理的皇妃。她的身后跟着3名侍从，分别是捧剑女子杨花白面老者徐浑然，以及一个魁梧的男人王义夫。哎呀，从宫中出来前临时做了这把钥匙，总算有用武之地了。哎，杨花、徐浑然，你们俩且随我进来。是，娘娘。看看我儿子住的地方。哦，王义府，你守在外面便是。怎么，这些鸡还没被饿死呢？难道是隔壁那个贱泥腿子来喂的？瞧瞧，得亏我帮儿子找的这么好一个邻居，才造就了这样一副邻里和睦、天下同春的模样，多好啊！杨花，小学这本书在大理京城大概多少时间啊？回娘娘的话，多则60文，少则40文。看来儒家圣贤们的道理越大，越不值钱呢。要不是有小说家们帮着推波助澜，千百年来不遗余力地行走于市井巷弄，为儒教美言，现在这座天下指不定是谁的。娘娘还需慎言，此地不宜畅所欲言。放心吧，齐敬春死后，这里便不会再有人盯着了。哼，离珠洞天这种几千年都没出过什么大纰漏的地方，要不是齐敬春，怎么会值得那些大人物重视？娘娘还是小心为妙。哎，行了行了，我不发牢骚便是。哎呀，看来我儿子过的日子虽然不算富贵，但还挺自在的啊。娘娘想将大任于殿下，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可谓是用心良苦。这话就虚伪了，真正受苦的孩子是隔壁的那个孤儿，我家木儿可称不上吃苦。哎，要不我去隔壁看看吧？不过隔壁院门锁了，该怎么进去呢？若是直接撬门翻墙，会不会不太符合我的身份？哎，对了，
前几日福禄街的卢氏送给咱们的那几页古书，我随手翻了翻，记得上面有一门很有趣的小法术，咒语是什么来着？哦，记起来了，这就去试试看。走，哎，杨花、徐浑然，你们俩直接去隔壁的院子外面等我开门。是娘娘。天地相通，山壁相连，软如杏花，薄如纸叶，五指一剑，急速开门，奉三山九侯先生律令。哼哼。有些人命好，随便怎么折腾都是小福，但有些人命不好，生来就是吃苦。投错了胎，你能跟谁说理去？就算找到了正主，可你敢开口？小家伙，就算你以后知道你被砸碎的本命词以及你爹的死都是我的手，但在你找我报仇之前，至少还要先跟云霞山、正阳山和舒锦湖这三方打交道。等你找到我，都不知道猴年马月，更何况你还得先活着走出大理版图才行。还是把人家的锁弄坏了。杨花，回头你去找人来修好。哦，对了，你按照我家木儿7岁时的步子大小，往右手边走上63步。是。娘娘，应该就是这儿了。那个该死的宋玉章竟然失职至此，害得我家的木儿竟然产生了2个心结。杨花，当年的那桩密事你也是听我说过的，你觉得我能为木儿做点什么？奴婢不知，也不敢妄自揣测。唉，我家木儿的第1个心结，就是在当年的那场大雨之中，被一个贫贱的泥腿子追杀到这里，遮住脖子，安在墙上动弹不得。那会儿木儿年纪尚小，除了觉得颜面尽失，肯定也被那个杀气腾腾的同龄人吓得不轻。至于第2个心结，就更加有意思了。陈平安家木儿说你是5月初5出生，要你搬出宅子，否则就会害得爹娘无法投胎转世。这不过是几句玩笑话，偏偏你这个蠢货信以为真，自己违背了那个什么不可虚龙瑶的破烂誓言，怎么能归到木儿的头上呢？更可恨的是，你竟然让木儿第1次产生了愧疚之心。要知道，修行之人谁不是在苦苦的追求不朽金身、无垢之躯？而你一个小贱种，竟然让他道心蒙尘，这你要怎么赔？你赔得起吗？怎么，王一府，你觉得不对啊？虽然不清楚更多的内幕，但我觉得这样不对。王一府，你身为卢氏王朝的归降大将之一，竟然如此正直，倒是让我有些刮目相看。不过你别忘了，那位你舍弃了性命都要保护的人还在我的手上。你是觉得我应该将他送入皇宫，还是送入私教房呢？毕竟按照我们的约定，只需保住他的性命即可。王一府，你可不要把我的菩萨心肠当成天经地义的事情。是，娘娘，属下错了。知错便好，等下你出了这条泥平巷，就不用跟着我们了。我记得上任督造官宋玉章大人已经奉命回到了小镇，负责主持山头买卖的事宜，现在就住在骑龙巷里吧。你去把他的脑袋摘下来，然后随便找个木盒子装好，以后啊，我可能会用得着。宋玉章是皇帝点名来此的官员，娘娘你之前也说过，此人在礼部和青天剑都有靠山，为何要杀他？杀人还需要理由？那我当这个娘娘做什么？是，属下领命。果然只有来到小镇，才能发现齐敬春那个读书人真的很厉害，可惜他不能为我们大理所用。难怪陛下这些日子心情郁郁，经常叹息。不过他再厉害，终究还是死了。至于他一心想要留下的那个陈平安，就让我来为木儿亲手了结这桩因果吧。娘娘，不过是杀一个穷小子，我们是不是有些小题大做了？杨花，你来说说看。狮子搏兔也要一击致命，还是娘娘考虑周到。我家叔叔虽然是个武人，但有一句话说的极妙，对付任何敌人，切记千万不要给他送人头。哎，兄台总算是来了，只是能不能慢点动手，等我喝完这碗酒可好？好。对了，
你能不能帮我捎句话给宋吉新啊？以后他应该会被称为宋木了。啊，什么话？能不能告诉他，我这么多年下来，一直很想跟他要一副春联儿，一直很想和他一起过年。不能。我年少时最喜欢读游记，看到东保平州最南端的老龙城常年有大潮拍岸，甚为壮观呢。可惜呀，我这一生恐怕是看不到老龙城，也看不到大梨一统东保平州了。哎，也罢，那我就把这碗大梨酒当作是那南海大潮之水吧。一反一，王义一手拧断了宋玉章的脖颈。最后，身为亡国之人、败军之将的王义父，自顾自地倒了一杯酒，轻轻叹息一声：“原来读书人也有大好头颅啊。”阮师接管黎州福地多日，我大黎朝廷理应派人前来拜访。无奈前段时日俗事缠身，因此耽搁了些日子。我今天便是来给阮师赔礼道歉的。不必，你有什么事就直说吧。好，敢问阮师，那陈平安身边的5人可是你安排的？难道说这是你与齐先生的约定？不是。那阮师是因为那山头的缘故才答应庇护陈平安的？对。那小子答应我将他的3个山头租借给我，所以我跟他保证，在离开大黎之前，他和那个小丫头都不会有太大的意外。不如这样吧，我再让人买下神秀山周围的4座山头，赠送给阮师，就当是大黎的见面礼，如何？这些个山头本来就是大黎朝廷的，那一代代的金晶铜钱，左手出右手进的，你们也不嫌麻烦啊？虽然我并不是一个喜欢守规矩的人，但不管是阮师你，或是身在京城的陛下，都比我的身份大。你们的规矩，我不得不遵守。那你为何执意要杀陈平安，而且还是不惜花费这么大的代价，如此着急的要置他于死地？难道就不能等他离开大黎边境再下手吗？陈平安必须死，只有他死了，当初我命马家的人杀了他爹的事，以及靠他破碎的本命词帮助我家木儿争取更多机缘的事，这一切的因果全都会止步于我。难道你有某些见不得光的旁门神通可以斩断因果？阮师若是这么想，那就当是这样吧。但这也不是你着急杀人的理由啊。其实我家木儿马上就要进入大黎京城，到时候他会得到一场大机缘，为了避免节外生枝，我必须尽早斩草除根。你儿子的机缘跟那陈平安又有什么关系啊？木儿因为陈平安产生的心结，若放在一般修士身上倒也无妨，大道如此漫长，哪怕他在破开中武境之前无法自己将其摒除，大黎一样有的是手段以外力强行去除。可如今京城的那份机缘不等人，自然容不得丝毫马虎。再加上崔产那个废物，号称是什么算无一策的崔大国师，竟然输给了齐敬春，到现在都还没有毁掉陈平安的澄澈心境。没办法，我只好退而求其次，用陈平安的那颗头颅强行拧转木儿的心境。到底是什么心情，竟然如此麻烦？都怪静瑶的那个老不死，竟然阴了我一把。他告诉了陈平安被木儿欺骗一事，导致那蠢货勃然大怒，追到了倪萍巷之，差点杀了木儿。当然，陈平安最后并没有杀人，他若是真的想杀，死的只会是他自己。只可恨那些藏在暗处的碟子，竟然死守着陛下的规矩，只要木儿不死，就绝不会插手。废物，全是罪该万死的废物。就是陈平安的这个举动，以至于木儿多年后时常做噩梦，醒来冷汗连连。不过此事归根到底也是我作茧自缚了，所以我一定要杀了陈平安。小人之心罢了。不说这个，关于廊桥那块风生水起的牌匾，阮师应该已经有所猜测了吧？你是说那块经由你们大黎皇室血迹用于偷取小镇运势的牌匾吗？
不错，所以墨儿离开小镇之前，必须要去那边上香，因为他如今即将拥有的一切，都是大黎皇室死了一个又一个的黄金国戚换来的。那块牌匾上“风生水起”这4个字，有多少笔画就死了多少人，而正是这些人用命成就了他。你们的手段也不过如此。阮氏，你要是觉得4座山头都比不上你给陈平安的一句承诺的话，无妨，只要你肯开口，都好商量。例如，我可以说服皇帝陛下，在你女儿将来正道的时候，大开方便之门。虽然不知道她的正道契机是什么，但我可以替陛下答应阮氏，大黎朝廷届时一定鼎力相助。除了我本人之外，国师崔禅，甚至是宋长敬，都可以为你家阮秀的正道契机出一份力。若是我答应下来，立马就会和你们大黎宋氏有所牵连，这也是你的计划之一吧？当然，要不然咱们那位勤俭持家的皇帝陛下岂会由得我胡来？他虽然不反感妇人干政，但有些事情他一开始就说得很清楚，不许我擅作主张。为此，我可是付出过很大的代价的。我这人啊，最大的优点就是记打。那你也听清楚喽，以后不要进入龙泉县方圆1000里以内，要是被我发现，就不要怪我出手打女人。罢了罢了，既然阮氏不愿意，那我还是等陈平安到大黎边境再说吧。今日叨扰，还请阮氏不要怪罪。就算你看不惯我这种妇人，也别因此对我们陛下印象不好。告辞了。那宋吉新尚且还有愧疚之心，而你果真是最毒妇人心呐！阿良啊，亏得今天只下雨没有打雷，要不然呐，老天爷第一个就劈在你这个贱仙身上。哎，这回你又要用什么理由推脱了？哼，看样子我不拿出点本事来，你们还就真不信我了，是不是？行吧，我出去找根趁手的树枝，今儿个就让你们见识见识什么叫做上乘剑术。算了吧，阿良，雨太大了。陈平安，你别劝了，心意已定。只是嘛，像我们这种剑仙找趁手之物，就跟凡夫俗子找媳妇儿一样，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要是没找到，那就没办法了。就知道。阁下这是何意？为何阻拦我等？劝阁下莫要引火上身，速速离去。你好像很自信啊。既然阁下不愿离开，那我们只能动手，希望你不会后悔。小子，此时离去，尚可活命。话太多了，一点也不洒脱。得罪了，进来。就这，还以为你们有多厉害。这天气很容易出事的，我还是去把阿良找回来吧。我陪你一起去。不用了，我在山里烧炭采药的时候遇到过很多次这种天气，不会有问题的。再说这里也需要你照看着，我才能放心。那好，你自己小心啊。阿良，这是怎么一回事啊？唉，我本来是想到这边来找树枝的，哪知道莫名其妙的冒出2个人，他们说自己是从大黎京城来的，奉谁的旨意要杀谁来着，反正我没听清，也懒得管。只是觉得这个天气倒也可以出手杀人，于是便将这2人收拾了。我突然想起来，在来这儿之前，我遇到过一位比你有趣太多的少侠，他呀经常念叨一句诗，叫做“野夫怒剑不平事，磨损胸中万骨刀”。
确实很适合现在这番场景啊。你到底是谁？我说过，我叫阿良，善良的良。至于我找你的真正理由，一是顺路收集养剑壶，二是来找你拿回你头上的那根簪子，后者大概比前者重要100倍吧。这根簪子很普通，就连材料都只是普通的玉材。陈平安，这可不是你说了算的。那你到底想要什么？我说了，要你头顶的簪子。妈，不愿意给我呀？这人难道真是老龙城云霞山或者是正阳山三方势力中派过来杀我的人？还是说他仅仅是看上了齐先生的这根玉簪？不论如何，玉簪我是绝对不能交出去的。可万一我不给，他就对宝平他们下手怎么办？陈平安，发什么愣啊？想好了没有？你是舍不得簪子吗？哎呀，退一万步说，就算那根簪子只是普通的文人事物，也不是属于你的。就算退一百步说，我不相信齐敬春郑重其事保存了那么多年的簪子会没有暗藏玄机。例如，它可能是一座不为人知的小洞天，或者是一块拥有福地资质的风水宝地。最后退一步说，那就更厉害了，这簪子有可能是一只文脉薪火相传的信物，就像道教3大主脉的掌教信物，不过是一块桃符、一件雨衣和一顶道冠而已。若真是这样，陈平安，你觉得这簪子戴在你的头上合适吗？阿良，你能不能放过李宝平和李怀他们？就算我现在答应你了，你怎么确定我事后不会反悔呢？少侠，别冲动啊，咱们这不是正在讲道理，等到道理讲通了再动手也不迟。这簪子是齐先生的先生送给他的，齐先生送给了我，我是绝对不会交给你。不交给我？那也行，这样吧，你亲手折断簪子，我就不杀你，也不杀李宝平他。我从不骗人，这也不可能。哦，我知道了。陈平安，你是想凭本事护住这根簪子，若是能赢当然最好，但若是死了也不算辜负齐敬春的嘱托，而你死后自然能得到簪子，也就会放过李宝平他们的，对吗？多说无益，接招吧。唉，算了，这簪子你还是拿回去。什么？要不要你？趁我还没反悔，赶紧来拿。好。陈平安，以后别做这样的傻事，死物就是死物，哪里有人的性命重要的？不管遇到什么事情，活着才是第一位的，哪怕没有办法好好的活着，那也要活下去。天底下没有比这更大的道理了。我明白了。不，你还是不明白。不管这簪子到底多值钱，意义有多大，齐敬春既然愿意交给你，就一定是相信。所以若是以后你遇见了生死抉择，一定要选生，不要选死。不管是壮烈献身而死，慷慨激昂赴死，还是风流写意去死，但死了就是死了呀。所谓的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那是他们读书人的事情。我阿良不是读书，你陈平安暂时也不是，所以别学那齐敬春，毕竟你还没有见过这个世界的好与不好。哎呀，说这些你暂时也听不懂。最后再多嘴一句话吧，陈平安，你要相信我的眼光，你将来可以走很远的路，甚至比齐敬春更远。为什么？因为我是阿良啊，我说你可以，你就可以。行了，别站在这儿淋雨了，下山去吧。两人沉默着走下山坡，陈平安欲言又止，他有很多个问题想问，但最终还是挑了一个比较关键的。你为什么不拿走簪子？等到簪子到手之后，我才察觉出它真就只是一根破簪子。那我还要来做什么？我之前跟你说了，你不信。我早该想到，真正的读书人都穷，按照齐敬春先生的脾气，再加上他自己的性子，传下来这么根普通的簪子才是正常。不行，我还是很气。我原本以为这簪子已经是我的囊中之物，所以才不惜走了那么多的冤枉路，甚至还在那剑气长城之外刻下了一个字。但是当我屁颠儿屁颠儿的跑来，就得到了这么一副惨淡光景。陈平安，你可真得感谢我的不杀之恩呐！剑气长城又是什么？你甭管。总之，你以后要是没本事在哪儿刻下2、3个字，看我不削你！阿良，你能不能说点我听得懂的话？
可以啊。我叫阿良，善良的良。我是一名剑客。呸！你小子，那就这么说定了啊！啊，说定什么了？你要成为剑客呀！哎，不是，我那是学。哎呀，送君千里终须一别，我会送你们到大理边境之后再离开。相信到了那个时候，你们这帮孩子就能清清爽爽的远游求学了。不过那之后，你就要自求多福了。能不能带着他们安全走到大隋的山崖书院，再之后能不能活着回到大理龙泉县，全看你自己的本事。好，我知道了，谢谢你。没事。滂沱的大雨之中，与少年并肩而行的阿良突然回想起，很多年前，曾经有一个名叫齐敬春的读书郎，说自己读书读烦了，想要跟着他出去闯荡江湖，而当时的阿良并没有点头答应。他祝他耐心，没有拒绝的那么干脆。说不定齐景春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了。陈平安与阿良离开后不久，山坡上突然出现了4个身影，正是那名宫庄妇人以及她的3个侍从。妇人远远的瞧着那2具已经有些僵硬的尸体，捂住鼻子不肯上前。王一甫，你去看看是怎么回事。是。这2人均是中武境的高手，实力不弱，身上也没有什么伤口，但是经脉皆碎，五脏六腑都烂透了，显然是被人一刀致命。什么？我大理境内竟然来了此等武道宗师，那宋长靖到底是怎么解释边关的？竟然连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找到，难不成这是他故意放跑的漏网之鱼？且不说那人是谁，但娘娘分明已经与阮氏打过招呼，答应不会在龙泉县境内动手。咱们也传信给了手底下的人，叫他们近期不要轻举妄动，一切等陈平安走到大理的边境再说。可为什么他们2人还是死了？按照道理说，阮氏怎么样都该卖娘娘这个面子才对，总不至于是那风雪庙的人连娘娘和阮氏的面子都不在乎了吧？杨花，跟在陈平安身边的那名佩刀男子依然没有查出身份来吗？没有，这种事情我们也不好上门去问阮氏，更不好去找那波来自风雪庙的兵家修士，只能靠大理自己的谍报机构寻找蛛丝马迹。但是边境的谍报事务，娘娘又不方便插手，所以还得调查一段时间。那个叫做朱和的李家护从，有没有可能是个深藏不露的高手？那不过是个武将武妇，不值一提。更何况李家根本就没有胆子在我的眼皮底下捣乱。哎呀，这就有点难办了。难办？哼，好办得很。立即回京，我要在陛下面前哭去。既然这件事情是他们先坏了大理的规矩，那么皇帝陛下必然愿意为我出头的。陈平安啊，陈平安，无论如何，你都休想活着离开大理。小师叔，我好担心你。已经没事了。那就好。对了，小师叔，朱和叔叔刚刚说有事要找你，他现在在前面捆树枝。好，宝平，你先去跟朱露姐姐玩，我去找她。哎，阿良，陈平安说你是去山上拉屎了，因为下着雨，这样可以不用擦屁股，是不是真的呀？真是陈平安说的？嘿，陈平安虽然没有说出来，但我觉得他肯定是这么想。不过我当然觉得你不是这样的人啦，我还专门给朱露姐姐解释过，
他幸福保证你阿良不是这样的，我是不是特讲义气？义气？你干嘛打我？我看是你这小王八蛋趁我不在跟大家胡说八道吧？当我阿良好骗是吧？看我不拧断你耳朵！我错了。阿良，我有个姐姐叫李柳，名字是难听一点，人可漂亮。林守一和董水井那两个色胚都偷偷喜欢我姐姐，我觉得你比董水井强多了，人帅脾气好，骑得起驴子喝得起酒，要不要以后介绍我姐给你认识认识啊？你小子见风使舵的本领不错嘛，啊，这次就放过你了。嘿嘿，阿良，既然咱们都是一家人了，那就不说两家话。回头我让陈平安给你做个酒葫芦，你把腰间那个小葫芦送给我吧。反正你这个看着很旧，配不上你的身份，咋样？你懂个屁！这葫芦叫养剑壶，是全天下少有的好东西。虽然看着不起眼，但值钱的很。你一个姐姐可值不了这么多钱。一个不够啊，要不然我让爹娘多生几个姐姐。哎呀，这事好商量啊，对不对？我要是你娘，我就给你这小王八犊子一巴掌。阿良随手捡起一段干枯枝，呀，在地上划来划去。李怀探过头一看，是一个歪歪扭扭的猛字，顿时嫌弃了起来。阿良，我决定还是不让我姐姐嫁给你了。你这个猛字写的也太丑了。这字难看吗？哎呀，谁看了不说一句丑绝人寰呐？不过你也别难过，毕竟你的进步空间还很大。怎么可能？不是我跟你吹牛，在一个离这儿很远的地方，不知道多少人看到这个字后都纷纷竖起大拇指夸它好看。当面说的？听说我就说嘛，谁有那脸皮跟你当面说这字写的好啊？我就拜他为师，估计连我娘也骂不过他。你拜人家为师，人家就收你为徒啊？不收，他眼瞎。算了，当我没说。陈平安，单独叫你出来是考虑到小姐的安危，有些事情必须提前跟你说清楚了。好，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其实我们父女二人皆是李家的家生子，世世代代作为杂役奴婢，在主人李家讨一口饭碗吃。不过上至李家老祖宗，下到宝平小姐，也没谁把我们父女当下人看待。尤其是小姐和我家闺女啊，更是亲如姐妹。当年老祖宗发现我有习武的天赋之后，二话不说就花费重金栽培我，所以我才有现在的身手。至于我女儿朱露，也是个习武的好苗子，如果她能争口气啊，以后的成就肯定比我这个当爹的高。你们那事我多少听李宝平提起过一些，所以这次你们俩跟在后面护送我们，也是李家老祖宗的安排。没错，这次由我们护送小姐离开大理，一来是我们身手还算凑合，而且是李家的家生子，忠心耿耿；二来小姐第一次出远门，需要细心的人照顾饮食起居，朱露啊就是合适的人选。其实我一直很好奇，宝平这么小，再加上之前马先生遇害那件事儿，李家的老祖宗竟然还放得下心让他单独出来游学吗？当然是担心的。本来这次老祖宗就想亲自送小姐去游学，但他迫境在即，实在是分身乏术，便派了我们父女二人前来护送。后来他得知阿良前辈这样的高人也在，便彻底放下心来。但不管怎样，老祖宗在小姐远游求学的事上一直坚持要让她独自走完后半段的路程，因为老祖宗说李家的子孙就是应该要有这样的气魄。有这样的爷爷，难怪宝平会养成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性子。是啊，小姐不仅大大咧咧的，心地也善良。我家朱露能够走到今天呢，全都多亏了小姐。所以陈平安，我们父女二人对李家对小姐绝无二心，你也不必太过防备我们。好，那接下来这一路
就拜托你了。我看你小小年纪，确实有一片赤子之心呐，敢于挑起宋小姐游学的大人。最近的后生啊，真是不得了。这本来就是我该做的。行了，时间也不早了，咱们回去赶路吧。阿良，谢谢你。别急着谢我啊！如果你的性格不对我的胃口，哪怕你是齐静春挑中的人，我也不会跟你唠叨这些话。心情好的话，直接把你丢到大隋就是了。对我阿良来说，人生于天地间，路要自己走，话要自己说，人要自己做。我觉得你陈平安也该这样，不一定要全部像我，但至少要腰杆够直，拳头够大，骨头够硬，更要剑术够高。别忘了啊，最重要的是活得够久。阿良，你的这些话我有些听明白了，有些还不是很懂，但我都会记在心里，以后遇到什么事情都会拿出来好好想一想。够了，反正接下去怎么做你就自己领悟吧。对了，陈明安，我带的干粮吃完了。所以就是你们那个粥闻着还挺香的。你绕这么大一个圈子，就是为了光明正大的蹭吃蹭喝？不然呢？哎，开饭没？开饭没啊？阿良大步向着生火的方向跑去，只留下陈平安一人站在河边独自思索。第二天清晨，当李宝平从狭窄的牛皮小帐篷里醒来时，还是一副睡眼惺忪的模样。他迷迷糊糊地穿好了衣裳，钻出了帐篷，却没有第一时间发现自己的脚下放着一只漂亮的绿竹小书箱。幸好没有睡过头。小师叔叔，我们马上就要到大理朝廷的官道，今天必须得抓紧时间。哎，这是小书箱。怎么样，好看吧？昨天咱们不是经过了一片竹林吗？小师叔就想着给你做。怎么哭了？小师叔，宝平，不哭啊！是不是小师叔做的不好看，你不喜欢？小师叔，对不起。没事，下次可以改个样子。没办法，小师叔以前只见过一次小书箱，只会做这种模样的。以后到了外面的热闹地方，再看见好看的书箱，你告诉小师叔。喜欢，没有比这个更喜欢的了。宝平，你知道吗？小师叔能够陪你一起远游求学，真的很高兴。而且小师叔跟你说，希望你成为一个女夫子，并不是要你一言一行都完全和齐先生一样，而是小师叔希望你能够努力读书，成为和齐先生一样博学、宅心仁厚的读书人。我会努力成为像齐先生那样的人。我相信你。不过无论你将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小师叔喜欢的永远都是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李宝平。还有，如果你还能喜欢这个不值钱的小竹的书香，那小师叔就更开心了。小师叔没骗我。小师叔也会骗人，但是不骗李宝平。小师叔，我们拉钩。好，拉钩上吊100连不许变。小师叔，我一会儿要把那些背篓里的东西全部挪到我的新书箱里，我们悄悄的，不要让李怀发现，好不好？好，那我们找个僻静的地方收拾背篓。这不会是斩龙台吧？不对啊，我明明记得我自己的那块石头已经交给阮师傅了呀，这东西又是从哪儿冒出来的？难道是齐先生送我簪子和木剑的时候一并放进来的？或是那位神仙姐姐使出了什么法术神通，偷偷塞进我的背篓里的？小师叔，怎么了？这个钱袋里全是阮姐姐送我的铜钱，之后我们到了集市上，可不可以用这个钱去买糖葫芦吃啊？当然可以，你想吃几串就买几串。
谢谢小师叔。小谢宝平，这枚铜钱，这枚铜钱怎么了呀？哎，它的颜色好像和其他铜钱不一样。没事，这个袋子给我保管吧。好。还好发现了，这颗压胜铜钱应该是阮姑娘偷偷塞里面的。如果不小心把它当做普通铜钱花出去，那可亏大发了。哎呀，又把书箱弄乱了，这个衣服该放哪边啊？宝平，这些衣服最好都放在一起，要穿的时候也方便找。还有那双草鞋是湿的，不要放在里面。哇，都收拾得整整齐齐了。小师叔，你也太会过日子了。我说你们偷偷摸摸的在干啥？原来是背着我们换小书箱了呀！李怀，你从哪儿冒出来的？不许动的小书箱，谁稀罕？陈平安，你要是给我也做这么一个箱子，比李宝平那只更大更好看，我就喊你小师叔咋样？哼，小师叔才不会给你做。陈平安，你怎么不说话呀？我度量大，你给我做的小书箱和李宝平一样大就行，这总可以了吧？你的鞋子破了，回头我给你做2双草鞋吧。切，我稀罕这破草鞋，我要的是书箱，用来装圣贤典籍的书箱。我李怀也是齐先生的弟子，你凭什么只给李宝平做呀？一边去。哼，凶什么凶？那草鞋的事你别忘了啊，要2双可以换着穿。知道了。见陈平安应下了，李怀这才心满意足的摆摆手，一溜烟又不知道跑去哪里。李宝平顿时满脸崇拜的看着陈平安。小师叔你真厉害，李怀这个家伙我都只能把他打服气，吵架是不行的。就算是齐先生跟他说道理，他也不太爱听，可你3言2语就把他给降服了。李怀的嘴皮子再厉害，也不过是个小孩子罢了，我能应付得了。不过说起小书箱，等什么时候再路过竹林，我还是给他做一个吧，顺便也给林守一做了。小师叔，我总觉得李怀有点像你们黎平巷的那个鼻涕虫。鼻涕虫？你是说顾灿吗？我觉得也没有那么像吧。虽然李怀跟顾灿都嘴巴毒，能够一句话就把人气得够呛，但他们其实又大不一样。顾灿身上的那股子精明，更多是一种自保。毕竟他从小没父亲疼爱，被娘亲一手拉扯大，小小岁数便尝过了人情冷暖，知晓人间险恶。李怀则是纯粹的小刺猬一个，逮着谁都要刺一下。但他的父母健在，家庭幸福，心性其实并不复杂，而且上过学书读过书，大体上是没吃过大苦头的。原来鼻涕虫这么可怜啊！那我以后再见到他就不和他打架了，要对他好一点。顾灿和他的娘亲还有他师傅去了一个叫做书简湖的地方，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回来。我怕我下一次见到他会变得不认识他了。小孩子个子窜得很快，如果过个7、8年再见面，你们不认识也很正常啊。我相信顾灿一直会是那个泥瓶巷的鼻涕虫。我也相信。好了，东西都收拾的差不多了，咱们回去吧。再走2天应该就可以看到大黎的官道了。片刻后，几人沿着铁符河继续南行。陈平安趁着闲暇的功夫继续走庄练拳，阿良掂着手中的酒葫芦，照旧过来指指点点。你这个拳本身啊，确实没什么意思。不过你这么练的话，问题也不大。武道一途，本就是实打实的滴水穿石，靠的就是水磨功夫。阿良，你不是那个什么神仙台魏晋吧？当然不是，看念诗那是一套一套的，乃九品奇差，一喝高了就喜欢一把鼻涕一把泪，比李怀还不如。我怎么可能是这种人？那这酒葫芦和毛驴，这2样是他的啊？他的法宝为什么都在你身上啊？他该不会是死了吧？嗨，我杀他干嘛呀？就为了抢这2样东西吗？也是，我相信你不会杀他。哎呀，看你这么好奇，我就告诉你吧。之前我遇上剑道天才魏晋，心情好，就教了他一手上乘剑术。
令那小子茅塞顿开，打破了平静，所以闭关去了。作为酬劳，他就把葫芦送给了我。至于这头毛驴，我只是帮着照看而已。哎，你可别觉得是我占便宜啊，其实是他赚大了。想要破开风雪庙兵家剑修的实境，可难得很。算了，跟你说这个你也听不懂。那阮师傅为何没有认出你来？这个葫芦里的本命剑气犹在，且无残缺，就意味着主人尚存，神魂体魄皆全。你们东宝平州是个小地方，阮琼没想到此处有像我这样境界超然的人物。毕竟这世间能够瞬间斩杀魏晋，抢了他的养剑壶的人，一根手指头也数不过来啊。所以他就没多想的。那为什么？哎，你怎么问题那么多？来，喝口酒。男人不会喝酒，就是来这世上白走一遭了。诸侯说过练武之人不能喝酒。你这么信他的话？我看他挺厉害的。那是你还没见过多少真正厉害的。阿良，你刚刚说你教过魏晋剑术，那你岂不是要比朱和还要厉害？你为啥要拿我和朱和比？有可比性吗？我也就是脾气好，不跟你一般见识。难道你真的比他还要厉害很多？滚！酒不喝就还给我。其实我知道你比朱和厉害很多，我觉得2个朱和都未必打得过你。你如果真想拍马屁，有点诚意行不行？好歹把未必2个字去掉啊。陈平安，问你个问题啊，如果有一天你在一个很出名的地方做了一件很出风头的事情，然后你可以刻下一个传承千秋万年的大字，你会挑选哪个字？应该是我的姓氏吧，我爹娘都姓陈，刻下陈这个字多好。哎呀，真俗气，不像我。也正常，像我这样的奇男子毕竟是凤毛麟角的存在。我当时刻的那个字啊，现在越是回想越觉得自己厉害。喂，你傻了什么？我是觉得如果可以多刻字的话，那我就在那堵墙上写下心爱姑娘的名字。那你要多烧香，祈求你未来媳妇儿的名字只有2个字，如果是3个字、4个字，你人都没了啊？难道还有人的名字是4个字？那不是很怪吗？哎呀，陈平安，以后多读书。哎，不对呀，你有喜欢的姑娘了？哎，是，赶紧说出来，让我乐呵乐呵。没呢。哎，对了，阿良，那你当时刻了个什么字啊？别给我转移话题，快说。真没有，你继续说你的。哎呀，好吧，要说起我那个字，写的天下无双不说，关键是还朗朗上口，气势如虹。你是不知道，为了拦阻我刻下这么个字，好些老乌龟王八蛋的脸都黑了，差点就要卷起袖子跟我干架，我才懒得理睬他们，刻完字就跑了。所以你到底写了个啥？猛？哪个猛？当然是阿良很猛的猛啊！你大爷的！就在此时，一旁铁符河的河面上，忽然出现了3个神仙式的人物，为首之人乃一个白发苍苍的蓑衣老人，他身后跟着一名衣裳艳丽的妖娆女子，还有一名身穿道袍的小童子。这3人踏水而行，仙气飘飘，让孩子们蓦然瞪大了双眼。哇，那些人为什么会站在水面上啊？是神仙吗？老祖宗留给我的真幽灵醒了，大家快退后，不要靠近河畔。那些人不是神仙，而是这山里的精怪鬼魅。啊，鬼呀！李宝平，你护着我点。朱和叔叔，你为什么如此肯定？这枚铃铛叫真妖铃，一旦有山精鬼魅靠近100丈之内，便会无风自响。如今他想得如此厉害，
这说明来人不好应付。好，大家先离开这儿，不要随便乱跑。阿良，你不走吗？我喝过这口酒就走，很快的。阿良前辈，咱们大理朝廷对于山野妖魅的管束一向极为宽松，只要不闹出人命，一般是从来不插手的。就是你，那好吧。阿良喝完一口酒后，刹那间，河面上那3人并感受到了阿良的气息，日势就像被天雷劈在了岗位上一般，再也顾不上什么神仙风采，立即撒腿狂奔而去。而朱河手中的铃铛也平静了下来。阿良前辈，这是……难道是我杀气太重？哎呀，我这人就是这样，走到哪里都锋芒毕露，遮都遮不住啊。那些妖怪虽然已经仓皇撤退了，但他们光天化日的就胆敢行走人间，肯定是施了什么障眼法。陈平安，你带大家在这等着，我先拿着铜铃去下游看看情况，以防妖魅隐匿在暗处伺机害人。好，朱河叔叔，你也要小心一点。于是陈平安一行人全部待在原地，唯有朱河提起那串古朴的铜铃，在下游四处巡视。陈平安，你要不要喝点酒啊？阿良，我真不喝。不喝算了。喂，林守义，咱们遇见了不常见的妖怪，而且还不是1、2个，很难得的。你要不要喝口酒压压惊啊？那我喝一口试试。这就对了嘛。陈平安，你小子就没躺着享福的命。哎，林守义，给。好啦。林守义，你这脸都快红成猴屁股了！哎，别喝了，别喝了，我这酒你只准喝1口，喝酒不贪杯才有乐趣。以后每天给你喝1口，保证这世上从此多出一个逍遥忘忧人。阿良，你舍不得给林守义多喝就直说，小气鬼！哎呀，我能不心疼吗？这酒来历极大，价格极贵。关键是有价无市，林守义是撞了大运才能喝1口，不然你以为这酒来头这么大呀？要不也给我喝1口？你年纪太小，气府尚未成型，不宜喝烈酒，否则会坏了你的根骨。阿良，我前天吃年夜饭的时候就能用筷子偷偷蘸酒喝了，那可是咱们小镇最厉害的烧酒，就连我爹这个小镇喝酒最凶的汉子都说我的酒量随他。再说了，我从去年春天开始，每个月都要被我爹丢在药酒桶里泡着，低头就能喝到酒。你现在跟我说不能喝？哎呦，不给喝，还骂上我了。原来是在药酒桶里泡大的，难怪这小王八蛋小小年纪就能够跟上我们这些习武之人的脚步，脚底板连个水泡也没长过，身体也明显比林守义强上不少，应该就是这药酒打熬体魄的缘故。反正也无聊，不如来看看这小子的体内气象好了。竟然被人用神通遮住了。好，我倒要动点真格，看看他身体里到底有什么玄机。阿良思索至此，心念微动，下一秒他的视野中便呈现出厉怀全身的窍穴景象和气血游走轨迹，细细看去，仿佛是一幅玄妙另类的山水形制图，隐约有淡紫色气息升腾，山脉雄健且稳固，水势汹涌且平稳，最终在一座窍穴内百川汇流，不容小觑。没想到这个小子竟然是个筋骨清奇的修道奇才，真没想到我路边随便认了个老丈人还挺不一般呢。李怀，你告诉我，你爹姓甚名甚？说不定我这边的朋友认他。哼，不告诉你。别走啊！小孩子的心眼只有豌豆那么大吧？李怀他爹名叫李二，是小镇出了名的酒鬼混子。
一年到头不务正业。以前在学书，李华没事因为他爹被人嘲笑。一开始李华也跟人吵架，好像还打过几次。后来估摸着是觉得他爹是真没出息，久而久之就无所谓了。李二吗？原来是他呀！这小崽子，身在福中不知福。不多时，朱和终于从下游返回，表示铃铛没有响动，沿途应该再无精怪。于是众人继续缓缓南下，来到了一条幽静的山道中。这里雾气缭绕，春风和煦。几个孩子一边欣赏四周美景，一边有说有笑的。只有陈平安不时地看向朱和手中那只镇妖铃，脸上的好奇心简直藏不住。朱和叔叔，你这个铜铃能给我看看吗？当然可以。这是我出门前老祖宗赏赐下来的宝贝。老祖宗说此物在仙家法宝当中品质算不得高，只是没有幻化人形的妖魅精怪靠近时铃铛便会无风自响，震荡出阵阵清音，使人不受魅惑。我只知道以前小镇上有些人喜欢在自家的屋檐下悬挂这种铃铛，倒没想到这种铃铛还能抵挡邪祟。大者为钟，小者为铃。如果是仙家器物大多有辟邪护宅的作用。寻常百姓在檐下悬挂的那种风铃更多是装饰。如果是专程从寺庙道观请来，经由高功大德之士的经文护持，应该确实可以遮挡煞邪，留下福音。这铃铛居然用手拽也不会响。这是自然，要不然风一吹就叮叮当当的，白白让主人整天疑神疑鬼，岂不是遭了大罪啊？原来如此。对了，朱和叔叔，刚刚和尚那些妖精不会害人吗？我们大黎是不是有很多这样的奇事存在啊？我听老祖宗说过，咱们东保平州幅员辽阔，仅是人口超过1000万户的庞大王朝就多达10数个，名山大川更是不计其数。种种因缘际会之下，那些个山鬼精魅妖怪侥幸化形成人，踏足修行之路，这种事情向来有之。小镇封闭，这些事自然少有人知道，但外边天地的人虽然未必人人亲眼目睹，但是在听多了闭关野史神仙志怪后，很多市井百姓都坚信，在那些人迹罕至的深山古寺里，往往住着妖艳动人的狐妖娘子，等着进京赶考的穷书生。总之我们这一路行去，小心一些便好。老祖宗说，妖物一旦化作人形，而不是用一些障眼法迷惑人眼的话，那么便等同于半个修行之人了。大黎朝廷对此乐见其成，非但不会打压排挤，反而破例准许他们在版图上开山立派。相传在边境沙场上多有妖修为大黎建功立业，他们平时日常起居风俗人情，看上去跟人亦无差异啊。这些山下鬼魅的传说当真是有点意思。嘿嘿，朱和叔叔，你多给我们讲点那些个美言女鬼的故事吧。你这小子人小鬼大，又不是我一个人想听，阿良也想听的，是不是阿良？小兔崽子，少拉我阿良下水。哎呦，还有多久到那个驿路啊？我肚子都咕咕叫了。李怀，你抬头往前面看。